吁！哎呀！你是何人？怎么会从山上滚下来？萧爱低垂着头，眼珠子一转，最终决定维持原主的人设，走白莲路线。这种冷傲的将士肯定会心生怜惜，不会为难他的。君爷，小女子是被山贼掳走的，这座山头就是山贼的老巢。小女子拼命逃脱，却不识路，一不小心滚下来，求君爷救小女子一命啊！稍等，在下禀告了王爷，凭王爷安排。你是谁家的姑娘？小女子是云海伯府二房嫡女萧天爱。将领眼眸深邃，还是个贵族千金，多了几分拘谨，不敢再看她的眸子，以示尊敬。原本心里浮现的一丝心动顿时消散。云海侯府的千金不是他能冒犯的。既然是山贼作乱，无常，带一队人，该杀杀，该罚罚，剿灭了吧。堂堂洛府城外，岂可盘踞此等宵小？是，王爷稍后，区山贼，片刻即回。好威风，好霸气啊！这才是真正的男人。以前那些哥们儿在他面前都跟软脚虾似的。萧姑娘，遭此大难，你有何打算？小女子听山贼说过，是大房堂姐想要害我，怕我抢了太子的婚事，哪怕我完好归家，名声也有损害，将来哪有好的归宿？此生只求青灯古佛，了却残生。这副表气冲天的做派，他都忍不住浑身发麻。白莲也不是那么好学的哈。你不想找你堂姐讨个公道，她害你这么惨？萧爱摸不准他的心思，不过既然装圣母，那就要装到底。还是不要了，终归是一家人，我一个人遭了罪，已经无法挽回。为了家族，我甘愿自己咽下这点委屈。堂姐能做太子妃，对整个侯府都有好处。若是揭穿堂姐，祖母和大伯都会很难做，对家族也不好。就当我不知道是他做的吧，只能怪我命苦了。萧爱好悬，没吐出来。这是个深明大义的好女子，为了家族牺牲自己，太可怜了。至于堂姐，回府再收拾她。姑娘真是善良。这话听着怎么有点讽刺的味道，不像是夸奖。萧爱摸不准她的心思，这么一看她，发现她双眸之中泛着一层淡淡的白色，双眸茫然而无神，说话的时候毫无焦距，没有看着她。心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难不成她是个瞎子不成？没等他想办法证实，隆隆的马蹄声响起，无常带着人回来了，盔甲的颜色暗沉许多，空气中顿时弥漫起了血腥味。启禀王爷，一小股山贼悉数剿灭，被云海伯府大房雇佣，想要破坏二房嫡小姐的名声，证词都记下了，也画押认罪，您看该怎么处置啊？萧姑娘已经决定不追究了，既然遇到，就送她回府。本王亲自为萧姑娘证实清白，希望她以后诸事顺遂。真是个善良又热心的好王爷，多谢王爷，小女子感激不尽。未曾请教大名，将来小女子定会报答今日之恩。这位是当朝战神燕王殿下，王爷救人无数，遇到王爷是你的福气，无需挂齿。战神燕王，皇上幼弟，
原主的记忆里有。萧爱爱惊呼出声，怪不得军容整肃，原来是战神呢。让萧姑娘坐本王的马车，给本王牵一匹马来。王爷，您的眼睛，本王还能骑得了马，无需多言。居然真是个瞎子啊！好可惜啊，这么帅，气质这么好，天妒英才啊！不必了，怎么能抢了王爷的马车？咱们挤一挤，我看马车这么大，应该能坐得下。燕王第一次有了别样的神色，哪怕眼睛浑浊，萧爱爱也从他眼中看到了意外。孤男寡女岂可同坐？萧小姐的好意，王爷心领了。你放心坐马车，王爷这边我会照顾的。规矩真多，很想说他已经没了名声，不在乎的，却想着自己白莲的人设，乖乖上了马车。萧爱爱确定无人看到，浑身瘫软，靠在软榻上的大枕头上，才有心思考着自己现在的处境。想起前世外公早已去世，没等看到她嫁人，直到父亲去世，母亲也病重，时日无多，她才明白父母的苦心，眼泪不知不觉落下来。那一世，那个男人不知道，他提出分手的那天，是他刚办完母亲的丧事，正需要安慰的时候。关于他在现代的一切都结束了，现在就让他作为萧天爱重新活一世吧。他会吸取教训，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从这一刻起，他就是萧天爱。曾经失败的萧爱爱就此死去，想通了心事，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这具身体太弱了，需要好好打磨锻炼才行。虽然过了最佳习武年纪，但是吃点苦头还是能练出大成境界。不说踏雪无痕，飞檐走壁，自保还是足够的。爱爱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可怜的女儿啊，养在深闺这么多年，温柔善良，不曾大声跟人说过一句话，蚊子都不拍死一只，更别说与人结怨。怎么就被山贼掳走，生死未卜呢？我这些年供奉佛祖的银子都白花了，让我女儿遭此大难。不行，不能再等了，天一黑，爱爱处境更危险。我不管什么名声，只要爱爱活着，母亲不肯去报官，不去找人，我回娘家雇人去找，高价悬赏，什么都不做，我会疯掉的。萧斌想起母亲的话，在太子选妃这个节骨眼儿，侯府万万不可有什么不好的名声传出去，谁要是不遵从，就是跟整个侯府过不去。家族荣誉大过天，母亲心里已经牺牲了爱爱，毕竟对于整个家族来讲，一个未出阁的女儿舍弃了也不算什么。可那是他唯一的女儿，眼珠子一般养大，他作为父亲总不能舍弃她，不能保护女儿，他还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父亲？还是我去吧，太太在家候着，我去报官，发动所有关系找爱爱。双管齐下，务必找回爱爱。沈氏取出钥匙，直接拿出一叠子银票，每一张都是1000两的大面额，足足10万两，塞给萧斌，像是塞给他一叠字纸似的。饶是萧斌习惯了沈氏的财大气粗，还是被惊到了。整个伯府主子奴才200-300号人，一年的开销也不过2万两银子，在世人眼中已经是很奢靡了。他媳妇儿倒好，出手就是10万两，不愧是天下首富沈家的女儿。当然了，这也是岳父宠女儿。世人大多数重男轻女，他的老岳父却是个奇葩，重女轻男，独宠这个长女，家产都恨不得都搬空了给他。至于儿子，哼，想花钱自己赚，他们家宠女儿的规矩就是从老岳父那里学来的。赶紧的呀，愣着干嘛？
太太，你说贼人掳走爱爱，会不会是为了勒索银子呀？有可能，不过能用银子解决的事情都不叫事儿，多少钱都给，只要咱们爱爱没事儿。好吧，太太等我的消息。肖斌赶紧出门，已经耽误半天，必须抓紧时间。二叔这要去哪儿呀？三妹出事儿了，我这个当姐姐的心里很是担心，所以想来陪着二婶儿，遇到事儿也好出出主意。祖母都是为了这个家好，二叔可要体谅祖母，别有怨气。哼，大小姐有心了，只是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老爷有怨气了？虽说你是侯府最尊贵的嫡长女，可尊卑孝道更是要讲究的。我家老爷可是你叔叔，哪有做侄女的教训叔父的道理？二婶误会了，天蓝没有教训叔叔的意思，只是提醒一句，你也要多保重。三妹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会没事的。不过呢，即便是回来，名声也有损，好的夫婿难找了。二婶儿可要有个心理准备呀。我的女儿就是一辈子不嫁人，我也养得起，不需要大小姐操心。大小姐还是担心一下自己吧，这太子妃的位置可不是。只要爱爱平安归来，一切都是小事儿。府里事儿忙，没心情招待你，回你院子去吧。干脆下了逐客令。以前没发现这个侄女儿嘴巴这么毒，心肠还黑得很，分明是见不得自家爱好。亏得他以前经常送她衣裳首饰，女儿有的也会给她一份。那时候一口一个叔叔喊得甜，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既然二叔不欢迎天蓝，天蓝告辞了，希望三妹平安归来。转身就走，本来就是来打探二房的动静，不让他们贸然行动。只要过去一夜，三妹的名声彻底毁了，拿什么和自己争？府里的下人暗地里找人，真正上心去找的没有几个。这一波稳了，小天爱，我才是侯府最受宠的小姐。平时的嫉妒加上这次太子对她的好感，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让萧天蓝最终走出了那。姐姐回来了，是燕王殿下救了她。姐姐果然吉人天下，福泽深厚，算命的说的一点不差。什么？在哪儿呢？我可怜的女儿啊，可有受伤，遭老罪了。那些贼人呢？可有找到？萧天蓝脑子一阵轰鸣，怎么会这样？贼人要是供出他来，那可怎么办呢？燕王可是战神呐，碰到了也能活着，顺手就给剿灭了呢。一家人以最快的速度到了门外，燕王站在马车旁边静静等候，丝毫没有燕王的傲慢。哎，我的乖女儿，快让阿娘看看受伤了没有啊！多谢殿下救了小女，在下感激不尽。王爷请进府喝杯茶水。萧天爱早醒了，肚子饿得很，不客气地抓着盘子里的点心就吃起来，吃得正欢。听到沈氏激动紧张的声音，赶紧塞进去，使劲往下咽，只是一不留神给噎着了。人呢？都死哪儿去了？赶紧迎接小姐回府呀！萧洛，你这个小兔崽子，快扶着你姐姐呀！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老娘怎么生出你这个棒槌来？沈氏看着女儿泪眼汪汪的样子，一腔火气冲着儿子撒出去了。萧天爱一手抚着心口，使劲地抻着脖子，恨不得变成乌龟的脖子，把噎着的点心给咽下去。他的眼泪细碎是给噎的好吧？姐，你回来可太好了，以后可不敢自己出门，弟弟我一刻不离的保护你。就凭你，文不成武不就的，你姐指望你保护，黄花菜都凉了。让你外公去镖局，高价找几个会武艺的女护卫来，以后你姐的侍女都得会武。彪悍的娘亲呢？傻里傻气的弟弟，这一家子好奇葩呀！
让王爷见笑了。我家太太性子直爽，也是太担忧女儿，怠慢王爷了。那个，咱们进府说话哈。太谢谢燕王殿下了，您不愧是咱们大燕的守护神，小女承蒙您搭救，感激不尽。老爷，今儿个我给你的银子都给燕王作为谢礼，改日重新备份厚礼，重重酬谢。都给呀。银子重要还是你女儿重要啊？当然是女儿重要了，女儿是老子的命，些许银子算什么？无常仰头望天，头一次遇到人直接给自家王爷塞银子的。他本以为王爷不会收，毕竟王爷救人无数，从没要过报酬，没想到王爷居然收下，顺手递给自己。些许小事，无足挂齿，令爱无碍，但也受了点不小的惊吓。你们找大夫给他看看，本王不打扰你们团聚，告辞。改日有机会再见。马蹄哒哒，在萧家人的注意下离开了。你咋还没走？我是担心天爱妹妹，特意留下来看看她呢。你这么说我很受伤呢。哎呦，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妥妥一白脸表嘛。还是姐姐关心我，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姐姐了呢。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心里最想念的就是姐姐了。果然姐姐也是懂我的，知道我最想看到的就是姐姐，特意来看我呢。我好感动呢。是吗？姐姐也是一直担心你呢，坐立不安，只有亲眼看到你平安，心里才踏实呢。佛祖保佑妹妹平安归来，日后必有后福的。姐姐自然不放心了，我平安了，这太子妃的位置可就多个人选，姐姐岂能睡得着？踏实就怪了。我也是觉得我后福长着呢，姐姐你且看着吧。她这是话里有话呀，难道她知道什么了？妹妹这话从何说起？姐姐可从未那么想过。不打扰你们一家团聚了，姐姐先走了，明天再来看你。好，姐姐慢走，我也是受惊不小，要是能有姐姐的朝凤攒珠头面压惊就更好了，我等着姐姐啊。萧天蓝的笑容都快挂不住了，那副攒珠头面是他最喜欢最贵重的首饰，他倒是敢开口，好说告辞了。哼，先收点利息，让他放点血，以后再慢慢收。乖女儿，你没事吧？咱不稀罕他的破头面，明儿个去你外公铺子里随便挑。娘亲啊，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别人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看他肉疼我就高兴。你呀，机灵鬼，大小姐心眼多，心气儿高，咱不跟他玩。听娘亲的，乖巧听话，和以前一样，可又觉得好像不一样。沈氏摇摇头，只要女儿平安回来就好了。萧天爱见识到了古代贵族的奢华，恕他吐憋了。4、5个丫鬟围着他伺候着，从洗澡到穿衣吃饭，他就动动嘴。等大夫来看病，已经是傍晚了。隔着屏风，手腕上搭着一根红绳，传说中的悬丝诊脉，了解一下。这能诊出个屁呀！他从小就是爱玩爱闹的性子，比男子汉都要淘气，没少恶作剧。这种古代的八宝床，床边有着小抽屉，方便放一些私密物件。无聊之时随手打开，里面有颗绣球，眼珠子一转，想起电视剧里演的情节，塞到腋下，想看看这个大夫的水平怎么样。可怜外面的老大夫，咋摸不着了呢？得亏他医术高超，还能感觉到细微的跳动，时断时缓的。想吃什么多吃点儿，想要什么都满足他。小姐这身体太弱了，回天乏术啊！什么？大夫，求求你，你再想想办法，不管用什么药，我们都愿意买。我女儿还那么小，她怎么就没救了呢？
老夫开些补品吊着吧，能活多久看他的运气了。好吧，不管多贵的药，你随便开，我家不差钱，只要人没事儿。沈氏财大气粗，只要能救，多少钱他都舍得。好像惹祸了，乖宝啊，可有哪里不舒服啊？娘亲，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说不定是大夫看错了呢，感觉好得很，哪儿都好呢。您看我的脸色，像是很虚弱的样子吗？哦吼，有个爱落泪的母亲，该怎么哄啊？是挺好的，你好好休息，娘明天再来看你。今天肯定是累坏了。好吧，娘亲慢走。萧天爱也是真的累了，一沾枕头就很快睡着了。在沈氏眼里，就是病得更加厉害，说那些话都是安慰他呢。捂着嘴走出屋子，生怕吵着他。这个美丽的误会就此产生了。沈氏对他更加百般的疼爱，每一天都跟最后一天似的。萧天爱心大，还以为沈氏被他安慰到了呢。等萧家二小姐病重身体不好的传闻传遍洛城，他想解释都没人信了。一觉醒来满血复活，神清气爽，看着乳白色绣着淡色小花的帷帐，萧天爱回神，我穿越了，现在是萧家二房大小姐，侯府千金，大家闺秀呢。可得保持好这个人设，不能再放飞自我，当个女汉子继续单着了。古代的美男们怎么着也得骗，不对，是谈一场恋爱。小姐醒了，奴婢伺候洗漱吧。小姐，奴婢哪里不对吗？您盯着奴婢看了好一会儿了。没事儿，就是有些后怕，以为再也见不到东陵了呢。小姐受委屈了，奴婢看到小姐平安也是高兴，只是小姐，奴婢本不该说，可是春灵秋灵丢了小姐，太太震怒被关进柴房，他们失职本该处罚，可奴婢求小姐，看在他们从小伺候小姐，别把他们卖到阿杂之地，哪怕许个小厮奴才都行，只求能落个清白身子。春灵秋灵是随他出门的大丫鬟，被人骗开掳走原主，沈氏迁怒他们，要找人牙子卖了呢。不是他们的错，我会求母亲放人的。你们伺候我多年，我用得顺手了，没想过处罚他们的。谢谢小姐，奴婢们一定会好好伺候小姐，忠心不二。东陵忍不住落泪，他伺候小姐多年，很了解她的性子，他对主仆尊卑看得很重，奴才就是奴才，不会有太多的感情。实在不忍心姐妹受苦，试着求她，想不到她没有责罚，还让他们继续留在身边伺候，心里是真的感激。早上很丰盛，但是东陵每样只给他加2筷子，多吃一些就蹙着眉。闺阁小姐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不能崩人设。吃了5分饱，东陵的脸都快皱得没法看了，只能放下筷子。小姐，您先消食，歇一会儿，待会儿吃药，接有个太太来传话，不用去给老夫人请安，好些了再去，老夫人那边她去说。晨昏定省，笑比天大。原主记忆中，这位老夫人对她可不大喜欢呢。知道了，我去院子里走走。院子很大，各色花草开得鲜艳，处处精致。沈氏却不大满意，觉得小了，没有地方建造池塘假山，种些垂柳。看着小300平米的花园，嘴角抽抽。是他见识浅薄了，古代的贵族生活比他想的更奢侈。熟悉了一下环境，就在亭子里用药，慢慢喝下去。萧天爱眼神一亮，前世修炼的功法顿时活跃起来，一阵阵暖意从胃里散发。这药对他练功有很大的帮助呢。小姐可是嫌苦，不吃不行的，奴婢准备了您喜欢的蜜饯，喝完了舔舔嘴儿。这药其实并不苦，萧天爱一口闷干，东陵及时送上蜜饯，酸甜的味道顿时压下药味，满足的眯起眼睛，像是吃饱的猫儿似的。
女儿啊，今天觉得怎么样了？很好呀，娘亲不用担心。古代礼数很多，尤其是勋贵家族，子女见到父母是要行礼的。萧天爱站起来，还没行礼就被沈氏扶着了，拉着他坐下，看他的脸色还好，放心了一些。只是这口气儿还没及时松开，萧天爱突然脸色涨红，面带痛苦。爱爱，你怎么了？来人呐，快请大夫扶小姐回屋啊！满院子丫鬟都吓坏了，有人去喊人，有人送她回屋，慌而不乱。整个侯府都被惊动了。萧天爱躺在榻上，已经想到问题出在哪儿。补药的药效被吸收，没有收敛好，散在全身，所以看着像发烧。其实他并没有感觉不舒服。女儿啊，你坚持住，娘请最好的大夫给你治病啊。昨天还好好的，咋又这么严重呢？实在不行，我去求大哥进宫，找太医院的院士张大人来看看。今儿早上母亲还说爱爱是装病呢，阴阳怪气的敲打我呢，说我溺爱女儿，将来难嫁人。他们一个个的都见不得爱爱好，谁会真心帮你啊？早说让你谋个差事，结交些人脉，你不当回事，现在后悔了吧？你又没有继承爵位，谁会把你放在眼里呢？萧冰长叹了口气，被他骂得抬不起头来。他性格懒散，文武都不擅长，又厌烦朝中的勾心斗角，守着太太孩子安稳度日，以为在侯府的庇佑，他做个富贵闲人就好了。谁想到女儿一出事，府里处处靠不上，母亲不上心，兄长怕府里名声有损，不肯报官寻找，太太难免有怨气。他要是继承爵位，会娶了你这个没教养的商女吗？谁家媳妇儿跟丈夫自顶嘴的，三从四德，沈家没教导你的吗？我侯府的嫡子，还轮不到你嫌弃。儿媳的错，惊扰了母亲。母亲说的对，是儿媳心急担心，失言了，还请母亲开恩，请了张玉一来，救救爱爱吧。沈氏心里憋屈，却不得不忍下来。婆母就是儿媳的天，教导训斥，媳妇儿只能受着，敢顶撞就是忤逆不孝。他这一房虽是嫡子，却是次子，没有继承爵位，不能代表侯府去请御医的，只能老夫人和大房才有资格。张御医是院守，伺候的都是皇上和各院娘娘，不是谁想请就能请得来的。先请府里惯用的大夫来看看。老夫人坐在榻边，看着萧爱爱通红的脸，眸光深沉，不知道想什么。沈氏一颗心沉入谷底，她试都不肯试，这是不想欠了张院守这个人情。母亲，求您去试一下，爱爱也是您的亲孙女儿啊，您就能看着她受苦不管的吗？你是对老娘不满呢？爱爱生病，老娘也心疼，可院守又不是马上就能请来，老娘不是找了大夫来看了吗？大夫还没说救不下呢，你就去耗费人情请人家来，院守的人情是那么好欠的吗？女孩子不能太娇气，都是你们给宠的。看看天蓝，嫡出大小姐都没她这么折腾。萧天爱虽然发着烧，脑子却不糊涂，运转心法，吸收药力。此时看父母为他着急，这个所谓的主母又这么刻薄，心中怒极。娘亲，我没事的，你别担心了，不用请院守，一会儿就好了。祖母说的对，这不还没断气儿呢吗？何须大动干戈？这一次要是给女儿用了人情，将来祖母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怎么请得动人家？话是听着有理，只是怎么听着那么不入耳呢？尤其是老夫人脸色黑了几分，这是诅咒老娘生病啊！你看你交的好女儿，这是对老娘有意见。哼，
老乞婆，太可恶了！祖母，都是爱爱的错，你别再骂父亲了，是我说错了，我哪里敢诅咒祖母，愿意用我的性命来换取祖母长命百岁呢？我哪里说的不好，让祖母误会？祖母打我骂我，我绝无怨言，求你别骂父亲了好不好？爱爱，你还病着呢，可不能哭。你爹没事，皮糙肉厚的，骂两句又不会少块肉。当娘的教训儿子，谁也拦不住。你顾着自己的身子就好了。不，女儿心疼父亲，也是孝顺。爹爹疼爱女儿，女儿自然要加倍回报，否则枉为人子。感谢那些抢走自己男朋友的白莲们，她深得其中之精髓。这些话说得自己都起了鸡皮疙瘩了，表里表气的，一副伟大又甘愿牺牲自己的孝顺女儿的形象，顿时立起来了。爱爱，爹的好女儿啊，爹没事的，你别担心。哭坏了身子，爹也不活了。肖冰不顾形象的嚎啕大哭，连带着萧天洛也跟着哭，满屋子哭声震天响，老夫人脑仁一阵阵的疼，脸颊紧绷，他们这是逼着自己妥协呢。萧天爱一阵无语，娘亲哭也就罢了，爹和弟弟两个大男人哭什么鬼啊？不是说古人都讲究流血不流泪吗？感情两人有点不靠谱啊。都别哭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家谁去世了呢。女儿倒是无所谓，倒是祖母年纪大了，可别说咱们哭丧呢。萧天爱一开口，哭声戛然而止，老夫人浑身哆嗦，眼珠子瞪得老大，死丫头坏得很，就是诅咒她呢。大夫的到来解决了这个尴尬，还是上次那个大夫。回禀老夫人，二小姐的病也在老夫预料之中，昨天就说了，好好养着吧，不太乐观。果然今日就恶化了，老夫重新开点药，吊着命吧。不能想想办法，还这么小，之前好好的，到底哪里出了毛病？气血亏损，惊吓导致的肝胆失调，各种原因吧。脉搏实在不太妙啊，像是弥留之际的老人，恕老夫无能，老夫人可另请高明啊。肖冰脸一垮，又想哭了。他的女儿哟，还没长大嫁人，就这么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天太残忍了。没等老夫人发话，侯府大管家亲自领着一位精神硕丽、气度温和的中年人走进来，很是恭敬。张院首，敢问您是来？老夫人也很意外，他还没派人去请呢，张院首怎么会来？这位居然是御医院院首张文达，皇帝的脉案就是他负责。除了几个皇族中人和内阁重臣，等闲人家根本请不动他。听闻府上二小姐病重，老夫得燕王殿下委托，帮二小姐看看。燕王？老夫人很纳闷，他家和燕王素来无往，怎么会送来这么大一个人情？不管怎样，先看病重要。这位院首倒是没弄那一套悬丝诊脉，萧天爱伸出一只手来，让他把脉。我看一下小姐的脸色。望闻问切，中医四大要素，因为是规格千金，前3项都给省了，其实是不对的。张院首见多了宫里的娘娘们，看他一眼不算失礼。而且他还有些好奇，能让燕王这么看重的女子，到底是怎样的风华绝代？只是一看了人，有些失望。虽然很美，气质温柔，眼波水润潋滟，五官精致，但是没有太惊艳，也少了些端庄大气，不像是能做主母的料子呢。萧天爱很奇怪，他这眼神可不像是瞧病的样子，倒像是衡量某种货物呢。张院首收敛起别的心思，专心看病，瞧了舌苔，问了丫鬟日常饮食。
虚不受补，没大碍的，将养一段日子，慢慢会好的。老夫调整一下方子，7天之后再来复诊。真的吗？太好了，不愧是院手，医术就是高，您可救了我家爱爱的命啊！分内之事，太太无需客气。没事就好，咱可要谢谢燕王殿下，是他请来的张院手啊。那10万两银子送的值吧，只要钱花到位，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呢。王爷收了咱的钱，自然惦记着咱闺女。10万两，沈氏，你……母亲放心，媳妇儿的嫁妆银子不用宫中出1分，人家王爷救了爱爱，拿少了人家可看不上。那句败家娘们儿给堵了回去，硬生生噎了回去，气得转身走了。萧天爱也是目瞪口呆，知道娘亲送了燕王银子，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多。记得以前网上有闲人计算过，古代1两银子等于现代多少钱，他好像记得10万两要是换算现代的钱，得有500万呢。燕王贪了我500万，亏他之前还觉得燕王高风亮节，施恩不图报，大英雄大侠客呢。哼，合着他是奔着自家的钱来的，等着，总有一天全给他要回来。沈氏看着老夫人肉疼的样子，一阵解气。老娘就是有钱，就爱给女人花，气死你！阿言做得对，为夫都听你的，有你这样的贤内助是为夫的福气。小姐，你怎么样了？岳守大人，小姐脸色好难看。哪里不舒服？心疼，肉疼，浑身都疼。500万没了，他恨不得原地去世。张院手像是察觉到他的心思，眼底闪过笑意。嘿，他还挺皮的。有了燕王的例子，沈氏让人给他送了大笔的诊金，张院手毫不客气地收下，告辞离开。见过殿下，萧家2小姐无大碍，臣开了方子，调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了，殿下大可放心。倒是萧家2房都是妙人，大家以为王爷是收了他家银子才会救人呢。殿下，您是因为这个吗？张院手满脸的好奇，谁说男人就不八卦了呢？他更好奇的是，这个萧2小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让他请了自己来。10万两银子虽多，在他眼里却不过是9牛1毛。确实是为了银子，毕竟人家花了钱，总要办点事儿。昨天都在传2小姐病重呢，看来传言是不可信，没事就好。挺乖巧一小姑娘，死了多可惜呀。性命无碍，但是身体是真的弱。这些闺阁小姐为了保持身材，没病也给饿出病来了。不过老夫瞧着那小姑娘对你收了她的钱，很肉疼呢。说来你年纪也不小了，这些年东征西战的没个安定，现在四方稳定，你也为朝廷付出良多，该考虑个人问题了。这满洛城的千金闺秀还不由着你挑啊。算了，我这样就不拖累人家姑娘了。不说这些，手谈一句，你的眼睛看不到怎么下棋呢？他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了。燕王从小聪慧，文武双全，琴棋书画也都有所涉猎，水平极高。跟张院手结缘也是因为棋艺，两人是棋友。燕王没出征之前，经常在一起下棋。算了吧，你忙你的去吧，我一个废人，不耽误你了。梁总管，替我送客。陈院手想说什么，最后叹了口气，默默离开。他是战神，有自己的骄傲，同情的话只是对他的亵渎。你俩打算磨蹭到什么时候啊？本王眼瞎了，耳朵没聋呢。见过王爷，萧2小姐的情况都打听清楚了，向您汇报。说吧，萧家2小姐萧天爱
可以说是泡在蜜罐子里长大的，也没什么出色的才艺，除了是全国首富沈家的外孙女，没啥特殊的。这次太子选妃，估计就是看中沈家的财富了。年纪大点的叫宋延峰，小点的叫许志安，都是他收养的孤儿，留在身边多年，最是忠心。太子随后提了一句，不过商贾总归是贱籍，太子詹事朱泰给驳回了，不了了之。少詹事刘广孝倒是提议可以纳个侧妃，不过萧家二房很宠这个女儿，断不会让女儿去做妾的，估摸着戏不大。就因为这一句，大房嫡女就要害二小姐，不是说病重吗？怪倒霉的，祸从天降呢。太子妃的人选可有定下？不曾，皇后打算办一个赏花宴，邀请各府嫡女亲自选拔。消息传出来，各府都忙着准备衣裳首饰，落成的成衣铺子接单子接到手软呢。还有首饰铺子，好的头面都涨了3成，都卯着劲儿争夺太子妃的位置呢。哼，未来的皇后呢，谁不想争？继续打探，下去吧。长公主那儿，咱要不要去拜会啊？回府有2天了，不去不好吧？不必了，她不想管我这个弟弟，我又是废人一个，没必要上门讨嫌。长公主府不来人，咱们也无需理会。您是她的胞弟，皇上又不是亲的，她也太狠心了，一点都不关心您。我不能给她荣华富贵、奢靡享受的生活，关心我有什么用？我这个长姐，从小就自私爱享受，和我相差10多岁，不亲近也能理解。我又不是3岁孩子了，没人关心，还哭鼻子不成？话是这样说，但是长公主对王爷太冷漠，荣华富贵比亲情都重要的吗？事实证明，还真的是这样的。萧天爱身上的烧渐渐退了，再次吃了陈院手的药方，没有那种情况出现。沈氏终于放心了，也高兴往陈府和叶王府又送了2份重礼。老夫人知道，气得吃不下饭，还没有办法发作，那叫一个气哟！小姐，宫里送来的帖子，半个月后赏花宴，咱要不要去啊？赏花宴，这次可是皇后亲自督办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太子选妃呢。大小姐那边也得了帖子，翻箱倒柜的倒腾衣裳首饰呢。您要是不去，可以说是身体不舒服，没人会怪您的。为什么不去啊？萧天爱还没报了原主的仇呢。他萧天蓝想当这个太子妃，也要问他答不答应。利息都没送来，这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呀。明儿个咱们去给祖母请安去，顺便看看我的好姐姐。小姐，醒醒，该起来了。萧天爱觉得一只蚊子一直在耳边嗡嗡叫，吵得他睡不好。走开，打扰老娘睡觉，小心我揍你啊！东林愣了一下，小姐以前起床没这么难喊啊，更不会说这么粗鲁的话。之后就剩下无奈，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喊她。东林姑娘，二小姐怎么还没起？给老夫人请安，可不能晚了呀。她是萧天爱的教养嬷嬷，是宫里退出来的，沈氏特意请来教养她规矩礼数。许是自己是少女被人轻视，不想让女儿也被人诟病，英是宠着，学习上却从不放松，立志要把她培养成合格的大家闺秀。秦嬷嬷在她院子里一言九鼎，原主都很怕她。秦嬷嬷早，小姐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呢，贪睡些也能理解，不劳您出手，我再喊喊她。别以为做主子的就能够为所欲为，一言一行又有大家气度，作息更有规律，早起是必备的习惯，越是松懈，身子越难好。小姐，快起来了，秦嬷嬷来了呢，你可不敢贪睡，会挨板子的。快扶着小姐起来，洗漱穿衣。起这么早啊？不给饭吃啊？二小姐，别耽误时间，还要去二太太那里呢。请安晚了，老夫人会不高兴的。女孩子家的，岂可只顾着口腹之欲？
萧天爱看他这副样子，想起了前世很火的那部琼瑶阿姨的戏，和里面的容嬷嬷有一拼。嬷嬷，你咋不姓容呢？祖宗姓秦，自然姓秦。小姐想给我改姓吗？那可是不行的。我不是府里的家生子，也没卖身，小姐管不到。哼，一点都不好玩。昨天休息好了吗？没有不舒服吧？还好，就是起得太早了，没睡够，肚子还饿。谁定的规矩？一大早的折腾，这不是折磨人吗？小姐慎言，这是孝道，关心长辈是小辈的本分，怎么能是折腾人呢？此话若是传出去，一个不孝懒散的名声可少不了。秦嬷嬷说的对，可不敢胡言乱语。待会儿有点心，你先垫垫。好吧，女儿晓得了，以后不说了。嬷嬷呀，你走路都没有声音的嘛，要是晚上这么走，能吓死人呢。小姐的行走还没练好，等小姐练到我这个样子才算成功。既然小姐身体好了，就继续上课吧。辛苦秦嬷嬷了，东陵，这个月给嬷嬷加2成奖金。老夫人住的地方叫荣和院，取荣养天和之意。大嫂今日来得早呀，见过大伯母，见过姐姐。哎呀，快起来，无需多礼。天爱身体好些了吗？身体这么弱，可得好好养着呢。谢大伯母关心，好多了。3房4房是庶子，不得老夫人喜欢。进来之后，拘谨地坐在下手。他们的女儿是没有座位的，站在各自母亲身后。见过母亲，见过祖母。起吧，天爱好些了。老祖母惦记，好多了。老夫人说起家里的一些安排，首要的是宫里的宴席。府里只有正房2位小姐能去，没3、4房的事儿。进了宫，可不比在家里。这次更是皇后、太后都会参加，各宫娘娘也在，可不能丢了府里的脸。天蓝，你是姐姐，多照顾些天爱，万万不能出了岔子。祖母放心，我会的。二妹一向乖巧听话，祖母不用担心。那就好，你处事周全，懂事大方。祖母请了琴艺大师宋先生，你好好和先生学，给皇后太后留个好印象。好，老身也取出一半嫁妆来，只留点好物件，给孙子孙女打赏用，其他的都交给你来管吧。沈氏，你呢？老夫人都拿了，她好意思不拿的吗？只要沈氏的钱冲入宫中，就等于进了自己口袋，还愁没银子给女儿买首饰衣裳。自己多少嫁妆，他们心里没点逼数的吗？整个侯府卖了，都比不上自己库房的一角。当初嫁人，父亲生怕委屈了自己，沈家一半的财产都给自己带走了，轰动了整个洛城呢。可一时间想不出合理的理由反驳，心里那个憋屈。萧天爱看着方氏势在必得，老夫人更是耷拉着眼皮，很是不善地盯着沈氏。他要是敢说不字，一肚子大义规矩等着压他。大伯娘这个主意真的不怎么好，满洛城这么多人家，没谁这么做的吧？原主这嗓子喊破了，都像是在呢喃细语，此时说出来更是不带半点烟火气。各府有各府的规矩，别人怎么做，咱们没必要照着来。天爱，你还小，不懂这些，让你母亲决定吧。他蹦出来凑什么热闹？我是不懂，可也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别伸手，做人不能太贪，小心遭报应。弟妹，你是怎么教孩子的？顶撞长辈，他的礼数教养呢？大嫂这话怎么说的？爱爱又没说你，你生个什么气？难道爱爱说的不对吗？不说这个，长辈说话，小辈就不应该插嘴。弟妹，还是赶紧表个态吧。
祖母，孙女是为了侯府的名声好，不得不冒犯了大伯娘。虽说孙女是晚辈，可也是家里的一员，也是为侯府好的。大伯母的提议看似公平，其实不过是在耍小聪明。满洛城的勋贵都不傻，她多少嫁妆，我母亲多少嫁妆，能一样的吗？尤其是在选太子妃这个节骨眼上，传出去外人会怎么看？好说不好听啊，还请祖母三思。确实是这个道理，真的是逼着媳妇儿把嫁妆充公，外人会怎么看她这个婆婆？天爱，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大伯娘？我管这个家容易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每天战战兢兢、精打细算的，都是为了什么？到头来还被晚辈说我贪小便宜，我可太难做了。哎，够了，快给母亲道歉。一家主母可没那么好做，她一片苦心，你怎么可以这么误会她？哎呀，这么辛苦的呀，大伯娘，对不起，天爱不知道，误会你了，你别哭啊。哼，算你识趣。既然这样，娘亲，你辛苦一些，帮大伯娘分忧好了，省得人家说咱们光吃不干活。你也试试，这一家主母有多不好当。这怎么可以？我是侯府夫人，哪有二房掌家的道理？是大伯娘说辛苦的，娘亲是为你分忧呢。大伯娘怎么不领情，还误会娘亲呢？大伯娘，你不能出尔反尔呀。母亲，媳妇儿在家里就帮着父亲打理生意，别的不说，打理铺子、管理庶务不输男儿。府里要是日子不宽裕，你让我打理，不出1年，保管收益翻倍。做不到，媳妇儿给您补上。老夫人是知道她的本事的，还很不喜。世人都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安心相夫教子才是正道。可是银子不香吗？勋贵家里也没余粮啊，翻倍的收益谁不心动？方氏傻眼了，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沈氏要是和自己一起管家，他还怎么往自家划拉银子？萧天来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咱们可是侯府清贵人家，真可以商贾贱籍一般，沾满了铜臭味，没得被人瞧不起。大姐啊，出嫁从夫，你倒是说说谁是贱籍了？你清高不爱富贵，干嘛带着金钗，多俗啊！哎呀，鞋子上这是东珠吧，手上这个是红宝石镯子，你这一身上下来个千把两银子拿不下来。对了，大姐你阅历多少？哪来这么多贵重首饰啊？我的嫁妆补贴的，姑娘家的总得有几样体面首饰。天爱你的更贵重呢，有什么资格说你姐姐？哼，是的呢，可我没嫌弃这些东西沾了铜臭味啊，这样的臭气多来一些，我没姐姐那么清高，不嫌臭。表里不一，惺惺作态。哎呀，东瀛，扶小姐一把，我恶心。这是病又犯了吗？你这孩子身体还没好利索，可不敢生气啊。母亲，媳妇儿先退下来，天爱她。走吧，都走吧，一大早的都不让人清静。天爱身子不好，别来请安了。这怎么可以？孙女每天都在惦记着您，祖母的衣食住行有一点不妥当，孙女这心刀割似的疼呢。谁都别拦着，哪怕刀山火海，只要有一口气在，我都得来给祖母请安。看到祖母好，我的心才是自己的。孙女的一片孝心，日月可见。好了，你祖母知道你孝顺，身子养好了，才能更好的孝顺祖母。走了，走了。沈氏听得嘴角一抽一抽的，她哪儿学的这么多肉麻的话，有些听不下去了。老夫人更是脸色古怪，你可拉倒吧你，说的比唱的好听，脸不红吗？萧天爱觉得
自己还没能深刻地表达出自己的孝心，别拦着我，我能说一个时辰不带重样的。有些遗憾的被沈氏扶着出去了，老夫人气得饭都不想吃了。方氏母女灰溜溜的赶紧溜，三房四房看了一场大戏，心情舒畅，彼此对视一眼。大房可不是二房的对手呢。快开饭，饿死宝宝了！祖母真小气，饭都不管。都是被你气得吃不下饭了，哪还想留饭？哎，是母亲不好，连累你也被人说了。母亲，你怎么会这么想？我也没觉得商贾不好呀，人家清白赚来的钱，又没吃他们家大米，都是嫉妒，我不会在意的。真的吗？沈氏红了眼眶，以前女儿最不喜欢沈家，觉得沈家是商户，害她在小姐妹面前抬不起头来，对沈家避之不及。此时听她这么说，心里很是宽慰。萧天爱也从原主的记忆之中调出这段，有些尴尬。原主也是个表表，吃的用着都是最上等的，还嫌弃人家沈家，和萧天蓝没两样。不只是他，时下贵族都这毛病，既想学商贾赚钱，又贬低商户，恨不得撇得清清楚楚，生怕沾上铜臭气，有损君子风度。真的比金子都真。唉，也不怪你，士农工商，朝廷定下的，谁也没办法。不过咱们也不能被人欺负了。大嫂今儿个太过分了，府里的产业要是没有沈家照应，能赚那么多钱？自从我进门，府里的日子改善多少，他们心里没点数的吗？以前谁舍得吃燕窝鲍鱼的？现在老夫人每天一碗血燕，从哪儿来的？大小姐身上多少首饰，她从宫中得了多少好处，但我不知道的吗？既然他们不领情，娘亲就教他们认清现实呗。爱爱的意思是，从沈家得来的便利都给他去掉，只有失去才会知道珍惜。以后他想长这个家，可得看您的脸色才行。先聊者见，他今个敢做初一，咱们就能做15。商户对勋贵有种天然的敬畏，哪怕沈氏有无数嫁妆，心底其实不够自信。方氏可是正经的官宦千金，对他向来不大瞧得上。沈氏以前忍着，现在听女儿一说，他不想再忍了。讨好你得不到尊重，老娘还不稀罕了呢。最重要的是女儿挺他，他不能让女儿失望。那个宋琴师很有名的吗？琴技大家，很多人家的座上客，爱想学，母亲把他也请来。什么大家不大家的，都是待价而沽，还不是认钱的。这次请他来，只束修就上千两呢。不要了，花了那么多银子，没必要大姐一个人学，我和姐妹们凑个热闹就好。行，我去和老夫人说，她平时总说自己一碗水端平，庶子嫡子都一样对待，其实还是偏向大房。那2房庶出可没好脸色，能让他们留在家里，还是想博个好名声。太太，小姐，早膳备好了，吃饭。天大地大，吃饭最大。秦嬷嬷站在一旁纠正她的用餐礼仪，为了多吃点儿，她愣是做得一丝不错，没给秦嬷嬷发作的机会。他们母女俩其乐融融。大房可就阴云密布了，母女俩发了好一通脾气，早饭也没胃口，心的还在后边呢。老夫人传下话来，让所有的小姐都去上宋琴师的课。哼，他们也配上宋先生的课？祖母明明说了，只跟我一个人上的。是二小姐想听，其他小姐不去也不好，所以老夫人干脆让小姐们都听听。小天爱，又是他故意跟我过不去是吧？等我做了太子妃，把你许配一个恶毒的人家，让你一辈子没好日子过。今天是夏玲伺候，她更活泼一些，对府里的八卦消息很是灵通，一路上嘴巴不停。萧天爱因此知道了许多府里主子的绯闻，比如侯爷在外养了外室，侯夫人气得要死，却因为大小姐的婚事不敢闹。
三房老爷又得了一件新鲜物件，花了不少银子。三太太正和他怄气呢。萧天爱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回应一句。夏琳说的更起劲儿了，15、16的女孩，活泼爱玩，萧天爱很喜欢她的性格。小丫鬟抱着她的琴，这是沈氏花大价钱买回来的凤尾琴。萧天兰每一次看到，眼珠子都绿了。自己才是侯府嫡小姐，却用不上这么好的琴。她一个二小姐，处处拔尖儿，一次一次的累积，最终下决心害了原主，已经印在脑海里了。此时一看就懂，要是换做她前世，肯定觉得这是鬼画符。已经印在脑海里了，此时一看就懂，要是换做她前世，肯定觉得这是鬼画符。伸手拨弄一下琴弦，声音悠扬，心里乐开了花儿。以后姐也有拿得出手的才艺了，装13的利器呀。不好意思，在下来晚了，让大小姐久等。姐姐来了，正好，宋先生刚到，误会我是姐姐，省得我解释了呢。我以为只叫大小姐一个人呢，才会有此误会。大小姐好，这位是？她是我妹妹，二小姐萧天爱，仰慕先生琴技，过来旁听的。咱们开始吧。祖母说了，府里的小姐们一起学，还是等等姐妹们吧。先生不介意吧？不介意的，人多还可以相互竞争，也是好事儿。这是传说中的凤尾琴吗？天哪，想不到宋某还能见到凤尾琴，若是能弹奏一曲，此生无憾了。对琴师来讲，能见到传说中的琴，人生一大喜事儿。萧天爱客气笑笑，没接他的话茬。只是初次见面，你有憾无憾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想走白莲的路子，可不是圣母，没那么多同情心。二妹，先生这么喜欢，不如借给先生了却一番心事。府里的庶妹们陆续进来，看着两人的修罗场，自觉躲在后面，不敢掺和。若是原主，萧天兰说的话都会听，哪怕心里不乐意，也不会反抗。一来性子软，不会拒绝人；二来她是府里最尊贵的嫡出大小姐，觉得低她一等，不敢反抗她，怕被祖母教训。可惜萧天爱才不惯她毛病。拿我的东西做好人，你脸咋那么大呢？大姐说出来了，妹妹我也不好拒绝。萧天兰脸色一喜，就知道她不敢不听话，正要吩咐丫鬟拿走。不过嘛，这琴可是外祖送我的礼物，我都舍不得弹呢。看在姐姐的面子上，100两银子，租给姐姐一个时辰吧。你跟我要银子？不应该的嘛，这架凤尾琴可是价值万金，100两可是友情价呢。换做别人看一下我都不舍得。宋先生是你的先生，我们都是旁听，姐姐想要孝敬先生，这点钱都不舍得吗？你山谷果然一身铜臭气，都带到府里来了，没得被你玷污了。什么破琴，当我稀罕呀？总有一天我会比你有更多的好东西。得意什么呀？肤浅虚荣，侯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那就等姐姐有了再来我面前显摆吧。我是肤浅虚荣，总比有些人用着山谷的东西翻脸就骂人的要好吧。我若是记得不错，姐姐这只玉簪是父亲送你的吧？你要是真有骨气，以后我们二房的东西你一样别沾，以前收了的也都还回来，我还敬你一句表里如一。拿人的手软，萧天兰被他说的脸颊火辣辣的烧得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宋林没想到无意的一句话惹得他们闹起了矛盾。是在下失言了，两位小姐切勿争吵，咱们开始上课啊。丫鬟们上前把他们分开，各自安顿好，其他小姐坐在后面，神色复杂。二姐现在还是柔弱包子样，却比以前会说，多了一些说不清的东西。宋林的琴技自然是极为高超的，讲解的也很清楚，亲自示范指法，萧天爱获益匪浅。有了原主的基础，学得很快。好了，
小姐们都试着练习这段，哪里不会我再纠正一下。理论之后就是实习了，小姐们都试着弹了一下。萧天爱也扶起了凤尾琴，优美的乐曲伴随她的弹奏，盖住了其他声音，引来众人侧目。好，非常好，二小姐很有天分，学得很快，大家都向二小姐多学习。哼，我就照着琴好，怪我而已。先生别忘了，是谁请你来的，你该对谁负责。那好，大小姐来弹一下这段儿。萧天蓝成功吸引了注意力，也拉下了一波仇恨。抬手抚琴，宋林就站在他身边亲自指点。弹完之后，指出好几个错音。大小姐，好的琴能让曲子更优美，但是本身的修养技能更重要。高超的琴师是不会被外物所束缚，哪怕是最普通的琴，也能弹出最美的曲子来，才能称之为大家。大小姐的路还长着呢，任重道远。之后的课比这段更难，萧天蓝又被点名几次，一张脸黑了红，红了又绿，都能开染房了。倒是萧天爱，只要他教的都弹得非常好。宋林虽然不好夸奖他，眼神里满是赞扬，更让萧天蓝气愤了。课下休息，萧天蓝真想拂袖离开，又不想看着萧天爱得意，直接找到他。萧天爱，你非要跟我过不去吗？姐姐这话怎么说的？我可不曾对姐姐有任何不敬。难不成你自己笨，我得装得比你更笨，才能让你满意吗？你觉得你有那个资格让我跟你伏低做小的讨好你吗？先生严厉一些，是为了更好的教导姐姐。严师出高徒嘛，这不是姐姐想要的吗？发现她越发的牙尖嘴利了。二妹，你说实话，是不是还在肖想太子妃的位置？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姐姐哪来的自信，觉得太子妃的位置非你莫属了？就算我不想，多少大家千金会争，你觉得就凭你能争得过吗？还有，姐姐好像忘了，我上次被掳走的事儿，可还没查清楚呢。那些山贼可是跟我说过，谁是幕后主使？姐姐想知道吗？你胡说！我不想知道，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要上课呢，不许你说胡话。萧天爱的笑声像是索命冤鬼似的，让他背脊冒凉气。这点心理素质还想跟我斗？哼，留着你慢慢玩吧，钝刀子割肉才更疼。下了课之后，萧天蓝还想着萧天爱可能知道自己做的那些事，神思不熟。先生一走，他匆忙离开，回到自己的一柳院，全家居然都在，就等他回来。肖斌出了趟门，一回来先看闺女。哎呀，雪晴辛苦了，看看爹爹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啊！你不是要去宫里赴宴，正好带着，肯定比谁都好看。满屋子的漂亮绫罗绸缎，最新样式的首饰钗环、胭脂水粉、香露帕子等等，都是女孩子最喜欢的东西。谢谢爹爹啦，只是爹爹是不是还给大姐准备了一份？天蓝和你亲姐姐没两样，咱们也不缺这些。哎，不是小家子气的姑娘，吃姐姐醋了吗？没事的呀，姐姐是嫡女，代表侯府的脸面，打扮的光鲜亮丽，咱们脸上也有光呀。肖斌满意的点点头，沈氏讽刺一笑，不想看自家丈夫犯蠢的样子，她忍不住想抽他。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可是今天上琴艺课，姐姐说我一身铜臭气，只会显摆、肤浅、虚荣，侯府也跟着丢脸，就因为我没有让先生碰我的凤尾琴。她还说先生是专门为她请的，不能教导我们几个妹妹，先生夸我学得好，她都不高兴呢。天蓝一直很懂事儿，哎，不会误会了吧？是吗？或许是我想多了。大伯娘还想让母亲把嫁妆充公呢，当然她也会把自己的嫁妆拿出来，可她那点嫁妆能和母亲比吗？我知道这些外物爹爹不在乎，都是一家人嘛，可我不想别人
把咱们当傻子，用着咱们的，还嫌弃咱们的东西满是铜臭，我听着难受。哎呀，爱不哭，爹爹知道你委屈了，回去和你大伯说说，让他管教你姐姐。不用，我不能让爹爹和大伯闹矛盾，就是女儿都不孝了。姐姐骂我，我不会还嘴，一定会忍着呢。爱长大了，不用忍着。爹爹虽然没本事，可也不会让你受委屈呢。只要你做得对，就算你大伯不高兴，爹爹也不会忍他。我知道爹爹待我最好，不如这样，爹爹这次别给姐姐送东西，你看大伯怎么说？东西是咱们的，送是情分，不送是本分。生米恩，斗米仇的古话是有道理的。你爹啊，就会做好人，爱大方，可惜人家不领情，说不定还笑你傻呢。咱们不缺那点钱财，可我不想送了人，还落不下一句好，反而被人处处算计。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老爷该长点心了。哎，太严重了，大哥不是那样的人。那你就按照女儿说的去试试，试试不就知道了吗？爹爹，你的钱好像都是母亲的产业，严格来说，你可是个吃软饭的呢。哈哈哈，爹真的是吃软饭的呢。萧冰冷眼斜睨他，杀气腾腾。萧天洛求生欲上来，闭嘴望天，心里泪流满面。他在家里就是最垫底的那个，好惨呐！件事也该让爹爹知道。那次我被掳走，听到那些山贼说雇佣他们的是大户府邸的人，说是家庭内部矛盾，我碍着人家的路了，要把我除掉。爹爹，你说我能碍着谁的路呀？萧冰沉思起来，他不想说出那个猜测，可又不能忽视。萧天爱点到为止，说得太直白，他一时难以接受，让他防着大方一些，免得被他们算计了。吃饭吧，饿死了呢。练了一下午，先生夸我有天分，弹得好，假以时日，肯定会成为琴棋大家。是吗？我女儿这么厉害呢？娘亲不信，可以问问妹妹们。姐姐因为先生夸我，还翻脸了呢。她也太霸道了。没事，乖女儿，娘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先生，专门教你一个人。没关系的，我就喜欢看姐姐比不过我，就拿我没有办法的样子，有对比才有伤害嘛。一家人顿时呆住了，他好坏哟，不过想想那幅画面，好像很解气哟。姐，你变坏了呀！你姐那叫聪明，你也该跟你姐学着点，别整天瞎混，做点正经事吧。萧天洛委屈地揉揉脑袋，我莫不是捡来的，动不动就扇脑袋，我这么笨都是你们给打的吧？弟弟别在意，姐姐罩着你呢，缺什么跟姐姐说。萧天洛心大得很，那点小郁闷早散了，不过能得到些好处还是高兴的。真的吗？给点零花钱呗，我出门应酬没银子很不方便呢。100两够吗？一顿酒席钱，听曲儿都没赏钱，再加点呗，我的亲姐姐。200两，省着点花。不赚钱，你是不知道赚钱的辛苦。不过我有个要求，你再去玩，带上我也想出去逛逛。成交，包在我身上。姐弟俩嘀嘀咕咕，沈氏和萧冰乐得看他们姐弟感情好。只是想起大房，萧冰脸上多了一些忧虑。此时萧天兰得知二叔回来了，让丫鬟在门口去等着，想看看二叔给他带什么好东西了。只是左等右等，天色很晚了，还没有等到人来。想起萧天爱处处针对自己，一个可怕的想法浮现在脑子里。莫非他告状，二叔不送自己东西了？这可不行，他还想挑了最漂亮的衣裳首饰出席宴会呢。萧天爱，都是他，要是没有他，自己就是唯一的嫡女，二叔的东西也都是他的，他怎么不死啊？也晚上没睡好，等天亮了还没消息，心就更慌了。草草梳洗去找母亲，让他去问问二叔，他说不给就不给了，凭什么呀？这个是回来的晚，没来得及送呢。二房要不是打着侯府的旗号，生意能做那么好吗？他要是区别对待，母亲也有办法来让他服软。不得不说，侯夫人这迷之自信，也是萧天兰傲慢自大的根源。
两人去了老夫人院子里请安，二房一家子都在。肖斌带给老夫人不少礼物，哄得她眉开眼笑，屋子里面笑声不断。二叔辛苦，这次出门又得了什么罕见物件了呀？不知道有没有新式的首饰段子呢？萧天蓝看着摆在屋子里的礼品，当然都是适合老人用的，忍不住问了出来。肖斌脸色僵硬了一下，想起昨天女儿的话，任谁被人这样理所当然的要礼物，心里都不大痛快。没什么新样子，上次回来我记得送给你不少了，好像刚半个月吧，哪有那么快上新品啊？倒是有几样头花，样子不错，待会儿送到你院子里去。老夫人察觉到肖斌的不对劲儿，不过这种事她也没有办法直接开口。严格说来，还是萧天蓝无理了，哪有一见面要礼物的？这要是年纪小，还能说活泼嘴甜，小孩子天真，可是都要出阁的人了，可就说不过去了。今天难得这么齐全，留下来陪老身用早膳吧。老夫人开口打断了尴尬的气氛，不悦地瞪了萧天，她低垂着眉眼，露出了几分委屈来。原来院里，萧天蓝看着几朵单薄的头花，一些吃食特产，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等送礼物的小厮一走，直接挥落在地上。大发叫花子呢？大户府邸人多口杂，有点风吹草动，不到半天就传遍整个府里。做贼似的，小心被秦嬷嬷看到，又要挨骂了。奴婢躲着嬷嬷走的。小姐啊，您是不知道，大小姐说了咱们老爷送给她的东西呢，说是打发叫花子呢，好过分嘞！哼，现在叫花子的眼界都这么高了吗？别理他，不作死就不会死，让他作去吧，正好让爹爹看清楚他的真面目。萧天蓝自认为自己做的小动作没人会知道，岂不知萧斌的小厮在门外都听到了，回来就禀告了萧斌，把他气得哟，去沈氏身边一通诉苦。亏你活了一大把年纪了，连女儿都比不上，他都看出来大房那一窝子没好人，你偏掏心掏肺的。我要是说的多了，还有人觉得我小气，挑唆你们兄弟不和呢。现在知道谁对你是真的好了吧？阿言，我都这么难过了，你不安慰我，还往我伤口上撒盐，我错了，以后都听你的啊。我可不敢，省得你娘又说我妇德有亏，不敬夫君了，又该教训我了呢。沈氏翻了个白眼，对老夫人怨念满满。从他进门那一天开始，他就看自己不顺眼了。萧斌这个人胸无大志，人也不够聪明，但是有一点是无数男人都比不上的，那就是待他是真的好，从不拈花惹草，这么多年连个通房丫鬟都没有。说来也是缘分，当年偶然相遇，他主动求娶，就是因为许诺他忠心不二，一心一意待自己，沈氏才会嫁给他的。这么多年过去，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现在沈氏对他贴补府里的事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躲不过一些银子，再赚就是了，没必要闹得不开心。可惜大房侯夫人格局小，教养出来的女儿也是心胸狭隘，养得他们刻薄寡恩，自私自利。好在女儿点醒了他，不再傻乎乎的让人糊弄。想起女儿说的幕后主使很有可能是大房的人，沈氏眼底闪过阴鸷。真要是他的话，他沈阳的手段他们也该尝尝了。多年相夫教子，真当老娘提不动刀了。萧天蓝这么闹腾，二房都不放在心上，他总不能厚着脸皮上门来要吧。侯夫人知道没有教训女儿不懂事，反而跟侯爷诉苦，二房这是要上天呢，不把他们大房放在眼里。这一任云海侯名萧渊，字静芳，比起萧斌多了一些威严肃穆，毕竟是当侯爷的人，官威还是有的。听见他啰嗦这个，顿时不耐烦了。你这是什么道理？合着二弟欠咱们的，非得给你送多少东西才行啊？你当自己是谁呢？谁都得捧着你的臭脚啊！这么多年，你收了二弟多少东西？又给人家送过几次？侯爷的话句句怼得侯夫人脸色涨红。咱们才是大房嫡出，
他做生意打着侯府的旗号，要他些东西不应该的吗？你居然这么想的？方氏，你脑子糊涂了。侯府的买卖还是人家沈家多照应呢，否则哪来的新鲜货物卖啊？老夫才发现你是这样自私的人呢。侯爷，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我做这些不都是为了这个家的吗？要不是你为了这个家，老夫岂能容你？打今儿起不准占二房便宜，好歹是官宦千金，你家就叫你不知足的吗？侯爷，你说我就说我娘家可就过分了。我嫁你这么多年，生儿育女，孝敬公婆，操持家务，没功劳也有苦劳，怎么就不得你一个笑脸呢？不知所谓，谁家主母不做这些啊？回到府里还要听你唠叨扫兴，哼，你自己歇着吧。当晚，云海侯歇在妾室屋子里，方氏那个恨呐，都怪在二房身上，对二房更恨了。他恨不恨的，萧天爱才不在乎呢。收到一张帖子，是他最好的闺蜜户部尚书的小姐夏疏影约他出门逛街呢。正想出门逛逛，在府里闷得都要发霉了。秦嬷嬷安排好人手，带着丫鬟侍卫，浩浩荡荡的出门玩了。这边。疏影，好些天没见，你还好吧？我倒是还好，都是你出了事不跟我说，我担心好些天呢。不约你，你都不来找我。都传你身体不好，我瞧着气色还不错，身体怎么样了？好多了，传言都爱夸大，其实没那么严重。那就好，以后可不能一个人出门了，多危险。记得喊我一声，我比你聪明，比你能打。你这么傻，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萧天爱有点慌，姐妹儿，你这样不给留面子的吗？原主话不多，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夏疏影说的多，她乖巧听着，极大满足了夏疏影的倾诉欲。那个，你想做什么衣裳？我帮你看看。天爱打断他的话，人家掌柜的都看了他们好几眼，这是绸缎铺子，不是茶馆。好吧，去拿你们最新的布料来，我要进宫穿。哎，你的衣裳准备好了吗？萧天爱想起那一屋子没穿过的衣裳，觉得自己一天一身都穿不过来，到时候随便挑一件就行了呗。看你都没想好，这次进宫，整个洛城的千金都会去，咱可得大放异彩，不能被人给比下去了。听说几位王爷和贵公子都会出席呢，说不定能遇到心仪之人呢。其实也是一场变相的相亲宴，萧天爱不大感兴趣，他还没有享受够滋润的闺阁生活，嫁人什么的不着急。颜色太素了不行，太艳丽也不行，这匹淡黄色就不错。就它了，我那儿有几样点翠珐琅首饰，搭配着很好看。真的吗？我拿红玛瑙和你换，父亲刚送我一串红玛瑙项链呢，你戴着肯定好看。户部尚书家的小姐不缺钱，夏疏影也大方，原主也是金银堆里泡出来的，可以说是俩女土豪，能玩在一起也是各方面原因。女人没有觉得衣服多的，萧天爱也选了粉白色缎子、鹅黄淡粉，想想就觉得娇俏可人，肯定养眼。她的白绫风这种粉嫩颜色最相配了。正聊着热闹，萧天蓝跟着一位穿着红衣的小姐走进来，看她的样子，对这个女子都有巴结讨好呢。二妹也在呀，你出门怎么也不喊姐姐一声？和他一起进来的是当朝皇帝景佑帝的族叔，淮南王的嫡出孙女，品仪郡主，深得皇上喜欢，在洛城贵女之中是顶尖的人物。萧家这样的侯爵和人家还差着2级呢。见过姐姐，我想喊你来着，不过听说你心情不大好，丫鬟都罚了好几个，
就没去打扰你。见过品仪郡主，郡主这身红衣真是尊贵又漂亮，和郡主的气质很配呢。品仪郡主对原主印象不大好，娇滴滴软兮兮的，一点没有大户千金的自信大方。此时听他夸赞自己，说到了他的养处。二小姐身体还好？谢郡主关心，挺好的。郡主请坐。不卑不亢，温婉从容，品仪对他印象更好了。他可真会拍马屁，品仪郡主对他都没有笑得这么温和过呢。他好不容易搭上郡主的路子，可不能被他得了好处。郡主啊，我听说铺子里新来了一些新的绸缎样子，咱们先选料子吧，省花艳正好穿。品仪郡主喜欢艳丽的颜色，大红洒金的，天蓝绛紫，最后选定了天蓝色，毕竟是宫宴，穿着大红不合适。郡主，相比天蓝，我觉得湖蓝更好，活泼一些，配上金丝珐琅的首饰，肯定很漂亮。你眼光真不错，就这匹湖蓝的吧。你觉得绣什么花样子好呢？不用太繁复，裙边绣上青竹，做成长款裙子，更显身高。也只有郡主这样的气质才能撑起来。好，就按照你说的去做。我很期待做出来的效果。想不到萧二小姐对服饰搭配这么精通，以后来府里玩啊。承蒙郡主看得起，有空会上门叨扰的。萧天蓝完全成了陪衬，气得脸都扭曲了。品仪郡主也真是的，她能有什么眼光？别被她给忽悠了。品仪郡主人还不错，虽然傲慢，但是没有颐指气使，萧天爱觉得值得一交。而且萧天蓝这么巴结她，肯定身份高贵，有求于她。自己和郡主搞好关系，还能给她穿小鞋，哼，气死她！此时的萧天蓝的脸色已经恨不得吃了自己呢。高兴，第4块点心往嘴里塞了。东林咳嗽一声，二小姐最近很贪嘴，饭量多了许多，要是不知节制，吃成胖子怎么办？萧天爱想起今天吃的早饭，已经让东林和秦嬷嬷绿了脸。出门的时候，马车里都没有准备点心呢，再吃又得唠叨了。于是依依不舍地放了回去。萧二小姐怎么不吃了？我家丫鬟怕我吃成胖子了，吃3块了都，不能再吃了，否则午饭又得给我减了呢。委屈巴巴的样子，配上那软糯甜美的小脸，软萌可爱的不行。品仪郡主都想捏捏她软嘟嘟的脸颊了。不能放肆吃好吃的，确实挺痛苦的。想保持身材，一味的饿着是不可取的。改天啊，我带你去骑马，蹴鞠打马球，保管你吃多少都不胖。真的吗？谢谢郡主了。我虽然不会，但是我可以给你加油呐喊呀。难怪郡主身材这么好，会骑马的人就是不一样。拍马屁可是一种艺术，要让被拍马屁的人舒坦。还没觉得你是在拍马屁，太露骨了，显得自己谄媚低贱，被拍的人也觉得庸俗肤浅。萧天爱活了30多年，深得其中精髓，几句话让品仪郡主心情大好，看他更顺眼了，想要好好疼他宠他。恰好他也没个妹子，多个这样乖巧可爱的妹子玩着也不错。萧天蓝根本插不上嘴，气得脸都扭曲了。他请来的郡主自己没得了好处，反而成全了萧天爱了呢。夏疏影性子活泼，也经常蹴鞠郊游，和品仪郡主有过几面之交，也能搭得上话，反倒显得他被冷落了呢。选好了衣裳，下一站就去银楼了。掌柜的捧着账单，夏疏影按照自己的印记，之后可以去府里结账。轮到萧天蓝了，他指着萧天爱道：“找他钱，郡主的也一并签上吧。”品仪郡主眼睛闪了闪，认真喝茶，不掺和她们姐妹的争斗。她可真是会慷他人之慨呀。
还把郡主的给算上了。自己要是不签，就是看不起郡主，这点钱都舍不得花。你不是想巴结郡主吗？怎么能拒绝给郡主签单呢？这个人情还是落在他身上，毕竟是他请来的郡主，而且以前他们一起出门都是萧天爱签单，这一次也没什么不对。就连之后的首饰钱、茶水钱、午饭钱都得落在他身上。舒莹有些不满萧天蓝的做法，但是人家家里的事儿他也不好插手，只能让萧天爱自己来处理。大姐，你的阅历比我还高3成呢，我也想签了单子，可是力不从心呢。郡主，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实在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之前出门，大姐的账单都是我付的，我连弟弟的阅历都填进去了呢。家里有规矩，私人买的东西是不能走公账的，大伯娘掌管侯府，管得很严呢。我总不能连母亲的阅历都给花用了吧？不过父亲这次回来送我一套金丝烧珐琅的头面，和郡主的衣裳很配，我送给郡主。咱们一见如故，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啦。死丫头，居然敢自报家丑！你不要脸，我的脸还要呢。二妹，别说的这么可怜，谁不知道你外祖家是大燕第一首富，你会缺银子用吗？要不是郡主在，萧天蓝都忍不住心里的怒气了。谁家的规矩，自家女儿要外祖家养着？我姓萧，可不姓沈。我读书少，不大懂这是什么道理，回府问问祖母去。你，萧天爱，你是故意的吧？别在外面丢人现眼的，连累了侯府。大姐，我知道错了，我签就是了，你别生气。东陵，你回府去取我的首饰盒子来，当了银子给人家结了账，要是被祖母知道我奢靡无度，会不喜欢我的。够了，别演了。郡主，你别相信他胡说，二婶嫁妆丰厚，二房的日子不知道多奢靡呢，他会没钱？说出去也得有人信。萧天爱这是多看不起原主呢，原主这么窝囊的吗？任他欺负多年。不过换做自己，坑不死你，老娘跟你姓。啊，不对，本就是一个姓。哎呀，算了，演戏呢，虽然对手不高明，也要敬业不是？这样啊，我很少管院子里的事，不知道的。那好吧，东陵去和母亲要钱，就说大姐让我给她付账呢。顺便问问大伯娘，二房的钱用不用交给大房？前几天他还想让母亲把嫁妆冲入宫中呢，我年纪小，不知道这是哪门子道理。郡主、舒莹，你们说说，谁家有这样的规矩吗？媳妇儿的嫁妆都是私人所用，再没下线的家族也没让媳妇儿嫁妆充公的道理。侯府夫人都是个精打细算的。他可真敢，家里那点事儿都给说出来了，真的是要撕破脸皮的吗？这事要是传出去，母亲的名声也臭了。好歹毒的心肠，以前的窝囊样子都是装的吗？天蓝小姐，你这个样子可不对了。我要是有这么可爱的妹妹，肯定每天疼着宠着，你怎么可以凶她呀？你约本宫出来，本宫也不差一件衣裳钱，你让妹妹帮你付账，本宫可没脸收。不是的，郡主，我是真心想孝敬你。二妹她故意让我丢丑，姐妹之间拌嘴，让君主见笑了，拿来我签，连二妹的一起签了。大小姐签你自己的就好，郡主的我们小姐付了，这是沈家的产业，老爷疼外孙女，哪怕姓萧也愿意养着小姐。萧天爱眼睛瞪得老大，他是真的不知道呀，沈家的产业呀，那他这一出不是白演了？掌柜的，你也不给个提示，不带这么坑人的呀。萧天蓝只关心衣裳首饰，女孩子的物件，哪里知道这些，被他们联合挤兑。更重要的是，连郡主都不喜欢他了，气得眼泪掉下来。萧天爱，你故意让我丢人，现在满意了吧？我告诉祖母去，你欺负我。大姐，你这话从何说起？
明明是你欺负我呀！我知道你不满这次爹爹出门带给你的礼物，说是打发叫花子，我都忍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父亲也没送我好东西啊，礼物只是心意，你不满意也不能扔了呀，赏给下人也行。爹爹已经尽心了，我也是一样的礼物，每次都一样的呀。你这样做，爹爹和我都很伤心呢。你还说，我撕烂你的嘴，我让你说！不要啊！救命啊！我不说了，我不敢了！姐姐，别打我！大小姐，有话好好说，动手就不对了。小姐哪里说的不对，自有人去查证。你做没做过，心里清楚。送大小姐离开。好，你很好，你给我等着！我好怕呀！萧天蓝转身就走，他怕自己忍不住，在郡主面前已经丢脸了，不能让他得意。他一走，屋子里的气氛陡然一松。小姐，老爷要是知道大小姐欺负你，肯定饶不了大房那一脉。你有气别忍着，老爷多疼你，肯定会帮你的。别和外公他老人家说，都是一家人，大姐是嫡女，脾气大一点也应该的，我受这点委屈不算什么，家和万事兴嘛。你去忙吧，记得别乱说呀，我不想让外公和娘亲担心。掌柜的重重点头，心里却打定主意，小姐心善大度，他可不能看着小姐被欺负，一定要告诉老爷和姑奶奶去。这就是白莲的精髓，你越无辜越是大度，越不让人说，他们就越觉得你可怜，自发为你出头，名利双收的好事儿。哼，怪不得那么多女人都乐意装白莲呢。别演了，人都走了，给谁看呀？我演得很差吗？你们都看出来了呀。两人齐齐点头。看来还要多磨练，提高演技呢。姐妹，人间不拆哈，看破不说破，咱们还是好朋友。人间不拆，就是人家装的时候别拆穿呀。我演得很辛苦的，自认很完美，也不让我多得意一会儿。两个人哈哈大笑，乐得直不起腰来，关系一下子拉近许多。萧天爱也笑了，对敌人怎么演都过分，在朋友跟前还演，就失了真诚，也太累了，更不会交到真正的朋友。何况他们都不傻，要是否认，人家也不会信呢。想让我们不拆穿你也行，请客必须请客。好说，吃饭天戏我全包了，今儿个咱玩个痛快。女孩子们也是有她们玩的地方，那些高档饭店茶楼都有后门，也有专门的包厢伺候这些姑奶奶们。午饭因为有品仪郡主在，东陵不好阻拦，眼睁睁看着她吃了一只鸡、一只鱼，小炒肉1盘，鲍鱼3只，烤羊排3根，可以说除了他们俩吃的，剩下的全给她清了。摸摸肚子，终于有了饱的感觉。自从穿来，可怜的她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店家，置办一桌同样的饭菜，让丫鬟们吃，马夫婆子也都招待好，想吃什么就点，记我账上。咱们休息一会儿，等他们吃好了再去听戏，行吗？你倒是体恤下人，哪有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的道理，不值一提啊。你以前不吃这么多的，和我一样啊，现在怎么吃这么多？确定没问题的吗？别说了，都是累呀。上次不是受伤休养好多天，吃了那些补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饿。丫鬟却担心我吃胖了，不敢给我多吃。我今儿个是超常发挥，平时不吃这么多的。可别说出去啊，否则没人敢娶了，不把人家福利给吃穷了呀。你太可爱了，我好喜欢呐。姐姐，你这么说很容易让人误会的，我性取向正常，喜欢帅哥美男，不搞百合的。你那是什么眼神啊？哎呀，小姐们注意仪态，被人听到了还做不做人了？
疏影啊，做人有意思嘛，平时端着就端着了，没人在，该乐呵就乐呵。咦，小天爱，你变坏了，再也不是我认识的小可爱了。我现在也很可爱呀。三个人笑闹一场，喝了茶休息了一会儿，下一站去茶楼听戏。他们不知道的是，隔壁的包厢里，一个身材高大穿着玄衣的男子端着杯子里的酒，许久没动弹，一脸的一言难尽。现在的女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吗？茶楼正是热闹的时候，书书先生唾沫横飞，说着燕王的丰功伟绩，引来客人们阵阵掌声。燕王，大英雄，大燕的战神，哎呀，可惜眼睛瞎了，他还救过我呢。提起他，就想起他收了自己10万两银子的事儿，欠我500万，萧天爱心里就不舒服。可惜他一个侯府的闺阁少女，人家堂堂燕王，8竿子打不着的2个人，连人家面都见不着，更别说从他手里夺回自己的钱了。哎呀，谁说不是的？算起来，我还得喊他一声堂叔呢。他14岁上战场，战功赫赫，大燕有现在的和平安稳，都是他的功劳。他是大燕的守护神，眼看四海升平，众蛮夷臣服，他却出了这样的事儿，不得不交出军权，回王府养老。他才24岁，那么年轻，余生可怎么过呀？谁说不是呢？皇上嘉奖无数，可再多的荣宠也没有健康的身体重要啊。萧天爱却没有他们那么单纯，从里面听到了浓浓的阴谋算计。自古以来，战功赫赫的大将军最是让皇上忌惮，功高盖主，哪个皇帝乐意看到？更别说燕王还在民间有这么高的声望，眼睛怎么瞎的，恐怕只有燕王自己清楚了。燕王妃肯定很幸福，能嫁给这样的大英雄，燕王府一脉躺在功劳簿上，也能有几代富贵，不需要咱们杞人忧天。燕王还没娶妻呢，你生病把脑子烧糊涂了，人尽皆知的事儿都忘了吗？没娶妻呢吗？我以前也不关心呀，我也没想嫁给他，他娶不娶的真没在意。那正好娶一个呗，堂堂燕王，战神王妃，满洛城的贵女还不任他挑呀。这个时候嫁给他，也不知道是福气还是灾难。当然是福气了，燕王除了战功赫赫，还洁身自好，身边连个通房丫鬟都没有，铁汉柔情，能做他的妻子肯定很幸福。24了，又是尊贵的王爷，身边没女人，不会打仗受伤，伤了要害了吧？哎呀，这个很难说，暗箭难防，男人有几个不偷腥的？有古怪。2个人都喷了茶水。不许你这么说他，燕王怎么可能不能人道呢？那你们怎么解释他不找女人的事儿啊？跟你说个秘密，不许外传啊。燕王有个青梅竹马，就是太子太师的孙女施宣瑶，熟读诗书，才华横溢，不输男儿，真正的书香闺秀，和燕王感情深厚。我听说太子不是想要纳了施宣瑶的吗？后来怎么不提了？施宣瑶也是个奇女子，不想嫁给太子，所以自梳了发，出了家当尼姑了呢。太子还怎么娶？要不是施家是他的老师，悠悠之口难堵，他都敢诛灭施家9族了呢。天哪，还有这么回事儿！我说怎么好久没有见施宣瑶露面了，好凄美的爱情，我好感动啊！难怪燕王不娶妻，也是在等着他呢。太子好过分了，拆散他们一对有情人，这一波瓜吃得爽了。萧天爱听得眼珠子都忘了眨，最终被燕王折服。如此重情重义的男人，确实让人敬佩。这么说，太子这个人也不咋样啊。这次选妃，你们怎么看？喝茶，非议太子是要杀头的。反正咱们没戏，看热闹就是了。
两个人都不想说太子眼里有着忌惮之色。说起燕王，就不能不说长公主了，她的同胞姐姐。她那样的大英雄摊上这么一个姐姐，太糟心了。可不是嘛，听说长公主自从燕王回来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他，还新纳了2个面首，整日里饮酒作乐，荒唐至极。偏生皇上还宠着她，长公主的封号女儿都不给，一直让她站着，多少御史弹劾都没奈何她呢。养面首，萧天爱听得津津有味，皇家果然够乱。哼，皇家的人都被他丢尽了，公主养面首都会注意点影响，他倒好，生怕人家不知道呢，换了一茬又一茬的，太不像话了。偏宜郡主很不耻长公主的为人，可谁让她会讨皇上欢心呢？又长得美艳动人，30多岁的人了，正是女人最成熟的年纪，勾得无数少年郎魂不守舍，以长公主的面首为荣，经常有面首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一点体统都没有。萧天爱这一下午吃了满肚子的瓜，都要撑着了，都是关于皇家内部的八卦，也知道了一些皇家的事儿。金上正值春秋鼎盛的年纪，是男人最成熟最有魅力的中年大叔，英明睿智，雄才大略，难得的明君，在百姓之中声望刚过45的寿辰。太子是中宫嫡子，性子阴冷，脾气不大好。太后不是皇上生母，只是个妃子。传闻当年金上继位，他出了大力气，所以皇上很是孝顺，入主慈宁宫，皇后都不敢有丝毫怠慢，真正的后宫之主。萧天爱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道，所以说女人的最终极目标不是皇后，而是太后。男人不一定能靠得住，但是儿子一定靠得住，做婆婆比做媳妇儿更滋润。品仪郡主和夏淑颖愣了半晌，头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好有道理呀。别看皇后都做了婆婆了，后宫的大权还在太后手里掌握着，她的凤印还没有太后的懿旨管用呢，日子过得可没有表面的那么光鲜。今日最大的运气就是认识了爱爱这样一个妙人，相见恨晚呢。哎呀，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的有脑子啊？合着我以前是个傻的呀？没有，只是觉得更有意思了。这个时代，女子不方便在外面吃晚饭，回府晚了可不行，女子是没有夜生活的。傍晚时分，他们散了，约好了下一次相聚，依依不舍地分开。他们离开之后，隔壁的包厢传来爆笑声，滚！一声怒喝之后戛然而止。2个侍卫打扮的男子落荒而逃，居然还是那个玄衣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这姑娘再一次刷新了他的认知，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偏生说的都有那么点道理，让人想不出反驳的话来，只能用歪理来形容。回到府里，萧天爱还以为萧天兰总会闹一场，找老夫人和侯夫人撑腰呢，哪知道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二天请安，没事人一样，甚至比以前还对自己热情几分，十足好姐妹模样。萧天爱也不拆穿她，配合得极好，一幅结有媚宫的温馨画面。今日上的是文化课，也不讲什么深奥的四书五经，就学女诫女则，练练字儿，说一些流传的诗文典籍。女孩子嘛，认字儿就行了，又不上科举，上课很随性。先生是个60多岁的老秀才，摇头晃脑的念着诗文，知乎者也的，听得萧天爱一阵头疼。而且还是竖版的字体，要不是有原主的记忆，他直接变成睁眼瞎。小姐们，课本抄一遍，字体要工正，老夫待会儿检查，哪里不懂的也可以问。老秀才教书才不会一句一句的给你解释呢，就是读一遍，你自己领会，不懂的再问，好像这样不足以显示他的水平高似的。萧天爱没着急写，先读了一遍，
好歹是大学生，这点古文连蒙带猜的，好歹懂了。老先生看着作业，原本敷衍的神色，看到萧天爱的字儿，顿时亮了起来。二小姐的字儿进步很大呀，哈哈，不错不错。谢先生夸奖。小人得志，不就是被先生夸两句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二小姐，你何故如此书写呀？而且这个断句也不对呀。哎，这样吟诵一番，好像更有味道了。哎呦，善，大善，二小姐大才呀！且上前来，老夫想和二小姐切磋一番。先生今儿个吃错药了？先夸了他的字儿，又夸他写的作业，大家都写的一样，怎么读他的就不一样了呢？前世的无数知识熏陶，哪怕不是古文系的，讲解出来的道理也让先生茅塞顿开。两个人讨论了足足1节课，直到午膳，先生才依依不舍地放人。这还不算，先生抖着山羊胡子亲自送他出门。二小姐读书的天分甚高，可惜啊，不是男儿身。若能苦读10年，状元不敢说，二甲进士绰绰有余。如此才学，真可惜了呀。不敢当先生这么夸，小女子献丑，胡乱写的，先生不怪我鲁莽，已经很感激了。先生再次摇着头，要不是看她是女子，说什么也要禀告侯爷，如此人才埋没了，太可惜了。萧天蓝嫉妒的眼珠子都绿了，宋琴是夸奖他，郡主青睐他，现在连老先生都对他赞不绝口，真是邪门了。自从他这次回来，自己所有的风头都给他抢走了。人还是窝囊软趴，可怜弱小的样子，可做的事儿却总能压着自己一头，气死了都。顾不上上演什么姐妹情深，绷着脸回自己院子。二姐，你好厉害呀，先生从不夸人的，今儿个夸你2次了都。你们好好学，先生也会夸奖的，说不定今天先生心情好呢。怎么会，他就没心情好过。别看教咱们读书，其实心里很看不上，根本不上心。能教咱们认个字儿啊，都觉得多委屈他似的。刚开始启蒙可没少挨板子呢。就是越老脾气越臭，咱们花的银子请的他呢，可惜没人管管，咱们挨了打也只能忍着了。两个人一左一右围着他，萧天爱找到前世放学同学一起回家的感觉，各自回到自己的院子。沈氏和萧斌已经等着他了，夏玲赶紧把他今日的壮举跟他们讲了一遍，萧斌高兴得很。真的吗？先生真这么说呀？早知道该让爱爱去书院读书了，咱们家还能出个女才子呢。书院收女弟子的吗？会收些启蒙的贵女，读到10岁就不能去了。家世尊贵的能读到12岁，最出名的就是施家小姐，读到14岁，才名远播。博众书院的山长都想收她做关门弟子了，很惋惜，她不是个男儿身。施宣瑶，出家做道姑那个，倒是个奇女子。杨亲，今天先生也可惜我不是男儿身呢，女儿也很聪明呀。是，我们爱爱也很聪明，比你那个蠢弟弟强。你要是个男孩子，你弟弟是个女孩子就好了。幽怨地看了姐姐一眼，摇着头长长叹气。人家家里都是重男轻女，自己家倒好，儿子是草根，时不时拎出来打击一下。午膳很丰盛，沈氏和萧斌不断给他夹菜，萧天洛低头扒拉米饭，像是被遗弃的小狗儿。爹娘疼姐姐，姐姐疼弟弟，别难过哈。姐要是真疼我，给点零花钱呗。你又蹭你姐的零花钱，当老娘是死的吗？我这不是快要秋猎了吗？我看中了一匹上好的西凉马，您不给我买，我姐肯定会给我买的哈。好吧，我给你买，但是有个要求，你得让我陪着去看看，
别被人给坑了。没问题。不准去！你姐姐能去那种地方吗？出了事儿，老娘剁了你！没事的，我就在马车里看着，帮他砍价，多带几个护卫，没那么容易出事儿呢。阿娘，你放心好了，难不成你让我一直不出门吗？我都要发霉了呢。沈氏最经不住女儿撒娇，很快妥协。哼，保护好你姐，有一点意外，零花钱减半。娘亲不说，我也不能让姐有事儿啊！拼了命，我也会保护好姐姐的。萧天爱看他瘦弱的小身板，闪过沉思，要不要让他也练练武？这个时代可是很危险的，有个强壮的身体可是很重要的。二房的其乐融融和大房的低迷消沉形成鲜明的对比。云海侯很忙，虽是闲散王爷，还是得上朝应酬，加上养着外室，府里又有2房妾室，和侯夫人一起吃饭的时间很少。萧天蓝发了一通脾气，又摔了茶具和花瓶。侯夫人等他发完脾气，你老跟他较什么劲儿？嫁给太子才是你目前最重要的事儿。只要你成了太子妃，老夫人都得看你脸色，何况她一个妹妹，那时候还不有的是手段来收拾她。太子妃是那么好选上的吗？萧天爱也会参加宴会，她的琴技和书法都让先生赞不绝口，听说绣技也大有进步，已经能绣出双面绣的帕子了呢。之前太子就对她有些心动，她要是处处出众，哪怕做不了太子妃，一个侧妃还做不得的吗？倒是我样样不如她，拿什么吸引太子啊？别人咱们动不了手，收拾她还是可以的，你不必把她当成对手，交给母亲安排。萧天蓝没问他的打算，母亲掌家多年，他出手比自己厉害多了。眨眼间到了赏花宴这一天，各府小姐们天不亮就起来梳洗打扮，终于等到这一天。萧天爱也一样，不过他已经修炼出闭着眼睛任由丫鬟折腾的本事。你摆弄你的，我睡我的，这样的本事让丫鬟们忍俊不禁。到了早膳之时，饭菜的香味飘来，猛然睁开眼睛，该吃饭了呀！哎呀，祖宗啊，你可不敢吃了，喝点燕窝粥就行了。这可是在宫里，你总不能一直去净房吧？宫里的人都是神仙吗？他们不撒尿吗？哎呀，那倒不是，可是麻烦呀，小姐，咱就忍半天，穿着这么漂亮的衣裳去净房也不方便啊。好吧，这哪是去赴宴啊，这是去遭罪了。听你的了。那个燕窝粥我可不可以喝2碗啊？不可以，进宫必须谨言慎行，谨守规矩礼数。冲撞了贵人，小姐一人身死倒是小事，株连九族，罪过就大了。嬷嬷，你别吓我，那我不去了还不行吗？不行，皇后娘娘亲自下的帖子，谁敢不从？抗旨的罪名，小姐也担不起。小姐也无需太紧张，我会陪着小姐，时刻提点小姐的，一般不会有事儿。萧天爱只好认命，打扮妥当，沈氏亲自送她出门。我家爱爱就是漂亮，长成大姑娘了呢。多大也是您的姑娘呀？娘亲放心，我会听齐嬷嬷的话的。我还没有去过宫里呢，就当是去见识一下啦。萧天蓝也打扮好了，过来和他会合。2人一个府里的小姐，自然要坐一辆马车。待会儿进了宫，还要请姐姐多多关照妹妹呀。好说，咱们姐妹一心，同心协力，定不会丢了侯府的人。那是自然，有姐姐这样细心的人在，肯定不能够啊。2人打着嘴官司，一起出了门。刚要上马车，一辆更加精致富贵的马车停在门口。夏疏影露出脸来，哎，坐我的马车，咱们一起。不好意思，不能陪姐姐一起了，姐姐别介意呀。萧天爱和夏疏影约好了一起走的，本就没打算和萧天蓝一起，不想看他那张虚伪的臭脸。
你不是说帮我弄头发的吗？我特意让丫鬟留了一些呢，为这个没少挨母亲说。他很期待萧天爱会弄什么发型，没看他拿什么特别的东西啊。马车辚辚，走了2刻钟才到宫门口，下了车的贵女们相互寒暄，同时暗暗打量别人的衣裳首饰，妥妥一大型修罗场。夏家的马车和侯府的马车一起到，萧天蓝先下来，走到相熟的姐妹堆里，互吹得正热闹。夏疏影和萧天爱走了下来，刚才还热闹的场面渐渐安静下来，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所有人都落在他披散在肩头的头发上，居然是卷发。萧天蓝同样震惊，他分明记着刚才在自家门口夏疏影的头发还不是这样子的呢。随即震怒了眼神，好一个萧天爱，肯定是他搞的鬼，他宁可让外人出风头，都不愿意拉扯自家人，可不肘往外拐呢。夏小姐，你这个怎么弄的？好漂亮呀，头次见到这么弄头发的。我听说外邦人有这样的头发，不过人家是天生的，还有黄颜色、红颜色的，民间传言他们是恶鬼转世呢。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夏疏影都来不及开口，就被圈在中间了。肃静，时辰已到，众位贵女请进宫。官宦独有的尖利声音响起来，众人只好收声，按照家世品鉴站好位置，在官宦的带领下进了宫里。萧天爱眼珠子滴溜乱转，偷偷瞄着四周，红色的宫墙，低着头的官宦宫女，威严肃穆，让人忍不住生出敬畏之心，不敢有丝毫不敬，感觉自己跟选秀的宫女似的。这么严肃的地方，打死他都不会在这里生活呢，能把他给憋死。只是他没想到，很多事儿都不以人的意愿来，兜兜转转，他和这座皇宫结下了不解之缘，愣是住了大半辈子。参见皇后娘娘、太后娘娘，各位娘娘，娘娘万福金安。都起来吧，瞧这一屋子花骨朵一样的女孩子，哀家心情就大好。年纪大了，最喜欢看这些鲜活年轻的人儿。太后这是看腻了臣妾，难道臣妾不美不年轻的吗？她娘家是云州布政使司、封疆大使，又和太后有些远亲，深得太后喜爱，撒娇卖萌是常态。陈妹妹，今儿可是众位小姐们露脸的时候，说起来都是晚辈，你和晚辈们吃什么醋呢？都知道你美你年轻，我们这些老人比不了，只能享子孙福了。这是讽刺他膝下无子呢，是陈贵妃最大的痛处。哼，说起子孙福气，皇后娘娘最有发言权，皇后都没说，兰姐姐倒是显摆上了。这五皇子还年幼，可得好好教养，将来啊，好帮衬太子一二呀。好了，你们有的是时间聊天，以后回了后宫，你们聊上3天3夜，本宫也不管。今日是赏花宴，是各位小姐的主场，别冷落了小姐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母后，有劳您把关了。皇后一向贤淑，哀家就是来看看热闹。毕竟太子是你的儿子，你才是正经婆婆，你拿主意就好了。这还没开始呢，各宫娘娘就是一场不见血的争斗。众位小姐们低垂着头，大气儿不敢喘一下。萧天爱倒是不紧张，反倒同情未来太子妃了。这已经不是修罗场，简直是18层炼狱。俩婆婆不好对付，各宫娘娘又没一个善茬，没点本事被他们撕吧撕吧能活吃了。太子选妃不会选世家太雄厚的，将来后族强大与社稷不利，所以会在书香门第的一些2等侯府里选。教养不差，也有一定的底蕴，就有依附太子，只能成为太子的助理，而不会喧宾夺主，尾大不掉。自古以来，皇后的人选都让人很头疼。
皇后已经选定了几个心仪的人选，其他贵女只是陪衬，没有大的意外就会在他们之间选出一个来。众人一一上前回复，皇后太后都会夸赞2句，不至于冷场，之后就赐了座位。到了萧天蓝，她身姿款款，端庄典雅，只看外表很有做正事的风范。云海侯嫡女萧天蓝参见太后、皇后娘娘，祝愿太后长寿安康，娘娘万事顺遂。不错，云海侯教的好女儿，知书达理，端庄稳重。平时都有什么消遣呢？谢太后夸赞，臣女喜欢练琴，请了琴艺大家宋先生教导，也有读书和女红消遣一二。女孩子家的就该多读书，女红也很重要。虽说有绣娘，但是亲自给丈夫绣荷包做衣裳，意义不同，感情也不一样。谢皇后娘娘夸奖，臣女定会更加努力。萧天蓝心中得意，看来太后和皇后对自己都很满意，开门红了。安娜心中的欢喜，坐在位置上看着别人露脸。等到下书影了，太后和娘娘们看惯了千篇一律的贵女们，顿时觉得眼前一亮。哟，这个女孩子打扮的倒是别致，你这头发怎么弄的？女子爱美是不分年龄的，太后今年也不过40出头，并不显得老态，和皇后坐在一起跟姐妹似的，反而不像是婆媳，所以他们才不和。毕竟皇帝不是太后亲生的，皇后怠慢几分，太后不乐意，拿出婆婆款来收拾她，长年累月，不说你死我活，也是刀光剑影。一点小把戏不值一提，待会儿您派了嬷嬷来，臣女交给嬷嬷知晓。好看是好看，只是略显轻浮，不够端庄，谁家主母会这么妖艳的？皇后娘娘教导的事，臣女回去就拉直了，臣女知错了。这还不是姑娘家的吗？别拘束太过了，这般年纪正是花儿一般，活泼娇俏才好呢。不用紧张，下去吧。谢太后娘娘、皇后娘娘教导。萧天爱因为是次女，不算正经嫡出，所以站在最后，是来凑热闹的。看着太后和皇后掰腕子，吃瓜吃得爽。终于到她了，小心翼翼走上前，还踩了裙摆，差点摔倒在地上，引来阵阵低笑，脸一下子就红了。见过太后、皇后娘娘，臣女萧天爱，云侯府2房嫡女，臣女初见天颜，惶恐之至，哪里做得不好，求娘娘们大量。头都不敢抬，说话更是透着小家子气，不够大方。虽然衣裳别致，也没有引起2位大佬关注，摆摆手赐了座，话都没说。这正是萧天爱想要的结果，自己这么优秀，一旦被大佬看中，难不成要落入这个人间地狱？太可怕了，死也不要。他就这样苟着看看热闹就好了。至于其他贵女们的嘲笑，他才不在乎。众人皆醉我独醒，俗人岂能理解我这样的高超智慧？一场自我介绍已经到了50，御膳房送上5膳，每一道都精美的跟艺术品似的，这可是国宴级别的待遇啊！萧天爱不客气地下筷子吃起来，只是量太少，又是分餐，各自吃个人的，其他贵女只是浅尝辄止。这种场合谁敢大吃大喝？得亏他坐在角落里没人发现。吃完了自己的饭菜，突然看到隔壁桌上的盘子基本没动，自己面前却是空盘子满桌子，这就尴尬了，就显得他能吃。哼，没吃过好东西吗？好歹也是侯府小姐，成何体统？这位姐姐，你喝西北风火这么大的吗？饭菜不就是让人吃的吗？我吃得干净，是不浪费粮食，是对御厨们劳动成果的肯定。姐姐这么说我很伤心呢。你闭嘴！惊扰了贵人，你吃罪得起吗？
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了？这个锅我可不背，还要让你背上。启禀太后皇后，这位姐姐夸赞御厨们的厨艺高超，一不小心给吃光了，心中感激太后皇后，请我们吃了这么好吃的御膳，感激涕零。明明是她吃光的好吧？低头一看，顿时傻眼了。自己桌子上的饭菜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他那边，而自己面前摆着的是满桌空盘子。要不是青天白日，他都以为是做梦了呢。萧天爱冲他眨眨眼睛，姐姐宅心仁厚，不浪费一餐一饭，实乃我辈楷模，我们都要向姐姐好好学习呢。女子气得满脸涨红，偏偏想不出理由来反驳他，闹大了也会让太后皇后不喜，只能硬着头皮认下，站起来行礼，一言不发。何该如此？你是哪家小姐？勤俭节约乃是老祖宗传下的美德。来人，赏！臣女国子监祭酒林家嫡女林倩倩，谢过太后赏赐。国子监祭酒，书香门第，难怪教养出这样懂事的女儿。好，本宫也赏，这个荷包你收着吧。皇后也赏了一个精美的荷包，林倩倩懵懂收下，晕乎乎回到自己的位置。皇后赏了她一个荷包，起码也能得个良娣的封号，甚至还可能是侧妃，正妃她也不敢想，林家还差点儿。这可是第一个确定能留下的人，引来无数人羡慕嫉妒的眼神。林倩倩也没想到会因祸得福，得了皇后的青眼。恭喜林小姐啦！林倩倩心中说不出的复杂。萧天爱继续吃菜，都想夸一下自己，真是好人呢，帮助了别人，还能赚一顿御膳，真是个小机灵鬼。可惜了，只能锦衣夜行，不能跟人显摆，一大憾事呀。府上用过，娘娘们休息片刻，小姐们可以去休息，也可以在院子里赏花。1个时辰之后表演才艺，那时候才是正头戏。太子等皇家适龄男子都会出席，除了太子选完，谁有心仪的人选也可以定下来。能出席这种宴席的男子都是深受皇上宠爱的青年才俊，顶级权贵，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钻石王老五。萧天兰是不想和萧天爱在一起的，看到他那张含笑无辜的脸，就恨不得挠花了才解气。但是出门在外，不能让人看出她们姐妹不和，只能亲热地拉着她去了外面的亭子里叙话。夏疏影自然是要跟着萧天爱的，之后又加入了文渊阁大学士的嫡女颜玉娆，翰林院学士顾家的顾琳琅，太常寺徐家的徐翩仙，都是这次太子妃入选的主要竞争对手。萧天爱吃得多，很快想去净房，秦嬷嬷陪她一起去。小姐，进宫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的？咱能消停一会儿吗？真不是闹着玩的。嬷嬷，还不都是怪你呀，我吃不饱受不了呢，忍不住呀。要不咱们打个商量，以后我随便吃，到了外面不至于饿得太狠，我也能忍。身材不要了吗？想要窈窕身段，不控制口腹之欲怎么能行？没得商量。秦嬷嬷就是个没得感情的机器，想都不要想。我保证不会吃胖的，嬷嬷都没试过，怎么知道我不能保持窈窕？这样吧，咱们试1个月，我保证1斤肉都不长。小姐就是说破天也不行，除非我不做你的教养嬷嬷，小姐想怎么样都行。一点都不知道变通，没劲儿啊。两人边说边走，一个穿着灰色太监服的宦官走过来，喊秦嬷嬷。秦嬷嬷直觉不妙，这是想调开自己搞事情。萧天爱则是满脸兴奋，搞事情好呀，姐最不怕搞事情了，没点事情反而不正常了呢。起码萧天兰憋得坏呢，生怕他会被选中了。嬷嬷你去吧。秦嬷嬷拒绝的话还没有说出来，萧天爱已经走了，东张西望，像只花蝴蝶似的，反而更自在。
钱嬷嬷心中有种很不好的预感，小姐纯良温顺的外表下，怕是藏着一颗比天还大的胆子。拐过一道小路，刚一露脸，迎面有人撞上来，一盆热水扑面而来。这点小场面还想算计他，太低级了。这位姐姐没摔着吧？怎么走路的都不看人，害得我摔倒，主子跪下下来，你吃对得起吗？哎呀，对不起啊，我眼瞎手笨的，伺候不来你这么大款的女官大人，惹不起本小姐躲得起。至于贵人怪罪，哼，本小姐又不是宫里当差的，怎么着也怪不到我身上。谁说她窝囊软弱了？欺负她都不敢放个屁，这就是情报说的软弱窝囊，分是犀利难缠。宫女自然是侯夫人收买的了，这两人还是她拐了几个弯，花了大价钱才收买到的呢。只是让萧天爱狼狈一点，没办法在贵人面前露脸，很简单的事儿。可惜他们注定是要为轻敌付出代价。萧天爱收拾了宫女，心情大好，哼着歌儿继续去进房。前面亭子好像有人呢，他赶紧收敛起散漫的动作，揣着手恢复端庄的淑女模样。渐渐走近一些，他看清楚亭子里的人。哦吼，还是熟人呢，准确来讲是个他惦记许久的人。今天是赏花宴，聚集了洛城家世不凡、才情卓然的贵女们，估计燕王也想选个王妃呢。萧天爱觉得自己真像了，四处看了看，没人伺候，就他自己坐在那儿，想着他是个瞎子，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怪可怜的。姑娘是何人？有事吗？他不是瞎子吗？怎么知道自己进来了？本王是看不到，可耳朵能听到，鼻子也能闻到你。你身上有墨绿香露的味道，脚步轻盈，肯定是女子。燕王厉害了，咱可是熟人呢。小女子萧天爱，您从山贼手里救我回来那个云海侯二房嫡女，还记得不？本王还没老呢，记性没毛病。我这不是提醒您一下，您可是王爷，贵人事多，要是不记得，小女子多没面子呀。啊，我看您一个人没人伺候的吗？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倒杯茶吧。会下棋不会？要是没事儿，陪我下盘棋。棋艺原主自然学过，不过智力有限，低级阶段知道规则走法。燕王这样的大人物肯定智谋如妖，和他下棋肯定是被虐的份儿。不，好呀，王爷别嫌我棋艺差就好了。开始吧，王爷你看不见，我帮你下，你告诉我走哪就行了。这个主意不错，就依你，让你3个子儿。谢谢王爷，我就不客气啦。萧天爱又发现他一个优点，很有君子风度。要不是眼睛瞎了，肯定是最佳的夫婿人选。满洛城的贵女哭着喊着要嫁给他呢。哪怕让了3个子，萧天爱这个臭棋篓子也不是人家对手。眼瞅着他执着黑子就要把自己包围了，不出3招准输。他才不想就这么认输呢，嘴角扯了扯，露出坏笑来，在他眼前挥了挥手。燕王毫无反应，彻底放心了。真的是个瞎子呢。抬手换了他2颗棋子，局面顿时对自己有利了。他可太聪明了。你输了。怎么会？我跟你讲，现在是势均力敌，不信咱找个裁判，看看棋盘上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可没有欺负你看不到，绝对是大实话。你不知道吗？我的记忆力很好的，每一步我都能记得住。你也喊了你的步数，我脑子里有清晰的画面。你确实输了。还能这样？那么多步子呢？王爷你肯定记错了，眼见为实，我发誓真的没坑你啊。好吧，我相信你，因为但凡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坑我一个瞎子的，何况我还救过你2次。萧姑娘肯定是善良的好姑娘，不会欺负我的。
您这么信任我，怪不好意思的。不过不好意思也不耽误他欺负人家瞎子。对得很，我都说了不欺负你呢。不过说起救命之恩，嘿嘿，王爷收了我家钱，咱是两清了。拿这个谢恩图报，我是不认得的。呵，我能让你报答我什么呀？好像你也没那个本事啊。萧天爱被堵得无话可说，可真是事实。比如说现在，让你几步棋，这可不能够。不会的，继续下。我说了，相信萧姑娘的良心。看着威严冷酷的王爷，居然把希望赌在对手的良心上，莫名觉得憨憨的，有些可爱。王爷啊，您这可不行，良心值几个钱啊？能当饭吃吗？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别相信别人的良心。尤其是这个人还是你的对家，你会死得很惨的哟。就像现在，我换了你的棋子，你却相信我的良心，输得冤不冤啊？是挺冤的。谁能想到萧姑娘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会欺负我一个瞎子呢？燕王眼里虽然蒙着一层白霜，萧天爱却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委屈。原以为战功赫赫的燕王会是冷漠无趣的性子，想不到这么可爱。好啦，我跟你道歉，一盘棋而已，你闭着眼睛都能赢我，不欺负你眼瞎，我能赢的吗？还要不要继续啊？你的奴才去哪儿了？还没回来吗？估计有事忙去了。我一个闲散王爷，又是个瞎子，宫里人最是踩高捧低，谁会惦记我一个废人呢？王爷，你这么想可是不对的。你怎么会是废人呢？眼睛虽然瞎了，心可不能麻。你这样的大英雄，岂能被这样的小挫折给打败？萧姑娘高看我了，这可不是小挫折。一个瞎子称什么英雄啊？不说这个，继续下棋。萧天爱只好闭嘴，继续下。两只手在棋盘上飞舞着，忙得很，也有点累了。看到旁边摆着的精美点心，拿起来就吃。这味道真不错。不知不觉2盘点心都被他吃光了，燕王的脸颊又紧绷了一下，端起茶盏喝茶。燕王放下茶盏，他赶紧续满。瞎子可不能自己倒茶，烫着怎么办？哪知道燕王把手伸向盘子，想拿点心吃。萧天爱傻眼了，刚才觉得太好吃，一不留神给吃光了，这可不能给人家留下一个贪吃的印象。眼睛一眨，鬼点子就上来，快速把盘子收起来。王爷，你想拿什么啊？有点饿，我记得有准备点心的，吃一块垫垫。哪有点心啊？王爷说的是以前吧？这帮狗眼看人低的奴才，欺人太甚。你可是保家卫国、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居然连点心都可口，人心不古啊！你真的饿了呀？我帮你去找点吃的来吧。算了，不用麻烦了，谢谢你为我抱不平，真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嘿嘿，还好吧。喝茶，你喝茶，这茶喝的倒是不错，比我府里的都好喝呢。这是顶级的明前龙井，一向只供给宫里，自然比外面的茶要好。你陪我下棋，我送你2斤回家喝吧。这多不好意思呢，举手之劳，哪能要你的东西啊？萧天爱脸皮子再厚，也做不到连吃带拿的事情来。何况他也没做什么，陪人下棋还欺负人家是瞎子，偷子儿换子儿，要不他早输了。没关系的，一点茶叶不值钱的。刚才我侄儿送给我2斤，你拿着吧。好茶能让懂茶的人喝，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太谢谢王爷了，多不好意思啊！要不我也送你一样礼物吧？你好像也不缺什么啊？等我想想，送你一样别样的礼物吧。好，我等着呢。
燕王微微一笑，坚毅的五官顿时变得柔和，犹如春风拂过水面，更添俊朗。萧天爱看直了眼，美男在前，又是个瞎子，不看白不看。花园凉亭，俊男靓女，隔着棋盘款款相对，好一幅唯美至极的画面。楚王赵承安走过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心中意外又惊讶。这位小姐是哪家的呀？以前怎么没见过？云海侯家嫡次女萧天爱，萧二小姐，很热心善良的小姑娘呢。天爱，她是二皇子，楚王赵承安，以后就认识了。参见楚王殿下，臣女无礼，殿下恕罪。无需多礼，难得燕王赏识你。你们刚才干嘛呢？回禀殿下，下棋呢。哦，谁赢了？楚王来了兴致，看向棋盘。燕王爱下棋，只是他眼睛瞎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和他下。刚摆好棋盘，有事走开一会儿。这姑娘倒是厉害，能和皇叔下棋。哎呦，不错，能和皇叔下的旗鼓相当。二小姐棋艺挺高的嘛。他这一夸，饶是萧天爱的厚脸皮也红了脸。高个屁呀，毁了多少步棋，偷了他多少个子，自己都不记得了。能下成这样，完全是欺负他眼瞎。小姐啊，嬷嬷喊我呢，臣女告退。抱着盒子刚要离开，突然觉得袖子里沉甸甸的，脸上顿时纠结起来，脚步停了一下。怎么了？需要本王帮忙吗？啊不，没事儿，谢王爷，脚麻了一下下，已经好多了，告辞，您留步。他这才想起来，吃光了燕王的点心，污蔑人奴才看不起他，克扣他点心，盘子给藏袖子里了。这时候没办法拿出来，只能带走。得亏古人袖子够宽大，他小心翼翼走着，倒是没露馅儿。小姐，你没事吧？没有，好着呢，能有什么事儿啊？太有意思了，这小姑娘真逗啊。承安，你不该这么早回来，我们的棋还没有下完呢。能入了皇叔的眼，这姑娘有什么特别的吗？长得倒是还行，就是有点娇怯，太弱了，养在闺房尚可，娶回来做主母，怕是撑不起一座后宅。只可惜了宣瑶姑娘，你们多好的一对儿啊。承安，慎言，来，接着下棋。待会儿咱们也去看看热闹，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选一个王妃了。皇叔比我还年长2岁，侄儿让您先选哈。太后对你的婚事很是上心呢，我这副样子，别拖累了人家好好的姑娘了，自己陷进这泥潭也就罢了，何苦多一个人受苦啊？皇叔，你别这么想。不说这个，下棋，我说你下，刚才我和二小姐就是这么下的。回到花园，太后和皇后已经回来了，再次召集贵女们说话，这次就在花园里。萧天爱偷偷坐在萧天兰下手，萧天兰瞪他一眼，去个净房都这么磨蹭。刚坐好，没留神，袖子里的盘子滚了出来，咕嘟嘟溜出去老远，所有人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意思啊？盘子要是有意识，肯定会吓得瑟瑟发抖，这么多双眼珠子盯着他瞧，好可怕呀。最后力竭，咣当一声摔在地上，嗡嗡地转了几圈，终于安静下来。可是此时已经滚到太后他们脚下，都不错眼地盯着盘子瞧着，最后纷纷看向萧天爱，他的脸色唰的一下白了。萧天兰也傻眼了，萧天爱，你找死也不是来这里胡闹的呀，别连累我呀。夏疏影一脸担忧地看着萧天爱，太后怪罪下来可怎么办呀？不管萧天兰怎么埋怨他，此时也只能站起来跪下求情。圣妹顽皮冲撞了太后皇后娘娘，
陈女是姐姐，没教导好她，陈女愿意代她受罚。萧天爱也木着脸走出来跪下，只是这一跪，另一只盘子跟着滚出来。相似的历史再次上演，萧天爱爬下去想要抓住盘子，都没来得及，只好趴在地上行了个五体投地的大礼。老天爷呀，降一道雷，劈死我算了！萧天爱这个尴尬哟，死的心都有了。萧天蓝则是恨不得现在就掐死他的好，一次是意外，2次就是故意的了。你进宫是来搞笑的吗？舍妹该死，请娘娘们责罚。别那么紧张，多大点事儿呀？太后，你说是不是呀？萧二小姐挺逗的，你能说说为什么带着2个盘子吗？本宫瞧着像是宫里的东西呀。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这种官窑烧制的盘子很是珍贵，莫非是想偷偷带走？这样的官窑盘子可值不少钱呢。太子殿下到，楚王殿下到，燕王殿下到。3人走进来，给太后皇后请了个安，赐了个座位，这才注意到地下跪着的2个人。这是怎么了？他们犯了什么错？阴冷之中带着懒散的声音响起来，不是燕王和楚王的声音，只能是太子了。萧天爱不敢抬头，不过听声音，太子不像是个好脾气的人。启禀太子殿下，云海侯府的2小姐想偷宫里的盘子，没藏好，当场被抓。既然太子殿下来了，您看着该怎么处罚？颜玉娆是萧天蓝最大的竞争者，才名相貌都不差他。这一次萧天爱丢脸，正好踩着他落井下石。不是的，颜小姐，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你怎么能如此诬陷我妹妹？萧天蓝大着胆子解释，他比萧天爱更了解这件事的严重性。不至于吧，好歹是侯府，再怎么样，爱也不会偷2个盘子的。二太太沈氏和本王有过几面之缘，出手大方，处事得体，她教养的女儿不可能做这种事儿。严小姐有亲眼看到吗？没有根据妄下结论，这是污蔑诽谤，还要承担责任呢。燕王话音一落，所有人都若有所思地看向他。这么娴熟的语气，萧家2房什么时候搭上这尊大佛了？皇叔这么维护他，莫非你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本王回城救过2小姐一命，恩人和被害者的关系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吧？太子作为储君，一言一行关系匪浅，说话可不能这么随意。太子脸色怒色一闪，他可真是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呢。好了，一点小事儿，不管怎么样，萧2小姐这么做都有失体统，举止不够端庄，这事儿就算了吧，你们退下吧。还是偏袒太子给萧天爱打了个标签，举止不端。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吗？萧天蓝此时恨透了这个妹妹，都怪她。哼，皇嫂真够公平的。萧天爱听出来了，太子不喜欢燕王，2个人不对付，甚至到了公开撕破脸的地步，这可不妙啊。皇后被他嘲讽的脸色正红，心中也是怒极，燕王太嚣张了，随即冷笑，一个瞎子而已，看你猖狂到几时。萧天爱抬起头来，小心翼翼的，卑微的像蚂蚁似的，可否听臣女说2句？你说，本宫倒是好奇，你揣着2个盘子，到底打着什么主意？还能说出花来吗？皇后没好气的训斥一句，说破大天。一个举止不端的罪名总是少不了的，臣女还未来得及和娘娘们请示呢，待会儿不是有才艺表演的吗？这是臣女的道具啊，表演需要用到2个盘子呢。臣女以为这样普通的盘子，娘娘们财大气粗，不值几个钱的小事儿，没想着和娘娘们禀告，私自使用了。臣女知罪，任凭娘娘惩罚。萧家丫头说的有理，2个盘子而已，咱们皇宫
什么时候在乎芝麻大的小事儿了？传出去还不够人笑话呢。哦，哀家想起来了，你母亲沈氏可是首富沈家的女儿，当年陪嫁，足足有沈家1/3的家产啊。富贵堆里跑出来的娇小姐，可不在1-2个盘子呢。好了，这件事儿都不许再提了。小贱丫头，既然是你的道具，你先开始吧。表演的不好，哀家可是要罚的呢。谢太后，臣女献丑，不敢说好。先生说臣女的字还看得过眼，想着赋诗一首，这填词白釉盘子，色泽莹润，臣女想把诗词题在盘子上，更有趣一些。没想到会闹出这样的误会，是臣女的错。嘿呀，不怪你，这个主意不错。那就开始吧，考验的可是你的诗才和书法，2样才学呢，哀家拭目以待。众人无话可说，不管是真的假的，谁也不能把小偷的名声安在他的头上。太后都帮他证明了，谁敢质疑太后？笔墨都准备好了，盘子也捡起来摆在桌子上。今日是赏花宴，又有这么多娇俏如花朵的姐妹们，臣女就以花来作诗了。脑子里想着前世的经典诗词，感谢老祖宗的智慧，给了无数穿越者装诗词高人的机会。宫中赴宴花满园，千朵万朵竞芬芳。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萧天爱稍稍改动了一下，这样更应景。簪花小楷工整清秀，不错，好一个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萧二小姐大才，字也写得奇好，力道十足，平时肯定没少下功夫，没有10年8载的练习是写不出来的。论起琴棋书画，整个大宴楚王都是排得上号的人，人称才子王爷，君子典范，读书人之中名气很大。他这个点评不可谓不高。谢楚王殿下夸奖，差点冤枉人家姑娘，多温顺的人儿啊，你受委屈了。来人，拿哀家那副红玛瑙的镯子赏给他压压惊。萧天爱，名字也好听，是个可人。姐是谁呀？这点小场面岂能难得住姐？我可是最机灵的小东西呢，从小和老师家长斗智斗勇练出来的脑袋瓜子，加上丰富多彩的学识，岂能难得住她？皇后和太子的脸色不大好看，只是太后发话了，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忤逆太后，只能忍着。萧二小姐开了头彩，咱们就继续吧。下一个谁来表演啊？咱们是击鼓传花呢，还是毛遂自荐呢？太子说呢？毛遂自荐吧，孤的太子妃要有才有胆量，胆小怯懦之辈可当不起太子妃的头衔。太子很狂啊！臣女颜玉娆，文渊阁大学士嫡女，愿为太子献舞一曲。又是颜玉娆。萧天蓝气地掐着手心，突然脸色大变，他的手指居然酸软无力，使不上力气。这可怎么办？他接下来表演的是琴艺。二妹，陪我去进房好吗？我有点紧张。萧天爱刚才转了一圈，竟顾着陪燕王下棋了，没来得及去。不管他打的什么主意，去了肚子里的存货再说吧。两人悄悄离开，颜玉娆已经开始献舞了。换了一身淡紫色的薄纱衣裳，手挽着长长的彩带，妆容也画得艳丽一些，身姿婀娜。太子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若隐若现的效果是最为引人遐想。且说姐妹俩去了净房，萧天爱浑身舒坦。我有大事跟你说，萧天爱，你必须帮我。呵呵，冷笑的态度很明显。有你这么求人的吗？还必须帮你？你脸大呀！整个侯府的人都对我寄予厚望，
父亲更是花费无数人脉和钱财打通关节。我要是做了太子妃，侯府也能更进一层。你要是不帮我，回去我会和祖母说你是故意的。你想清楚了，二婶在祖母面前的处境怕是更难了。我的手使不上力气，肯定是严玉瑶那个贱人算计的我。待会儿你替我抚琴。你在威胁我？威胁也好，请求也罢，总之你我都是萧家的人，一荣俱荣。我是为了我自己吗？我也是为了侯府好，将来你也沾光呢。太子妃两人你也看到了，脾气暴躁，阴晴不定，这样的夫君，你觉得能得到幸福吗？幸福？咱们这样的府邸，有几个能有幸福的？我只知道，太子妃是我能争取到最好的婚事，只要出了门，我风光无限，谁管你在府里怎么样？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见了我都得行礼问安，伏低作响。包括我，对吗？你就说帮不帮吧。行吧，既然你非要往火坑里跳呢，我成全你就是了。有个做太子妃的姐姐，想必我在洛城也能横着走了。你也记着，以后想欺负我，就想想今天的事儿。萧天蓝点点头，今日这一步走出去，他就有把柄抓在萧天爱手里了，以后想要对付他就难了。可什么都比不上太子妃重要，他只能这么做。他们没发现的是，他们一走，一个穿着藕荷色衣裳的女孩子走了出来，眼里闪过沉思。回到花园里，颜玉娆已经表演完了，现在是徐翩仙表演。她当场绣了一幅双面绣，简单的吉祥纹，面料却是宫里才能用的明黄色，心思不可谓不深。明黄色可是只有皇家人才能用的，这个荷包不管谁收下，都代表了接受它。萧天爱开了眼界，人生果然比电视剧更精彩，争宠的段数一个比一个高，这还没进宫呢，就杀得刀光血影，阴谋算计层出不穷。萧天蓝心中恼恨，薛翩仙这个贱人，小觑他了，心中的压力就更大了。下一位谁来呀？臣女献丑了，请娘娘成全。好，二小姐诗书双绝，想必大小姐不输妹妹。你要表演什么呀？臣女从小练琴，今日就抚琴一曲，请娘娘们多指教。好呀，皇上最喜欢听本宫抚琴。萧小姐既然师从宋林大师，想必也是同道中人。本宫期待萧小姐接下来能带来怎样的惊喜？萧天爱看他怎么演，虽然答应了替他表演，但是本事是自己的，这次之后他休想碰琴了。臣女比不上陈贵妃娘娘万分之一，初次在这种场合下表演，有点紧张，可否用屏风遮挡一下？哎呀，些许小事，抚琴需要平心静气，焚香净手。萧小姐想遮挡一下也是应该的。太监很快派人取来一架屏风，摆好了萧天蓝带来的琴。给姐姐打个下手吧。好吧，姐姐吩咐，妹妹不敢不从的。萧天蓝愣了他一下，他这张嘴就不能闭上？两人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去了屏风之后稍稍准备，一声高亢嘹亮的琴音响起，众人好像看到雄鹰鸣叫，俯冲而下。陈贵妃和楚王顿时直起腰板，寻常琴曲都是由缓入急，徐徐渐进，像是讲故事一样，开端到高潮有个过程，他倒好，上来就是高潮呢。萧天蓝也吓得够呛，他又闹什么幺蛾子？可是又不敢阻止，只能看着他继续抚琴。外面的人看不到，萧天蓝可是眼睁睁看着萧天爱从软糯无辜的娇软小姐瞬间变成杀伐果断的大将军似的，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琴声高亢，一声急过一声，众人犹如置身于万人厮杀之后，心脏都跟着跳动加速，眼前好像浮现出了尸山血海，四处杀机。足足厮杀1刻钟，琴声减缓，却带着缕缕悲伤。
像是百战而还的将士，虽然胜利了，但是死去的将士最终也是回不来了。那种遗憾无奈深入人心，燕王感触最深，双拳紧握。没想到一曲琴音居然能表达了这样深邃复杂的感情，真让人佩服。琴音袅袅，众人久久回不过神来，耳畔好像还残留着那种震撼。好琴，好曲，萧家的姑娘果然不俗。燕王先开口道，率先鼓起掌来，其他人也回过神，跟着鼓掌，兴奋不已。能听到如此激昂振奋的琴声，不虚此行啊！萧天蓝却满心的愤怒和无奈，他弹的这首曲子自己闻所未闻，关键是那么复杂的指法，快速的手指变动，给他10年时间都弹不出来。现在谁都知道自己弹过这首曲子，以后再有人让自己表演怎么办呢？萧天爱缓缓地吐出一口气，饶是他的体力也累得够呛。这是他前世听来的一首秦王破阵乐，原本是几样乐曲合奏才能有这样的效果呢。此时为了让萧天蓝好看，他也豁出去了。大姐，你太厉害了，妹妹好崇拜你啊，有你这样的姐姐，妹妹真的是太开心了。太监上前撤掉屏风，露出萧天蓝难看的脸，萧天爱惊喜崇拜的模样，十足的小迷妹呢。萧小姐，这是什么曲子啊？本宫从未听闻过呢，是哪位大家所作吗？萧天蓝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实在是他一问三不知啊，说2句就得露馅。萧天爱心中解气的很，你以为威胁我帮你弹琴就能得偿所愿了吗？哼，我萧天爱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吗？我能让你享受无上的荣耀，也能让你跌入尘埃，所以不是自己的东西别伸手，后果不是你能承受的。回陈贵妃娘娘的话，姐姐太累了，难以回答，可否稍作休息，再来回禀诸位娘娘？哎呀，看我见猎心齐了，忘了这么高体力的弹奏，确实是很费心神。快扶着你姐姐去休息，以后有的是时间聊曲子的事儿。谢娘娘大度。姐姐，我扶着你，小心点儿。能走得动吗？没人注意到，颜玉娆眼里满是怀疑，脸色阴沉。之后的表演就没有什么出彩的，萧家姐妹成了今日的赢家。至于将来会怎么安排，就看太后和皇后的博弈了。萧天蓝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宴席结束了，小姐们纷纷恭喜她，有酸溜溜的，有极度不服的，莺莺燕燕，吵得人脑瓜子疼。萧天爱抚着额头，突然倒在了一旁。妹妹在家就体弱多病，许是今日劳累过度，撑不住晕倒了呢。府中有她常吃的药，先回府吧。众人原本嫉妒萧天爱的诗书双绝，此时变成了同情，合着是个病秧子呀。这样的身子骨能诞下健康的子嗣吗？天蓝担忧之余也是五味杂陈。他是不相信萧天爱是真的身体不好，估计又是他装出来的，为的就是不嫁进皇家。他拼尽一切为之奋斗的东西，人家视若敝履，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动静有点大，惊动了燕王和楚王，尤其是燕王眉心紧蹙。去请陈院守，二小姐的药一直是他开的方子，这么多天都没治好，他的医术可是不行了。燕王这句话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不少。第一，他很熟悉萧天爱的身体，只给皇上太后等顶级贵人看病的陈院守都给他看过病。第二，燕王很担心萧天爱，甚至因为他对陈院守不满意了，还是秦嬷嬷做事老道，上前掐了萧天爱人中一下。萧天爱咳嗽2声，虚弱地睁开眼睛。这是哪里啊？我怎么了？小姐，您晕倒了，许是今日忘了吃药，太累了。东陵，快扶着小姐出宫去吧。多谢燕王殿下关心，小姐是老毛病了，不敢劳驾陈院守，老奴等告辞。好吧，仔细照顾好小姐，需要什么来本王府里找。
小姐可是我救回来的，她要是不好，我的心血岂不是也白费了？秦嬷嬷再一次扶了扶，匆忙离开。楚王眼中满是趣味。皇叔，你对这位二小姐关心过头了呀？莫非……别瞎说，我倒是没什么，坏了人家姑娘名节，可就是大罪过了。走了，我也回府了，你自己玩去吧。皇叔，你打发小孩子呢？我还想去你府里蹭饭吃呢，咱们俩光棍儿凑一对过呗。呵呵，滚蛋！谁喜欢跟你过呀？找你的美娇娘去。我可没什么美娇娘，皇叔，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人，比父皇都亲。太子还留在皇后宫中，外面的事儿很快有宦官进来禀告。皇儿，萧家大小姐就不错，咱就定下她行吗？太子把玩着手里的玉佩。什么事儿啊？母后怎么不跟我说说呢？没什么，那个二小姐身子骨弱，还没出宫就晕倒了。你皇叔好像挺紧张她的，些许小事不值当一提。哦，皇叔紧张她，那我可要好好看看。他可是有个首富外公呢，比起老十子云海侯，姑更看重沈家的财富。只是个外孙女，又不是沈家的人，沈家会在乎她的吗？母后看你就是想跟你皇叔叫板，他在乎的东西你都想抢回来。你是太子，至于跟个瞎子较劲儿吗？没得让你父皇不喜。听母后的话，皇位重要，等你继位，想怎么收拾他，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他只是瞎了，又没死呢，姑这口气就咽不下，不就是打了几年仗吗？宣瑶居然为了他如此待姑，他不死，宣瑶不会死心的。说到底还是为了那个狐妹子。你要是还这样执迷不悟，母后现在就派人弄死那个贱人去。勾得我皇儿如此荒唐，母后岂能容他？好，你容不下他，喜欢谁你就娶了谁，姑没意见，反正都是女人，除了宣瑶谁都一样。母子俩因为婚事不止一次争吵，太子拂袖而去，皇后气得心痛。沈氏和萧斌早早等在门口，看到他回来，心肝柔儿地喊着，一人一边。哎呦，脸色这么差，进宫不顺利吗？小姐都晕倒了呢，中午没办法喝药。哎呀，赶紧熬上呀，以后再不去了，我家爱爱这么弱，无福消受啊。萧天蓝跟着下来，嘴角泛着冷笑。二房一家子都这么蠢，一辈子成不了气候。侯夫人也派了贴身嬷嬷等着她，没有亲自去等，毕竟她管理一大家子，事情多得很。萧天蓝虽然看不上二房的不上进，却也羡慕他们一家子的感情。他家是长房，看似荣耀，其实内里自己清楚，一家人冷漠得很，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亲情。眼神中闪过一丝落寞，很快消散，跟着嬷嬷回大房，还有大事和侯夫人商议。萧天爱眼尖，看着秋文走路不大对劲，裙子上好像有血迹。安抚好父母，喝了药，洗澡换了衣裳，整个人又活了过来。你去查查大小姐身边的秋文怎么了，身上可是有伤？不用查，肯定有的呀。小姐以为谁都像您这么好脾气，从不责罚下人。侯夫人和大小姐都有拿丫鬟发泄的习惯，秋文身上就没好过。夏玲啊，你这话有歧义哈，还发泄呢，开车可不好。什么开车？奴婢没有啊。我的梗无人能懂，寂寞如雪呀。找些上好的伤药给秋文送过去，也是个可怜人。好嘞，小姐心善，秋文肯定会感激小姐的。
奴婢发动3寸不烂之舌，定会把秋纹收买到咱们这边。以后大小姐要是使坏，咱也好提早防范呀。小机灵鬼，就你聪明，去吧，拿点糕点糖果，受了委屈吃点甜的，心里就没那么苦了。赏花宴过去了，所有人最关心的就是太子妃的人选，只是久久不曾定下来，各府都忐忑不安，挖空心思去打探消息。不管怎样，萧家姐妹这次进宫结果还是非常好的，贵人们都很赏识。只是二小姐身体弱，未出宫就晕倒，有点可惜。太后特意派了御医来诊治，赐了不少补品。有了养病的借口，萧天爱终于能睡到自然醒了，不用早早起来去给老夫人请安，和大房内2人相看两相厌。殊不知皇后都要气死了，萧天兰做太子妃，太子没意见，侧妃选了颜玉饶和顾琳琅，林倩倩不出意外得了个良娣的封号。只是到了太子那儿，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要把萧天爱也纳进来。庶妃也罢，侧妃换一换也行，要是正妃也没意见，非他不可了。不答应他的条件，这婚他也不着急结了。皇后听了他的要求，狠狠摔了茶盏，还是为了和燕王怄气。他对萧二小姐关心过头了，只要是他在乎的东西，太子就必须要夺在手里。何况二房很疼爱这个女儿，能乐意做个妾室？要是做太子妃，她那个身子骨能撑得住吗？太子打小就泡在蜜罐子里长大的，要星星不敢给月亮，任性跋扈惯了，这辈子唯一吃过的亏就是在施宣瑶身上，看燕王那是格外的不顺眼。太子直接钻了牛角尖儿，要不是燕王战功赫赫，又是他的长辈，早弄死他了。休养了几天，补药又是不要钱似的往肚子里灌，不死皮突飞猛进，牛皮境界大成，隐隐要突破到铁皮境界。到了那个时候，徒手接白刃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哎呀，果然习武还是靠着钱堆起来的。在屋子里闷了这么些天，课也没上，都以为他卧床休养呢，礼品倒是收了不少。小姐，不如去花园里转转，老闷在屋子里也是不行的。您要是累了，奴婢让人抬个轿子来。萧天爱其实是在积攒体力，一举突破到银皮境界，身子好的能打死一头牛。好吧，那就出去转转，不用轿子了，晃得我头晕。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地走到偏了一些，一阵尖利的骂声从假山后传来。让你跑，害得老娘一阵好找，伺候你这么个倒霉玩意儿，老娘倒了8辈子血霉了。说，以后还敢不敢乱跑了？哎呀，累死老娘了。紧跟着是一阵拍打声，估计是动手打人呢。萧天爱很是意外，在府里还有这种事儿，心中好奇，走过去看了一下。大胆，你是哪一房当差的？何故打人啊？哎，小姐恕罪，惊扰了小姐的雅兴，奴婢该死。老奴是大房当差的，侯夫人的陪嫁嬷嬷，马上就走。慢着，这位哥儿是谁？这不好说吗？有这么难以启齿？大伯娘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孩子，你来说，他为什么打你？你又是谁呀？不该说的别说话。你不会说话吗？我是府里的二小姐，需要我帮你吗？你是大房那个庶子？天哪，怎么弄成这副模样？大胆刁奴，庶子也是主子，岂能有你一个奴才肆意打骂？大房还有庶子，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侯府世子是萧天兰的胞兄，在外求学，很少回来。大房虽然有2房妾室，但是都没有生养，哪里冒出来这么大一个庶子来？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个姨娘还是侯夫人的陪嫁丫鬟，不过生了孩子，身体不好，挨了2年就去了。
侯夫人说是养在西夏，这么多年大家未曾见他露面，大多都忘了这号人呢。要不是今儿个咱们碰到，奴婢也想不起来。我饿得受不了了，想找点吃的，不是有意冒犯你的。二小姐，这是大房的事儿，您一个闺阁小姐，不好管长辈院子里的事儿。我刚准备好饭菜，哥儿就不见了，这不着急吗？老奴这就带他走，不让他污了您的眼。萧天爱眼神一怒，抬起一脚，直接把他踹倒在地上，痛得他哎呦哎呦躺着叫唤。看着萧天爱的眼神没了之前的轻慢，多了一些畏惧。哼，好你个老刁奴，你欺负哥儿还拉扯本小姐，这是我弟弟，被你搓磨成这个样子，你当本小姐眼瞎吗？我何曾说过他碍眼了？怕是碍着大伯娘的眼了吧？东陵，带着他，咱们去给祖母请安。我倒要问问，堂堂侯府就是这样对待府里的少爷的吗？二小姐，还是不要闹大的好，家丑不可外扬。何况这是大房的家务事，咱们插手不占道理。嬷嬷说的我自然懂得，就是因为抱着这样的心思，老刁奴才敢这么欺负他。哪怕他不是府里的少爷，只是个普通少年，我也不能不管，事关正义原则。再说，我需要在乎大房的想法吗？秦嬷嬷神色复杂，像是重新认识的他，只好让开了路。东陵喊来丫鬟，扶着少年去了老夫人院子里。二小姐好，这时我要见祖母，见了她自会解释的，还请嬷嬷通传一声。孙女见过祖母，多日未来给祖母请安，很是惦记。祖母身子可好？比你都结实啊，3天2头病着，只要你没事儿，老身就更好了。他是谁呀？祖母仔细看看，可曾觉得眼熟？贺嬷嬷，你去吩咐厨房准备点好刻画的粥饭，待会儿给他吃，孩子饿坏了呢。少年看着桌子上的糕点，咽着口水，眼里都冒着绿光了。先吃点垫垫吧，喝点水，别噎着。少年狼吞虎咽地吃着，老夫人很是不悦，只是仔细一看，心中惊疑不定。二丫头，你从哪儿找来的人？还不说实话，你想急死祖母呀？祖母这话问的，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自然是在府里找到的呀。她还被伺候的婆子又打又骂的，孙女最见不到这个，多问了几句，没想到里面的事儿可多着呢。祖母，你也看出来了，她和府里的少爷长得有5、6分像呢，尤其和大伯，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不为过。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啊？哎呦，天正，是樱桃上的那个树子。夫人不是养在西夏吗？有段时间生病了，送去庙里祈福休养，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贺嬷嬷是老夫人最信任的嬷嬷，伺候她快1辈子了，对府里的事情比萧天爱都清楚。去把那个毒妇给老身找来，我可怜的孙儿哟，让他看看他做的什么孽。侯夫人回到自己院子，眼皮子一个劲儿的跳，心慌意乱的。难道是天蓝的事儿不顺利？哎，我这心总是不踏实，好像有大事要发生呢。萧天正这个庶子早几年都忘在脑后了呢，看一眼都恨不得掐死他，怎么会想养在身边？夫人，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趟。唉，这才刚回来，有什么事儿啊？奴婢不知，夫人去了就知道了。知道了也不告诉你，又不是你的奴才，你使唤谁呢？侯夫人也不敢耽搁，带着人就去了老夫人这儿。看到萧天正，哪里弄来的野孩子呀？没得脏了母亲的地，母亲找我来，难不成就为了他啊？听他这么一说，老夫人更生气了，拿起茶盏就砸在他身上。你给我跪下！当年怪我瞎眼在，怎么就给老大挑了你这么一个毒妇啊？
野孩子，你巴不得我侯府的少爷都是野孩子，就没人跟你争家产了，对不对？这个家落在你手里，迟早得完。母亲，你消消气儿，儿媳哪里做错了？您给我机会改，欺着您的身子，儿媳万死难赎其罪。说话间，沈氏和3房、4房的太太都来了，都一头雾水的，不过看着侯夫人挨训，眼底都闪过几丝快意。请安坐下，侯夫人更是尴尬羞愤，一向高高在上的她，此时跪在地上让妯娌们看热闹，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萧天兰也赶来了，跟着跪在地上。祖母，母亲可是一家主母，有话咱们好好说，别气坏了您的身子。他巴不得气死我，就没人管着他，侯府就是他的了，想怎样就怎样。盼这一天，你怕是盼了许多年了吧？天兰，祖母疼你，可你娘做的事儿，真不叫人事儿。你看到那个少年了吗？侯府的3少爷，你的亲弟弟。你娘说，养在膝下，就是这么养的。你要是看他碍眼，老身自己养，用得着装贤惠大度，差点毁了孩子。侯夫人猛然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天正。萧天兰也是一脸的惊愕，这个弟弟她有印象，不过好多年过去了，她早忘了自己还有个庶出弟弟呢。母亲，不是这样的，儿媳有派了奴才照顾他的呀，还是我的陪嫁嬷嬷最信任的人，就怕伺候的不周到。儿媳承认这些年是忽略了他，但是吃食用度未曾有丝毫克扣，请母亲明鉴。就是大伯娘让好嬷嬷打骂天正，您是没见着，还做成什么样了？养恩大于生恩，侯府的血脉，大伯娘怎么能忽略呢？她可是喊你一声母亲呢，逢年过节的就没有想过她一次？也就这孩子命大，能活到这么大。天爱，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大嫂，你理亏词穷，也别拿孩子撒气啊。长辈要有长辈的样子，你做的这些事儿，哪里配得上他一声长辈了？别吵了，孩子，你说说，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的？萧天正神色怯怯的，像是受了惊的小兔子似的，浑身颤抖，居然爬到萧天爱脚下，依赖地看着他。这里的人只有这个姐姐最好了，其他人都好凶啊。萧天爱头疼，你来我这儿几个意思啊？祖母问你话呢，你就是说每天吃的什么，住在哪里，有没有读书啊？吃的只是稀粥，一天就1顿。嬷嬷说了，饿不死就行。我是丧门星，谁都不喜欢我呢。读书是什么？我不知道。唉，可怜的孩子呀，府里的奴才都不至于吃这种苦。太太，我记得您给过我包子吃，那是我吃的最好的一次了。您是除了姨娘对我最好的人呢。沈氏都忘了多久之前的事儿，她居然记得这么清楚，沈氏心更酸了。好孩子，以后饿了就来找婶婶，婶婶管你吃饱啊。真的吗？萧天正眼里满是惊喜，又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生怕是自己听错了。母亲，我没有，肯定是奴才自作主张，私自克扣，我真的有养他呀。侯夫人不甘心地辩解，小畜生这个时候冒出来，这是要毁了他的大事啊。天兰正是选太子妃的重要关头，府里不能有任何不好的事情传出去。母亲，媳妇儿知错了，是我疏忽了这个孩子，您要是罚我，我都认。只是母亲，等太子妃的人选定下来，媳妇儿任打任罚，绝无怨言。老夫人脸色阴沉，闭上眼睛思考良久。罚他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太子妃的位置。
侯府一步登天的机会不能有闪失。沈氏，这孩子跟你和天爱有缘，你受累，养在身边吧。老夫人最终开口做了这个决定，这是要按下这件事，一切以太子妃为重。母亲三思，爱身体不好，我整天照顾她都忙不过来，可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呐，还请母亲收回成命。沈氏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儿，这孩子要是到了二房，外人还不定传成什么样子呢。老爷的外世子都敢说，他才不愿意为大房背这个锅呢。老夫人脸色难看得很，沈氏可不是面团子，任由他搓扁捏圆。这样吧，祖母，给他单独安排院子，派您信任的人伺候着，就说是大伯养在乡下的孩子认祖归宗了。母亲和我抽空会帮着照顾的，毕竟是一大活人，责任重大，我们也不敢随便揽在身上呀。老夫人沉默片刻，最终只能认可这个办法。这笔账先给老大家的记上，以后再收拾他。一个数字而已，这样安排也没错。萧天爱拉开了这出戏，又亲自画上了结局。看似光鲜富贵的大家族，人情冷暖更加淡薄，怕是除了这个孩子的生母，无人真正关心过他。哪怕他的亲生父亲也忘记了自己还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老夫人倦了，对侯夫人是失望至极，看着就心烦，挥手就要打发了众人。祖母，那个刁奴怎么处置啊？这孩子是你发现的，就跟你有缘，你说呢？跪在地上的侯夫人猛然抬头，眸子底下的怨恨怎么都掩饰不住。萧天爱才不在乎他怎么想，自己做错了只会怨憎别人，你倒霉的时候还多着呢，账毙了吧。好，就依你。祖母抬爱了，孙女不过是按照规矩来的，虐待主子，残忍刻薄，千刀万剐都不为过，留他一个全尸已经是侯府心善了呢。哎呀，我头有些痛，孙女告辞了，孙女告退了。沈氏让人扶着他，三房四房也纷纷告退，那孩子却拽着他的袖子不肯松手，眼底满是依赖。暂时安置在母亲那里，等安排好的新院子再送他离开，毕竟是半大孩子，养在女儿院子里也不合适。萧斌父子前后脚回府，看着屋子里多出的孩子，都是一头的雾水。此时的萧天正已经洗干净换了衣裳，白净漂亮，还是个小帅哥呢。这是谁啊？和咱们家人还有点像呢。爹，不会是你养的外世子吧？萧天洛被父母嫌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张嘴什么都秃噜。哎，不会说话就闭嘴。你爹我是那样的人吗？妾室老子都不稀罕，会养外室。有你母亲，此生足矣。当着孩子面呢，瞎说什么？正经点。你俩秀恩爱回房间里去，还没吃饭呢，你以为都看饱了？弟啊，姐给你找了个小弟，开不开心？意不意外？姐，咱能不卖关子吗？惊吓倒是有，惊喜却没多少，到底怎么回事啊？萧天爱添油加醋地说了他的凄惨遭遇，萧天洛握着天正的手，眼圈都红了。云海侯回府被老夫人喊过去，教训了足足1个时辰，灰头土脸地回到院子里，满肚子的火气都撒在侯夫人身上。大房的争吵声足足吵到半夜，萧天兰隔着院子都能听到父母的争吵，一阵心烦意乱。这样的家他是一天都不想待下去，只要做了太子妃，无上的尊荣等着他呢。不得不说，有时候蠢点儿过得更开心，他倒是会做美梦。第二天，侯夫人亲自去见沈氏，带了好些礼物，话里话外是要把萧天正接回大房去，他敢不接，云海侯都敢休了他。不过就算是这样，云海侯都没露面，没有安慰这个受了诸多苦难的庶子，更在乎的
是他的面子。萧天爱听着夏琳说的那边的情况，端坐在梳妆台，丫鬟伺候他梳头化妆呢。昨天萧天洛又说起买马的事儿，今天要出门去帮他看马。至于他懂不懂相看马不重要，重要的是出去玩。我又不是奶妈子，干嘛要哄着他睡啊？一晚上愣是没睡好。不行，今天说什么也得让他自己睡，老睡我屋子，像什么话呀？他初来乍到，没有安全感，自然需要人陪了。过几天安排好院子，就让他回去。不过奴才们伺候的再好，终究是奴才，需要家人的关心。你多费点心，长大了你们兄弟也能互相帮衬。平白捡这么大一弟弟，多好的事儿啊！好事你咋不留着？就会骗我。萧天洛嘟囔着，总觉得自己掉坑里了，稀里糊涂他咋成了自己的事儿了？成啊，让他住我这儿我也没意见。萧天洛打了个哆嗦，就是亲姐弟，8岁就分开住了，娘要是知道了能扒了自己的皮。当我什么都没说。三人也没吃早膳，去外面吃去。萧天洛知道一条早餐一条街都是卖早点的，什么烧麦、肠粉、阳春面等等，都是老字号铺子，各地的美食汇聚，只有你没听过的，没有你吃不到的。走到大门的时候，管家招呼伙计往院子里抬着一个个盒子。这是买的什么呀？像是瓷器盒子，府里添置这么多瓷器干嘛？启禀二小姐，都是茶具，库房缺了不少，得补上。哦，茶具啊，我看看。哎呀，这是汝窑的天青一色，这是钧窑的三彩，都是好东西呢。我说管家，真没有必要采买这么好，反正也是被砸的命，多可惜啊！想必你更清楚大房这段日子砸了多少茶具了吧？管家讪讪一笑，拱拱手不说话。这事儿又不稀奇，满府的下人们不说，心里却门儿清得很。萧天兰也恰好出门，听到他的话，顿时怒了：萧天爱，背地里编排我们，这就是女婿的规矩。大姐怎么说的？我不过是实话实说，难道这些茶具都是我家用了吗？明儿个去给祖母请安，咱们说道这件事。侯府是所有人的家，可不是你们一房的。虽说有点家底，可架不住这么糟蹋的吧？你……萧天兰气得说不出话来，真是见鬼了！以前在自己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嘴皮子开了光似的，张嘴就噎得人难受。哼，少装好人！你杖毙奴才的时候可没一点心软，手上沾着人命，睡觉就不做噩梦的吗？大姐可真长了一颗生母心，也不心疼被搓磨那么多年的弟弟，倒是心疼一个虐待弟弟的刁奴了。要说后悔吧，还是有那么一点的，没能斩草除根，连那个老刁奴的家人一起收拾了。我真是心太软了呢，下次可要吸取教训了呢。我要是大姐啊，就不会这么对我，除非你将来打死也不会来求我。天正啊，过来，这可是你的亲姐姐，以后见了嘴甜点儿。大姐这么善良的人，肯定会赏你一些好东西的。对了，初次见面，大姐对弟弟没点表示的吗？萧天爱招呼天正上前，少年脸上满是抵触，歪着头不想喊人。萧天兰眼神闪烁，想起他弹奏的那首曲子，心中有些后悔，怎么就按捺不住性子，看到他肚子里的火气就止不住的往上拱。自从他找山贼劫走了他，每一次看到他就恨不得彻底毁掉。这就是做了坏事之后的心虚在作祟，每一次见到他就会后怕心虚，只有他消失了才能过这个坎儿。今日出门没准备，改日给弟弟补上，咱们走。萧天兰匆忙离开，背后还能感觉到萧天爱戏谑的眸子，一阵阵的懊恼，还带着深深的无力感。到了米园街，老远就闻到香味儿，萧天爱顾不上教导弟弟，
肚子咕咕叫，掀开帘子往外瞅，还有吃肉，多多的肉。小姐，回去带好了木梨再下来。萧天爱也不去茶餐厅，就挨着摊子吃。萧天洛很快就饱了，萧天正却是来者不拒，跟萧天爱有的一拼，两人的肚子都跟无底洞似的。秦嬷嬷早被东林拉着排队，管不着他们。萧天洛去买糖葫芦，付钱的时候才觉得不对，他怎么成小厮了？以前伺候他姐一个，现在还多个弟弟，这日子越过越回去了吗？二小姐，我家王爷有请。你家王爷？哪位啊？他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的吗？萧天爱看他五官周正，身板挺直，浑身充满军武气息，大概知道是谁了，但是不能轻易开口。你请我就去，我不要面子的吗？小姐勿怪，卑职的错，没和你讲清楚，我家主子是燕王殿下，有件大事事关小姐，务必请小姐一叙，就在对面茶楼。等我弟弟回来一起过去吧，歇歇脚，蹭顿饭吃。宋岩峰好脾气笑了笑，心里却在吐槽，你刚才吃了3个包子，1碗肠粉，还有2个牛肉烧饼，还要蹭饭，二小姐莫不是个饭桶？萧天洛举着7、8串糖葫芦回来，人人有份。萧天爱顺手接过，递给宋岩峰1串，辛苦将军了，送你吃。燕王请咱们吃早点，空着手不好，就拿它当礼物啦。姐，你别寒碜人了，谁拿这玩意儿当礼物的？丢不起那个人。礼轻情意重，燕王是那种在乎钱财的俗人吗？别小瞧这个东西，我敢打赌，他不一定吃过。你说，你们主子吃没吃过？我送他吃，会不会失礼啊？不会，哪怕一棵草，只要小姐相送，都是一份心意。瞧瞧人家，不愧是王爷的人，就是会说话，学着点啊。许志安看到宋岩峰举着糖葫芦，哈哈笑了起来。宋将军，请问你几岁？宋岩峰面无表情，这位二小姐不走寻常路，他能怎么办呢？不过可以留给他来应付，看他还笑不笑得出来。我去茅房，你送二小姐进去，跟着伺候吧。许志安没多想，快点回来，别想偷懒。等他看到满手举着糖葫芦的萧天爱出现在面前，笑容有些僵住。二小姐好，王爷等着您呢，请进。这面有份儿，很好吃的，将军当差辛苦啦。轮到许志安僵硬着脸色。萧小姐来了，冒昧请你来唐突了，请坐。萧天爱坐在他下手，糖葫芦放进盘子里，取下1颗没有核的，夹在他面前。没关系的，上次在宫里王爷帮我说话，还没有谢过王爷呢。买了点好吃的，燕王尝一下，聊表心意嘛。燕王虽然眼瞎，但是行动没问题。习武之人60敏感，自己可以吃饭。塞进嘴里尝了尝，僵硬了片刻。好吃吗？好吃，谢过萧小姐了。说正事儿，太子欲纳你为侧妃，你怎么看？什么？他有病吧？太子妃呢？太子妃选的是谁啊？静姐，你们姐妹一正一侧，皇后觉得是一段佳话。加你娘的头啊！萧天爱都想现在就去打爆太子的狗头。萧姑娘人品才华俱佳，与人做妾，想必小姐是不愿意的。死也不愿意啊！既然如此，本王会帮小姐解决这件事儿。说来惭愧，萧小姐这次是受本王连累了，太子本意是想对付我呢。因为是家小姐，王爷的青梅竹马白月光，为了拒绝太子，出家做了道姑那个。白月光？哎，就是心中的挚爱，唯一的那个人，大家都这么说。大家说是就是吧，只可惜了宣瑶大家闺秀，锦衣玉食，今日却落入道馆受苦。萧天爱挺同情他的，战功赫赫又怎么样？
眼瞎了，爱人出家了，好惨一男的。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掉太子，他都装病了，还不肯放过。我会请皇兄出面，不让太子胡来，皇上总会给我几分面子。用得着惊动皇上吗？要不我偷个人，名声坏了，太子总不至于给自己戴绿帽子吧？萧天洛一口茶喷在地上。姐，亲姐，可不敢闹着玩，爹娘的脸也没了。从长计议，燕王殿下肯定有主意的，你别添乱。领地说的对，本王不会让小姐名节有亏的，将来还要许配一户好人家呢。哎呀，我身子弱，性子软，有点门第的人家都不会娶的，长不了家，生不出孩子，去回去当祖宗供着吗？反正我没想嫁人，名声什么的也不在乎，恶心太子一下也不错。真不用，太子睚眦必报，会报复整个侯府呢。你大姐这个太子妃也保不住啊。哼，大姐还没做太子妃呢，眼皮子都翻到天上去了，这要是给她做了，还不得上天啊？上面俩婆婆，下面侧妃妾室一大堆，萧天蓝的脑子能玩得转才怪。他自认为的福窝，其实是个巨大的火坑。可不管怎样，也是太子妃，足够他嘚瑟摆谱的。萧天蓝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太子妃，还得问问萧天爱答不答应。燕王看他不说话，以为他在担心自己的婚事，心里有些愧疚。不如趁着此时未曾定下来，我为小姐择一门好亲事，名花有主，太子总不能夺人之妻啊。而且他知道我对你无意，就不会这么执着地针对小姐了。啊，燕王可有人选？公侯伯这些爵位之中，选个品行不错的次子，本王亲自保媒，还是没问题的。不能做当家主母，可以做个嫡次子的正室，过些简单的日子，倒是挺适合他的。先谢过王爷了，容我回府和父母商议一下，毕竟婚事需要父母做主才行啊。好，本王静候佳音。正事到此商议定了，萧天爱又想起蹭饭的事儿。王爷，吃早膳了吗？没呢，小姑娘不介意，一起吧。不介意的，燕王别想我们人多闹得慌就好了。说起来，我被太子惦记，还是被你老人家给连累的呢。哎呀，无妄之灾，挺冤的呢。燕王手指顿了顿，本王不过24，很老的吗？这可真是一个不愉快的话题。对不住了。没关系，王爷也是受害者，咱们算是一条线上的人了，理应共同进退，和恶势力抗争到底。不过呢，咱们已经是自己人了，之前我母亲送您那些钱。萧天爱看到燕王，就想起自家那10万两银票，500万呢，要是能要回来最好了。什么银子？有这事儿吗？萧天爱给噎了一下，装傻呢？这就是不想还了？谈钱果然伤感情，没法继续了。是吗？或许是我记错了。啊，小二呢？你们店里的招牌菜都有什么？挨个上一份。要不到钱，只能好好吃一顿了。萧天爱跟霜打的茄子似的，需要美食来抚慰。他没注意到燕王喝茶的嘴角都快翘到耳朵根了，心情大好。这家茶馆虽然不是专门的酒楼，大厨做的几道补汤还是很好喝的。萧天爱喝了一盏党参鸽子汤，一股暖流从丹田升起，浑身的肌肤顿时紧绷起来，银皮境界竟然在这个时候突破了。啊，我吃好了，你慢慢吃吧，我就告辞了。燕王自然看出他这是借口，小姑娘的胃口他可是很清楚的，还特别爱吃，满桌子茶点羹汤都没咋动呢。后会有期，
严峰，送送萧姑娘。萧天洛也有些意外，不过姐姐的话听着就是了，扶着她行礼告辞。萧天王有样学样，眼神还流连地看了糖葫芦一眼。包厢里只剩下燕王，他摇着头笑了笑，居然拿起碟子里的糖葫芦，咬了一颗，慢慢吃着。倒是会省钱呀，不过味道还不错。按说沈氏不该缺了他的花销，还惦记着那些钱，只能说这姑娘会过日子。想起他要钱被自己装傻拒绝，心里肯定很憋屈。燕王有种欺负小孩子的恶作剧感，感觉还不错。洛城权贵之中，适龄的嫡次子，未婚的优秀才俊，收集一下。小姑娘怪有意思的，本王送她一场好姻缘。是，卑职马上吩咐下去。萧姑娘瞧着娇娇柔柔的，胆子可不小，卑职就没见过哪个姑娘跟主子说话一点不怵的。说来也是，她可不怕本王。心思有些恍惚，他10年征战，身边的女人少得可怜，等这次回来，每一个见过他的女子都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喘，好像他是洪水猛兽似的。甚至市井流传，燕王眼若铜铃，口若血盆，身若蛮熊，浑身黑毛，生猎敌人，甚至食其肉饮其血，西北蛮夷惧畏他的凶残，才会纷纷退兵。且说萧天爱回到马车里，屏退了下人，往罗马市集出发。路上需要1个时辰，足够他打坐调息，恢复正常的。终于，一道耀眼的荧光闪过，随即恢复正常。萧天爱猛地睁开眼睛，走到哪儿了？还需要多久？禀小姐，快了，再有1刻钟就到。那小子，找死啊！快停下看看小姐，伤着小姐，你们几条命都不够赔的。哼，下来！只听一声怒喝，骏马嘶鸣一声，居然被人拽着前蹄，硬生生落回到地上，马脖子也被人箍住，一动不敢动。天哪，太猛了！真正是移动操作猛如虎，硬是用蛮力解决了一场危机。小姐，您没事吧？我没事，这是……小姐，都是他突然跑过来，马受惊了，差点害了小姐。不过也是他控住了马，没有出意外。您看怎么办？小的一时莽撞，冲撞了小姐，还请小姐恕罪。你真的是用手控制住我家的马的？行啊，厉害了，练过武艺？小的自有家贫，这一身力气是天生的，从小就比别人力气大，不过吃的更多，爹娘都给吃穷了，只能独自出门讨生活。小姐若是看得上小人这身力气，小人愿意肝脑涂地，只要能管饱饭就行。萧天爱兴趣大增，这小子是个人才，天生神力不说，这手变脸的功夫就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大胆，小姐身边岂能用你这种来历不明的人？小姐，咱别被他给骗了，油嘴滑舌，不像老实人。小的莽撞了，嬷嬷勿怪。冒昧问一句，你们这是去哪儿啊？这一片我熟啊，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我叫方大勇，您可以去打听，谁不说我方大勇讲义气，做事稳妥？我们不需要，经了马的事儿就算了，你可以走了。好吧，多谢小少爷。慢着，你对罗马市熟悉吗？会挑马不会？小姐找我可就找对了，小的10岁就在马堆里混，任何一匹马打眼一看，小的就能说出它的年龄、品种、身体情况，保证让小姐买到最好最便宜的马。不瞒小姐，小的平时就靠着帮人看马赚些嚼用，很多老客户直接来找我呢。行吧，带路吧，要是买到合适的马，本小姐有赏。谢小姐，您就瞧好吧。东陵这次说什么也不敢让萧天爱自己在马车里了，陪着他上了马车，要是有个意外，他也好帮小姐做个人肉垫子呀。很快到了罗马市集，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马粪味儿。
小姐，这么臭，你干嘛要来这种地方啊？萧天爱也低估了这里的环境，这里不仅卖马，还有各种牲口，相当于洛城最大的畜生交易地，味道自然好不了了。小姐，小的有相熟的贩子，您可以在外面的院子里等。您说想要什么样的马，小的让他们牵来给您挑。就这么办，你小子还有点用啊。院子打扫得很干净，马贩子们也都知道那些贵人是不愿意进去，想出这样的办法来招待客人，自古以来商人都是最精明的。很快，方大勇领着几个马贩子，每个人都牵着几匹马走进来，每一匹都高大神骏。萧天洛爱不释手，挨个看过去，挑花了眼。萧天爱也跟着看，其实也不懂，就是看热闹。方大勇，你看哪一匹好？要温顺的小母马。我不要温顺的，要日行千里，神骏非凡，方能显示本少的英俊潇洒。细胳膊细腿的，你确定能拿得住？摔断了脖子怎么办？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我付钱就听我的，要不咱就别买了。别介啊，都听姐姐的。萧天洛依依不舍地拍着一匹高大的青色骏马，被他一拍，凶恶地秃噜一下嘴，吓了萧天洛一跳。哎，姐，你看看他还敢凶我，别落到我手上，1天3顿打，看你还敢不敢。行啊，就照你说的，买了，1天3顿打。马贩子面面相觑，贵人的心思他们实在是看不懂，居然买回去打着玩，就为出口气。小姐，这匹马是真正的西凉马，最少也得800两银子，您可别跟畜生一般见识，一般人训不来，还没有被人骑过呢。算了，姐，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就是他了，弟弟啊，你刚才不还想要神骏的马吗？姐满足你。萧天洛能怎样？他能说我又不想要了吗？这马瞧着就凶，自己这小身板能扛得住吗？亲姐的死亡凝视，让他只能点头答应了。咱也纨绔一回，买匹马回去打着玩。方大勇大喜，想不到这位小姐这么大手笔，这一单他能提不少钱呢，又能买点肉带壶好酒喝了，今儿个运气真不错。原以为逃不过虎头帮那帮杂碎的手心了，想不到遇到贵人还能赚了一笔。再找一匹小马驹来给我小弟骑。我可不可以要一匹成年的马？小马驹又不能骑。你还小，小马驹不仅仅是给你骑着玩，是让他陪着你长大的，你亲力亲为的照顾他，以后他会是你最忠心的小伙伴。很多时候动物比人都可靠。谢谢姐。除了大青马贵一些，小母马和小马驹都不算贵，1000两银子搞定了。没有做成买卖的马贩子有些失落，不过萧天爱每人赏了1两银子，没有让他们白跑，皆大欢喜的走了。小姐少爷买到了心仪的马，小的也功成身退，告辞了。不忙，说说吧，那帮人为什么追你？他们是什么人啊？方大勇惊讶地看着他，没想到他连这个都知道。他们是虎头帮的人，只要在罗马市里讨生活的人都得加入他们，说白了就是收份子钱。不仅是这里，整个洛城的闲散江湖人都得交。我和几个兄弟都不乐意，和他们打过几次，赢了几次，可这次虎头帮找来了洛城3怪出手，铁了心要弄死我，还要谢谢小姐帮我解围。虎头帮？天子脚下还有这样的帮派，朝廷也不管管？小姐有所不知啊，任何地方都不缺少这种黑暗势力，他们给官府都上了孝敬，打点好关系，谁会管啊？何况我们这些闲散游民，朝廷根本不当良民看，有他们管着还能减少麻烦，官府自然是睁只眼闭只眼了。这样子啊？啊，你说你还有几个兄弟混得还不错嘛？小姐见笑了，勉强能填饱肚子，我们倒是想做个良民，可一没有手艺，二没土地，还不认字儿，只能这样混着了。重赏，以后多小心些，只要活着总会有希望的。东陵赏给他5两银子，方大勇拿着感觉有些烫手。
虽然看不清楚小姐的脸，但是能感受到她眸子里的关切。这一刻，他生出了誓死效忠的念头。可看到秦嬷嬷绷着的脸，想起自己这样的野路子，连给人小姐提鞋都不配，深深鞠躬，转身大步离开。心寒着新买的骏马都不坐马车了，牵着走，折腾一场，到了午膳时分。洛城最有名的酒楼樊楼就在附近，萧天洛带着他们去尝尝樊楼的美食。还是没到地方，迎面走来几个贵公子，骑着高头大马，手里拿着折扇，头戴金冠，真正的鲜衣怒马，富贵金傲的气息扑面而来。萧天洛看到他们几个，脸色却变得难看了几分。武安侯府的6公子屈从云，皇后外家成国公府的3公子索文石，还有督察院邵大人的小儿子邵廷，加上长公子的独子贺思远。这几个人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洛城中有名的纨绔子，还是最顶级那一层，后台强硬，无人敢惹的那种。勋贵自成小团体，萧天洛和他们也经常玩，但是仅限于酒肉交情，还是巴着人家那种。平时若是碰到，称兄道弟寒暄一番。可今天跟着姐姐出门，做弟弟的也是个男人呢，是男人就好个面子，不想让姐姐看到自己巴结讨好他们的样子，太丢人了，以后更抬不起头来了。他想躲，可惜路就这么宽，人家骑着马，第一眼就看到了他，还有他身边跟着的少女。田洛，我说今儿怎么没见你出来玩？原来是在陪美女呢。我介绍一下，哪家府上的？贺思远跳下马来，其他人跟着围上来，眼睛里都闪着灼热的光，恨不得把木犁钉出2窟窿来。萧天爱眼神一冷，他们没把弟弟放在眼里，准确来说是没把侯府放在眼里。见过诸位仁兄，这是佳姐，今日陪佳姐逛街，改日我请客，咱们再聚啊。要是一般人，闺阁之中的千金小姐肯定会给几分面子，毕竟大家同朝为官，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可惜纨绔子要是懂人情世故，知道做人，也就不能称之为纨绔了。别改天呀，既然碰上了，就请萧小姐也一起吃顿饭呗，人多热闹嘛。就是嘛，萧小姐给个面子嘛，我们都是你弟弟的好友，大家不是外人，不会惹人非议的。算了吧，侯府的小姐怎么能抛头露面和咱们吃饭呢？少廷，你说的可不对，萧小姐遮挡得严严实实，怎么算是抛头露面呢？相逢不如偶遇，说明咱们和萧小姐有缘呢。哥儿几个，你们说对不对啊？对极了，咱们少爷一表人才，不知道多少千金小姐想要嫁呢，萧小姐能和少爷喝杯酒，是你的福气呢。萧天洛拳头捏得嘎巴响，长这么大从未如此愤怒过。陪男人喝酒都是篓子里的钱儿，他们把姐姐当成什么人了？姐姐要是和他们坐一桌，名声彻底臭了，谁还敢娶？小天洛，你怎么说？诸位，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何必苦苦逼迫？佳姐若是陪你们吃酒，会有怎样的后果？你们不清楚的吗？哎，这有什么可担心的？要是你姐嫁不出去，爷娶了她，以后咱们就是亲家了，爷还得喊你一声小舅子呢。多少人想和爷攀亲戚，爷还看不上呢。你，贺思远，欺人太甚！我们云海侯府怎么着也是数百年的老牌勋贵，岂敢容你如此羞辱我？今儿你们谁敢动我姐一根头发，就从我尸体上踩过去！哼，云海侯府算个屁啊，2流都算不上。你要是世子，小爷还看重你几分，不过是个2房少爷，老子跟你说话是看得起你。老子看上你姐，你就该乖乖送上。真以为老子不敢收拾你的吗？今儿我还非要看看这位美人长什么样子不可。秦嬷嬷急得团团转，护卫们刚要上前，几个人的狗腿子已经不软不硬的把他们拦在外面。
护卫们犹豫再三，都不敢拔刀。他们或许不会把小姐少爷怎么样，顶多羞辱一番，但是他们这些护卫要是敢出手，那可就死定了。不仅如此，连秦嬷嬷想去搬救兵都被狗腿子拦着了。士可杀不可辱，你们敢动小姐一根头发，小姐就敢当场撞死在这儿，死也要捍卫清白。贺思远被他们这副宁死不屈的样子给气着了，原本只是心血来潮动弄一下，既然他们不识趣，那就别怪他心狠了。好啊，跟爷玩这个呢？行，想死是吧？爷今儿把话撂在这儿，你要是敢死，爷就敢把你的衣服扒光了，让所有人看看这千金大小姐的身子有多嫩啊！贺思远，你他娘的不是人，禽兽不如！把人给爷抓来，给脸不要脸，在这洛城地界还没谁敢这么不给爷面子的。我跟你拼了！萧天乐怒吼一声，和他们扭打在一起。东陵下的惊声尖叫，拉着萧天爱使劲躲。萧天芳不顾自己的小身板，想冲上去帮哥哥，被萧天爱拉住。你别去，不过多个人挨揍。姐，等我长大，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那就好好学本事，这样才不会被人欺负，才能保护好你想保护的人。弱小的时候就得忍着。谁都没有注意到，萧天爱把手里的一串珍珠手串取下来，眼看狗腿子一拳就要砸在萧天乐的肚子上，手指一弹，珍珠撞在了他的手腕处。等到了萧天乐身上，已经没有多少力道了。其他人同样如此，或是被弹中了腿斑，或者被打中肚子。萧天乐愣是跟4个人打成平手。少廷脸色发黑，明明是你先搞事情，调戏人家小姐，还怪人家不给你面子，皇子都没你这么嚣张的。算了，他好心好意劝阻还不领情，你就闹吧，捅破了天有长公主兜着，让他们一家子作去吧。屈从云和索时文站在一旁看热闹，一脸的幸灾乐祸。贺思远嚣张跋扈，人家有这个底气。皇帝和燕王那是人家亲舅舅，云海侯府这个亏是吃定了。又走出了几个护卫，比起之前的狗腿子，他们才是真正习武的打手，等闲不会出手。萧天洛就算本事再大，也不够人家2拳打的。2条腿给打折了，扔一边去，少来碍着爷的事儿。小姐怎么办呀？萧天爱面沉如水，看来白莲的人设保不住了呀。我想做个温柔如水的女子，咋就这么难呢？危急关头，突然远处一阵骚乱，快躲开，马群惊了！说时迟那时快，隆隆的马蹄声眨眼便到了。贺思远的狗腿子们慌忙躲开，护卫更是忙着保护主子，萧天洛就没人管了。萧天爱看他发愣，心中叹气，哎呀，到底是个孩子，遇事儿就没了主意了。去把你哥拉回来，别被马踩着了。他们聚在角落里，反而成为最安全的地方。瞧着马群冲破护卫的防卫，一蹄子踹在护卫的肚子上，喷的血飞出去老远。还有的慌不择路，躲在他们这边，此时不报仇，留着过年的吗？一脚伸出去，把人绊倒，小巧的脚丫踩在那个人的膝盖上，咔嚓2声，直接给踩断了。我的腿！此时不报仇，等待何时啊？揍他，揍死了也是白死。萧天洛回神，就是啊，趁火打劫的好机会，让你们打老子！突然，一块板砖出现在了他面前，用这个。萧天洛想也不想，接过来，冲那个人脑门子就是一板砖。护卫眼一翻，晕了过去。不会死了吧？到底是温室中长大的少年，杀只鸡都不敢。愤怒过后就是恐慌，板砖都吓得掉在地上。不会，没那么容易死。还有呢，你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咱们的，老天都看不过去了，让咱报仇呢。继续啊！萧天洛胆子又被激起来，看谁落单，扯着就打。板砖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自己面前，再次大展神威，连连砸晕好几个。
血都溅了他一脸，瞧着有些恐怖。萧天洛只顾着揍人，没看到自家亲姐抽空给自己递板砖，坏戳戳的样子，在乱糟糟的局面之中，怎么瞧着那么好笑呀？最后5成兵马司的人都出动了，才把局面控制住。贺思远等人除了狼狈点儿，倒是没受什么伤，冲着兵马司的人大骂：哼，怎么没踩死这个孙子？这事儿没完，想不想出气啊？当然想了，可他有2个好舅舅，咱们能怎么办啊？弄不死他也得让他出点血。看姐姐的。姐，你这干啥呢？用血给我洗澡啊？太恶心了吧！从现在起你就闭嘴吧，装死就好，天塌了也不能动，听到了吗？萧天洛下意识点点头，虽然不懂他闹哪样，却也知道他姐现在主意贼多。弟弟啊，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让爹娘和姐姐怎么活呀？萧天爱嚎的一嗓子，萧天洛顿时懂了，头一歪，身子一软，加上一身一脸的血，还真的像是重伤垂死的样子。贺思源脸黑的跟锅底似的，忘了这个倒霉家伙了，真是晦气。其他3人下意识离他远一点，人要是真死了，这事儿可就难办了。他们是？一个小头目看着萧天爱衣着高档，首饰精美，很好奇他们的身份。长公主的儿子是吧？好，我记住你了。我弟弟要是有个3长2短，我就一头撞死在皇宫门口去。我倒要是问问皇上，长公主对朝廷做了多大贡献，以至于如此的嚣张跋扈。堂堂侯爷的少爷都敢当街伤害，朝廷就这么对待我们这些功勋家族的吗？派个人禀告府里一声，我们先去京兆尹击鼓鸣冤。哪家侯府的？不是被金马误伤的吗？贺少，卑职还有差事在身，不敢久留，您自便啊！告辞告辞。不顾贺思远阴沉的脸色，带着人赶紧跑。长公主的儿子打死一个侯府少爷，这事儿可不是他们这个小头目能掺和的。慢着，把他们拦住！贺思远多少有点脑子，事情闹大了，整个勋贵集团都给得罪了，皇上也轻饶不了他。贺思远对吧？你想怎么样？要把我也给杀了吗？行啊，动手啊！你们这些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还要脸吗？就算是皇上，也没有草菅人命、目无王法的道理。不准告官，私了，你想要多少银子都行。我外祖是首富沈家，你觉得我会缺银子的吗？我一刀杀了你，想要多少银子你说话，我给你行不行啊？你，反正就是不准告官。贺思远只想拖着家里人来，母亲去求皇帝舅舅出面，打死一个府少爷又算多大的事儿？他以前打死的小官吏也是有的。弟呀，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狠毒的人？你死得好冤啊！苍天啊，你睁开眼看看，这等恶毒残忍的畜生怎么没有降下来劈死他？和尚，我家少爷或许还有救，你要是拦着不让走，这是故意杀人，其心可诛。长公主也要讲王法，我们侯府虽没有多大权势，可也不是小门小户的人家，由不得你这样欺辱。好歹给人找个大夫，不能一错再错呀。少廷，你哪儿投的呀？万一他们去告官怎么办？少廷急了，他今儿个就不该出门，被这么个东西连累，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他家和勋贵不是一体的，遇到了一起玩。督察院掌管官员风纪，监督全国，是最有实权的几个衙门之一，才不怕他一个长公主的儿子犯不着受他的鸟气。就算他们此时不告官，以后不会告的吗？人家家里长辈还在呢，太子可是有意娶了侯府嫡小姐做太子妃呢。我好心提醒，你爱怎么样随便你，告辞。一甩袖子，带着护卫就要走，
萧天爱趁机让自家护卫抬着萧天洛跟在他后面走，护卫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贺思远摆摆手让他们离开。小姐，咱们先去医馆为少爷治伤吧。哼，拿人俸禄就要尽忠职守，刚才你们放任主子被欺负，已经愧对你们的职业，现在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去京兆府击鼓鸣冤，动静闹得越大越好。弟弟就是死也要拉着他长公主下水。护卫几人都羞愧低头，留下2个人抬着天洛去京兆府喊冤，剩下的人去各地找些闲散混子，散播长公主之子嚣张跋扈、草菅人命、打死侯府少爷这样恶劣的事情。我送你们去京兆府吧。你赶紧上车，小姐和少爷都是好人，我方大勇不会忘恩负义的。不瞒你说，这马是我偷偷放跑的，没办法，我也打不过他们，只能用这个办法了。谢谢你啊，以后咱就是朋友了。方大勇挠挠头，跟个娇滴滴的小姐做朋友，这事儿可真稀罕。以为他就是随口一说，也没在意。要不要给少爷包扎一下呀？我这里有金疮药。我说小姐，公道虽然重要，但是性命更重要呀，还是先救人吧。你说的对，我带着药呢，已经包扎了。你不懂，这时候不去闹，耽误一会儿，想闹也闹不起来，只能吃哑巴亏了。咚咚的擂鼓声响起，京兆府都被惊动了。刚吃完饭，想和小妾温存一会儿，睡个午觉，被鼓声打扰，一脸烦躁地走出来。何人击鼓啊？午休都不让人休息。小的让人去问了，暂时不知，估计是升斗小民才会这么不懂规矩的。有头有脸的人家都会提前打通关节，审案的时候大人心中有数，知道该怎么偏袒他们。可是这次遇到的是不按常理出牌的萧天爱，温九思还不知道天大的麻烦正等着他呢。威武！声喊的抑扬顿挫，极有韵味。萧天爱还想亲自去见识一下古代的公堂是什么样子的，被秦嬷嬷死命拦着了。秦嬷嬷算是看透了，自家小姐自从被山贼掳走，性子变了许多，胆儿更是大破天，一不留神就要闹出幺蛾子。小姐，让老奴去，官场上那点猫腻，老奴比你更熟悉，算我求你了，你安心在马车里待着成吗？辛苦嬷嬷了，尽管闹，把天捅的窟窿有祖母和大伯呢，弟弟的委屈可不能白受了。秦嬷嬷嘴角绷紧，老夫人和侯爷知道你这么坑他们，不得气死呀？你有什么兄弟朋友没有？京兆府审案不是让旁观吗？带着人去看看。府尹大人要是害怕长公主的势力，想敷衍，你就起哄，逼着他公平。这里有500两银子，尽管撒出去，我要让洛城都知道长公主纵容儿子做下的好事。用不了这么多。别怕花钱，我要效果。方大勇闭嘴，卸了马车，驾着马去找人，留他自己在马车里等着消息。七远侯府3房嫡子，年方20，文采斐然，相貌俊朗，身高5尺3寸，通房2个。过5尺3寸太低了，还有通房，不是良配。我说王爷，您给萧姑娘选夫婿，可比公主选驸马都要严苛。您就说说吧，满洛城的勋贵、成年少爷，谁屋子里没有通房妾室的？2个已经是少的了，咱府里就没有。妥了，干脆这样，王爷，您把萧姑娘娶了呗。您救了她，话本子里不都是说以身相许的吗？好一段英雄美人的佳话。这个主意好，只要是男人都不愿意让喜欢的女孩子嫁给别的男人。谁说本王喜欢她了？嘴巴都绷住了，要是传出去，坏了人家姑娘的名声，本王剁了你们俩。她才多大呀？老牛吃嫩草的吗？60老翁18姑娘，铁树开花，老牛嫩草，这才是男人做梦都想要的日子呢。王爷不过24，又是堂堂王爷，不是属下自夸，萧姑娘嫁给您是他高攀了。我一个瞎子，甭祸害人家小姑娘了。继续找，就不信找不出一个才貌双全、
洁身自好的人了。不行，就往外省去找，那些封疆大吏的少爷，最好是本王麾下的，不敢慢待了他。王爷，出大事了！长公主的公子害死了云海侯的二房公子，人家告到京兆府了，满城都传遍了。二房公子？哪一个？不就是萧姑娘的嫡亲弟弟吗？哎呦，我去！王爷，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什么一家人啊？长公主可是咱王爷的胞姐，王爷能不管吗？管是肯定管，不过管谁就说不定了。备马车，本王亲自去看看。传言都是夸大的，传来传去，萧天洛已经是个死人了。此时云海侯府也收到消息。你说什么？二少爷被长公主家的少爷打死了？不是打死，是打伤，生死未卜。快去，侯爷和二老爷都给我找来。人呢？怎么你回来，他们没回来？二小姐抬着去京兆府告状去了，京兆府要是不管，她就去皇宫告御状。老夫人刚缓过一些，听完又咯的一声，这一次是彻底晕了，又是找大夫，又是掐人中。等云海侯和萧斌夫妇赶到，老夫人刚好醒来。你生的好女儿，这是要毁了我萧家呀！他还要去告御状，把他能的，要不要上天呐？母亲，天洛呢？有没有说天洛怎么样？你问他吧，别愣着了，赶紧去京兆府，别让他闯下大祸。浑身的血，生死未卜，属下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沈氏浑身散发着彻骨的寒意，一言不发地往外走。赶紧追呀！造孽呀！真是造孽！老夫人捶足顿胸，侯夫人和萧天来也赶到，眼里都是深深的担忧，还有彻骨的恨意。太子选妃的重要关头又出这种事儿，诚心要毁了他的前程呢。萧天爱窝在马车里，看着京兆府外的人越来越多，对方大勇的办事效率比较满意，还有心情喊来卖干果的小贩，买了2包瓜子嗑着吃。长公主府里，雍容美艳的长公主听了管家的汇报，眼皮子抬了抬。远儿打死人了，还是个侯府少爷。云海侯府，这次选太子妃那家，他们家不想选太子妃了，敢跟本宫叫板。母亲，你要帮儿子做主，多大点事儿啊，闹得要死要活，分明是不把您放在眼里。去把荣君白找来，听听他的主意。你呀，这么大人了，毛毛躁躁的，要学着稳重。贺思远虽说是长公主的孩子，但到底是外姓人，生父不过是外地一个小地主的儿子，有几分才华，考中了探花郎，加上相貌俊朗，被长公主一眼相中，招了驸马。只可惜贺家小门小户，目光短视，觉得她哪怕是个公主，嫁到贺家就是贺家的人了，理应为贺家当牛做马。贺母总想压她一头，还给贺探花纳妾来恶心她。长公主也不吃素的，弄了个意外，让贺探花亡故，撵走了贺家满族的人，留下独子驯养面首，过自己的逍遥日子。有个这样的娘亲，贺思远长成这个德行也没什么意外的。荣君柏是长公主的第一面首，读过诗文，是个被仇家算计入了戏子的贱籍，不能科举，人长得好，学问好，被人举荐入了长公主府，迅速俘获她的芳心。一个面首，谁都比不过她。参见长公主殿下，见过贺少。荣君柏哪怕作为长公主的面首，对她也没有谄媚讨好之色，像是下属一样。君柏，坐吧。思远，你和君柏仔细说说，咱们又拿出什么法子来？小小的侯府都敢不把本宫放在眼里，看来本宫需要进宫和皇兄太后好好聊聊了呢。一个男人怎么能长得这么好看呢？思远。长公主又说了一声，贺思远才回过神，轻描淡写地说了一遍事情经过，也没大注意。他敢不给爷面子，
死了也是活该。云海侯倒是不必在意，怕的是惹怒了整个勋贵集团，他们联合起来，皇上都要忌惮3分啊。这事儿贺少做的有些过了，咱们不占理，总得走个过场，让皇上下台。最后的处罚无非是重拿轻放，罚俸禁足，做做样子。据传闻，太子也有意纳了这位萧二小姐为侧妃，来一段姐妹共侍一夫的佳话。燕王殿下和他也有些瓜葛，又闹了这一出，这位二小姐倒是挺倒霉的呢。燕王，长公主神色变了变，外人都知道他们姐弟不和，到底是因为什么不和，却不得而知。哪怕荣君白也不清楚，只知道提起燕王，长公主的心情就不好了。长公主，京兆府的衙役来了，要带少爷去过堂。哼，胆儿倒是肥，这个府尹也该换人做了，不大识趣儿呢。殿下，还是让少爷去走一趟。只是京兆府还好办，真的惊动了大理寺，事情不好收场了，皇上那边也会联系您识大体的。自始至终，他对贺思远正眼都没有看过一眼，说的话都当是放屁了。思远，你少给你舅舅找麻烦，你去走一趟，亮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君白，你做事儿稳妥周到，替本宫去看看，照顾好少爷。遵命。京兆府外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们，洛城要是有小报，妥妥的头条。萧天爱嗑着瓜子，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些焦急，走出马车想找人打听一下。燕王府的马车也赶到，燕王高大的身影鹤立鸡群，萧天爱一眼就看到。燕王察觉到有东西砸向自己，下意识伸手接下，心中诧异，递给宋延峰看了看。是瓜子吗？谁砸我？主子，是萧姑娘冲咱招手呢。那就过去吧，守护好周围，人多手杂的，别让人冲撞了他。许志安撇嘴，还说对人家没意思呢，考虑的多周到啊。王爷，什么事儿让您大驾光临的？今儿个怕是不行，府尹忙着呢。我跟你讲，你就没有见过这么恶劣的人，长公主了不起啊，嚣张跋扈不足以形容，天子脚下都敢调戏闺阁千金，暴打侯府少爷，也太没王法了。京兆府要是敢偏袒，我告御状去，弟弟受的伤不能白挨。萧姑娘，你知道我家王爷为何而来的吗？你们还没说呢，为什么呢？好叫萧姑娘知道，长公主是我家王爷亲姐姐，异母同胞，嫡亲的姐姐。我的天哪，不会是为了贺思远那个畜生来的吧？这还搞什么搞啊？萧天爱笑得比哭都难看，真是的，原以为这个侯府千金虽说不能横着走，好歹有点人身保障吧，是他天真了。万恶的皇权，侯爵算个屁，上面压着侯府的大佬一数一大堆，想过个安生日子都难。你们就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啊，对不住啊，冒犯王爷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一个小女子一般见识啊。还能怎么办？真怂呗。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萧姑娘，哎，你弟弟怎么样了？你一个人在这儿，护卫和丫鬟呢？都死哪儿去了？沈氏和萧斌风风火火赶来，看到他一连串的问题，担心儿子的安危，看到女儿单独一人更是着急，出趟门闹出这么大事儿啊！娘亲别着急，弟弟没事儿，受了点伤，性命是无忧的。我让护卫回府找人，秦嬷嬷和东陵都在公堂呢。爹，你赶紧去看看，他们官官相护的，可别没被人打死，反而弄死在公堂上，咱们上哪儿哭去啊？之前他没这么担心，好歹是侯府少爷，再怎么着也不能把人弄死。可知道燕王居然是贺思远的亲舅舅，心里就不敢肯定了。得亏燕王瞎了，要是给他看到萧天爱这样防备的眼神，肯定得掐死许志安，没这么坏事的属下。许志安也讪讪一笑，赶紧躲远点儿。
见过燕王殿下，小女无状，燕王勿怪啊。他心里也犯嘀咕，燕王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让开，都让开！长公主府贺少驾到，你们这些贱民挡着路干嘛？找死的吗？仍未至，跋扈的声音先传来。燕王剑眉紧蹙，杀气浮现。严峰，去教教公主府的人怎么做人。遵命。宋严峰一手扶着刀柄站在路中间，两边的百姓纷纷躲开，顿时把他给露出来了。你谁啊？说你呢，惹得我们贺少生气，没你的好果子吃，滚开！小爷可是为你好呢。长刀出鞘的声音响起，没等那狗腿子反应过来，宋严峰一刀划破了他的脖子，鲜血顿时喷洒出老远，百姓们惊呼声此起彼伏。哎呀！别怕，娘亲在呢。回去领30大板。为什么呀？这孙子敢在咱面前称爷，一刀劈了他都是便宜他了。属下没做错的呀。血呼啦的吓着女眷了，没看沈太太和萧姑娘在的吗？你就不能扭断脖子？好吧，属下知错了。宋严峰颓然，他不过是想把场子弄得刺激一些，忘了娇滴滴的萧姑娘了，这一罚挨得不冤。看来以后要对萧姑娘客气点，王爷这态度不大对呀。马车里坐着的贺思远和荣君柏听着动静不对，下了马车，看到满地的血，贺思远瞳孔陡然紧缩，能看到冷漠的燕王，两腿更是打着颤。拖下去，弄干净街道。参见燕王殿下，府中下人无礼，冲撞了殿下，殿下恕罪。舅舅，别瞎喊，本王当年就说过，贺家的子孙我燕王府是不认的，当不起。萧天爱眼睛瞪得老大，燕王好像不大待见这个外甥啊，看来这其中有故事哈。若有所思地看了许志安一眼，这家伙耍着姐姐玩呢，故意被他误导。哎呀，吓死宝宝了。萧二爷，您先请。许志安，你留下，照顾好沈太太和萧姑娘。不敢当王爷这么称呼啊，您喊我一声萧二就是了啊。您先请，先请啊。他在朝中无官无职又无爵位，府里称呼二老爷，外人会客气地喊一声二爷，可哪敢让堂堂燕王这么喊他呀？我的个老天爷呀，会折寿的。一起进吧，您是长辈，无需和我客气，那我喊一声世叔好了。萧斌擦着汗，更不知道怎么办了，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沈氏，沈氏仰头望天，现在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吗？大大方方答应一声不就得了，好歹一把年纪了，燕王出于礼貌把你当长辈也没错。不过也太客气了，他也吓了一跳，忍不住看了看自家女儿，难不成？两人最终一起进了公堂，荣君柏多看了萧天爱一眼，紧跟其后，最后贺思远一脸怨毒地看着他们，深吸一口气，跟着走进去。太太，萧姑娘，坐下等吧，卑职准备了茶水，喝口茶歇歇。放心，我们王爷出面，不会有事的。不知道从哪儿滴溜出来的桌椅，茶水炉子一应俱全，椅子上都垫着松软的垫子，躬身行礼，请他们过来坐下，点心蜜饯也摆了2样。论起伺候人，还是得皇族。闲着也是闲着，你说说长公主和你家王爷的事吧。不得非议主子，卑职不敢。那我待会儿跟你家王爷说，你看不起我。好，我说还不行吗？您嘴下留情，否则我也得30板子。我家王爷和长公主都是先皇后嫡出，尊贵无比。公主之中，长公主更是享尽了宠爱。之所以起了隔阂，都是从长公主非要嫁给贺探花说起，先皇后不同意，我们王爷更是极力反对。可长公主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嫁给贺探花。
就算这样，贺探花不是死了吗？也不至于不认这个外甥吧。虽然他畜生了点儿，但是毕竟是亲姐的儿子，王爷可以好好教导他呀。卑职偷偷跟您讲点秘闻，您可谁都不准说出去啊。什么秘密啊？远远看着两个人鬼鬼祟祟，像是交换情报的密谍似的，谁能想到是在聊八卦呢？萧天爱这么上道，许知安抛瓜的兴致也更高了。反正他早看长公主不顺眼了呢。先皇驾崩的时候，我们王爷正在外打仗呢，赶不回来。先皇后因为悲伤过度，紧跟着去了。帝后双双离世，举国震动呢。等我们王爷赶回来的时候，自然要问一下先皇后有没有遗言。生母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王爷该何等的悲痛。可长公主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来。王爷之后一查，你猜怎么样？怎么，长公主害死了皇后吗？还是贪了皇后的无数嫁妆？许知安奇怪地看着他，你想的更离谱。他这么捧场，极大满足了许知安的八卦心，还是和姑娘家聊八卦痛快。那倒不会，身外之物我们王爷从不在乎。是吗？那他还拿了我们10万两银子不还。许知安噎了一下，姑奶奶哟，咋还惦记那10万两银子呢？哎，你继续，我就随口一说，继续啊。先皇后走的时候，长公主根本没在身边伺候，忙着阻止驸马纳小妾的事儿，跟贺家那老婆子斗智斗勇呢。您说说，这得多没人性啊！亲娘病了不是急，只顾着男人。他也没见过先皇后最后一面，我们王爷当时掐死他的心都有了。唉，可惜了，先皇后贤惠善良，人人夸赞，走的时候一儿一女都不在身边，心里该多伤心呢。长公主简直不为人子啊！谁说不是呢？一母同胞的姐弟俩，性子咋就天差地别呢？长公主也知道王爷怨对她，和金上走得很近，扒着金上的大腿，甚至还会从踩着王爷表忠心，就为了讨好金上，维持他奢靡荒淫的日子呢。金上最乐得看他们姐弟闹腾，现在又闹这一出，金上看热闹看得不知道多开心呢。按说你们王爷也是嫡子啊，金上是早早封了太子的嘛，为什么你们王爷不能继承皇位啊？姑奶奶，这话能乱说的吗？说说而已啊，出得我口，入得你耳，难不成你会传出去的吗？当然不会，姑奶奶，以后这话可不敢说啊，是要杀头的呢。其实这也不是秘密，先皇当年有2位皇后，我们王爷是继后，金上母亲是原配。先皇很喜欢王爷，不过金上毕竟在洛城，朝中根基稳固，加上先皇驾崩，我们王爷不在宫中，金上继位也是顺理成章了。看来皇家的事儿还真不少呢，今儿个这波瓜真够大的。公堂之内，府尹温九思一个头2个大，云海侯府的这位嬷嬷可是从宫里出来的，句句不离规矩，外面又围满了百姓，逼得他不得不去长公主府中拿人。人是来了，可燕王咋也给惊动了呢？虽说贺思远是燕王亲外甥，可早在他出生，燕王就传出话来，不认这个外甥的，肯定不会为他撑腰，那就只能是为了侯府而来。侯府什么时候搭上燕王这艘大船了？原本想请燕王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燕王却给拒绝了。本王是来旁听的，温大人该怎么审就怎么审。京兆府的衙门代表了朝廷，可不是温大人自家家里，这个位置不是谁都能坐的。是下官考虑不周，王爷恕罪。最终搬了太师椅，坐在下手主位。萧斌因为陪着他来，也混了个座位。至于之后而来的云海侯，则没那么好约，只能站着。萧天洛已经清醒，看到父亲，眼泪忍不住落下。父亲，儿子以后再也不能为您尽孝了。活着就好，身上的伤怎么样了？
萧天洛眼睛一闪，其实没多少伤，就是挨了2拳2脚，都是别人的血。儿子还撑得住？眼泪擦一擦。男人流血不流泪，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燕王训斥一句，萧天洛眼神古怪，赶紧拿袖子擦了擦。燕王又不是自家爹，干嘛训自己呀？秦嬷嬷眼神微闪，满含深意地看了燕王一眼。贺思远，当街殴打无辜百姓，你可知罪？温大人，犯人不该下跪的吗？怎么让他站着回话？温九思心里叫苦，想不到燕王这么厌恶这个外甥。燕王，你非要把事情做绝的吗？一点情面都不顾。朝廷有令，秀才以上功名免除公堂跪拜，身负官职，家族有爵位的也可免。他霍思远在这个范围吗？敢这么跟本王说话，可懂上下尊卑？本王跟你有什么情面？顶撞亲王，咆哮公堂，不敬朝廷，该当何罪？杖责50。你敢打我？我母亲可是长公主殿下，我大舅是皇帝，太后是我外祖母，最疼我了。小小的府尹，哈，信不信老子让大舅摘了你的乌纱帽啊？哼，朝廷有规定，公主出嫁可以继续享受皇族的待遇，但是驸马家族就不在此列。别忘了你姓贺，可不是姓赵。燕王的鄙夷和厌恶毫不遮掩，贺思远终于怕了，有些后悔来这一趟，下意识地看向荣君柏。荣君柏心中冷笑，面上风轻云淡，吃瘪吃够了，终于想起自己来了。不过也不能真不管他，长公主那儿也没法交差呀。参见燕王殿下，府尹大人，贺少无礼了，诸位看在金上的面子，饶了他这次，长公主殿下定会教导他的。燕王冷哼一声，低头喝茶。温府尹擦擦冷汗，下不为例。贺思远，你可知罪？贺思远抿着唇，有些蛮不讲理的嚣张话，可不敢当着燕王讲，真的会挨揍的。我们认错，贺少少年气盛，甘愿赔偿萧二少的一切精神损失和医药费，在下替贺少给二少爷道歉。侯爷，还请高抬贵手，长公主府感激不尽。云海侯作为大家长，只要他原谅了，这事就过去了。荣君柏直接冲他行礼，早看出他最好说话，毕竟伤的不是他亲儿子。好说好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小孩子打架难免的。二弟啊，算了吧，人家诚心道歉，天洛也没事嘛。哼，那叫没事儿，浑身血呼啦的算没事儿，非要咽了气儿，弟弟我白发人送黑发人才叫有事儿。那你想怎么样？父亲，大伯也是为了这个家，算了吧，这个委屈咱们就咽下去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谁让大伯是侯爷，您是弟弟呢？天洛懂事儿，我听大哥的，但是也请大哥记住，很多时候忍让换不来尊重，做人脊梁骨不能太弯了。萧叔说的对极了，张院守我已经联系好了，待会儿就过府帮二少爷治伤。至于赔偿，萧叔放心，本王会监督，不能委屈了二少爷。云海侯被弟弟怼，心里的火气一拱一拱的，可又被燕王一声萧叔给惊着了。我的老天哪，二弟走了狗屎运了，燕王如此看重他，什么时候的事儿？二房藏得够深的呢。双方调解好了，温府尹亲自送走了一帮瘟神，这府尹做得太难了。萧天爱和许志安聊得那叫一个火热，从他嘴里听到不少宫里的狗血八卦，什么太后关心燕王，对燕王最好是因为先皇后和太后关系好，太后和先皇后还是同族的姐妹，对太后颇为照顾等等。
他看着许志安，那叫一个惊奇。燕王那么冷硬寡言的人，居然有这么爱八卦、爱聊天的下属。不是说什么样的主子养什么样的奴才吗？到他这儿完全变了样。沈氏一眼又一眼地挽着许志安，你一个大男人蹲地上和女人说这些，长舌妇一般，还有个男人样子吗？里面完事儿了，百姓们看了热闹，纷纷散了。关于燕王厌恶贺思远和长公主不和的话题再次传遍了。王爷多谢相助，可否去府中，容侯府聊表谢意？不必了，侯爷无需放在心上，本王和侯府也不熟。云海侯面上尴尬，心里暗恼二弟这个棒槌，哄媳妇儿都忘了堂堂王爷还在呢。王爷怎么判的？和解，赔些财物，道歉。小姑娘放心，陈院守会帮令弟治伤，肯定能恢复的。哼，没有打断那个畜生的狗腿的吗？财物能抵消我弟弟受的伤和屈辱吗？以后有机会再打断他的腿。现在想想要多少东西吧。你不是挺喜欢钱的吗？多要点儿，本王给你做主。王爷这话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呀。在你眼中，我是财迷吗？多要些补品，给弟弟补身子吧，那种有钱也买不到的。好，依你。云海侯彻底被忽视了，看着眼神虽然无神，神色却很温和的燕王，还有小女儿神他的侄女儿，他觉得自己好像真像了。告辞了燕王，萧家人终于可以回府了，都是心有余悸，心中很是复杂。这次有惊无险，下次呢？陈院守已经等在侯府，老夫人亲自招呼，可惜他寡言少语，态度冷淡，除了喝茶还是喝茶。老夫人还想请他帮自己请个平安麦，只好作罢了。萧天爱姐弟都受了惊吓，没去给老夫人请安，直接回了院子。沈氏和萧斌总得露面，安抚一下老夫人。陈院守是来看病的，又不是陪老婆子聊天的。萧天洛一回来就溜了，早看完早回家，心中把燕王再次骂了一遍。老夫可是太医院院守，又不是你王府的私人大夫，你使唤的倒是顺手啊。这次回去得跟他好好掰扯，起码也得给点好处吧。侯夫人和萧天兰最担心的是长公主恼了侯府，私下给皇后上眼药。太子妃的事儿岂不是没指望了？怎么样了？小孩子做事太毛躁了，怎么能闹上公堂呢？那可是长公主哎，皇上的亲妹妹，是咱们惹得起的吗？沈氏心事重重，又担心儿子，哭了一场刚缓一些，被他一问，火气又拱起来。长公主怎么？长公主就能草菅人命的吗？咱们府好歹也是侯爵，有头有脸的府邸，又没做错事，怕他干啥？我这不是为侯府好的吗？你也不想想，天兰若是成了太子妃，咱们和公主府就是姻亲，闹到公堂，长公主将来会怎么对待天兰啊？大嫂，这不还没定下来的吗？小心空欢喜一场。一句话戳得侯夫人心窝子疼，可是又没话反驳，毕竟这事儿只是传言，并未定下来，还牵扯到燕王。现在各府的夫人们都装糊涂，宴请都停了，只等皇后太后最后的抉择呢。大嫂，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就算真的选中，太后皇后不和，天兰是站谁一边，还是两头倒，做那个墙头草呢？这太子妃明说了吧，就是听着好听，各中滋味你细细品，她能好当？那也是太子妃，天兰这么乖巧懂事儿，太后皇后都会喜欢的。都住口，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你们妯娌多年一向和睦，都少说两句。天落其人自有天相，已经没事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们还没有那个底气跟公主府对着干。沈氏，你大嫂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当然你心疼孩子的心情我也理解，那也是我的孙儿，我能不心疼？来人，去库房
取了那只500年的人参，给天洛送过去，好好补补身子。母亲，那是您压箱底的老参，留着吊命的。人没事最重要，人参能再寻来。冰儿，你管好孩子，最近少出府了。天洛伤成那个样子，想出门也得出得去呀。只是他学业不能耽误了，请母亲恩准，请了先生来府里教吧。请呗，你当娘的不该为了儿子的学业上心的吗？反正你也不缺银子使，这个银子得宫中出。我儿是顾全大局，为了侯府受的委屈，要不我去长公主府说道。你好了，从宫中出，都退下吧，吵得我脑仁疼。老夫人看着侯夫人有些不满，一点大局观都没有。你现在哄着沈氏，等天兰出嫁，不得送几样好东西添妆吗？当初选了沈氏做2房太太，就是看中沈氏赚钱的手段。侯夫人这个家当的就是太顺畅了，做什么事儿都能有钱使唤，忘了这些钱都是谁赚来的。老夫人想着这些，抽空要敲打一下老大媳妇了。太子妃选上了，花销才刚开始呢，陪嫁、喜宴、送礼都需要花大钱呢。真以为太子妃是那么好当的吗？阿爷别生气，大嫂就那脾气，你们妯娌多年，犯不着为她气着自个儿哈。她还没那么大分量。老爷啊，我想着咱们是不是该分出去单过了？单过？你要分家的吗？这可使不得，母亲不会答应的。哼，我就是跟你提个醒，这一步迟早是要走出去，否则大房这个样子，咱们迟早被他们连累死。而且你把他们当兄长尊敬，出了事儿他可只顾着自家，可曾把你当弟弟护着。天洛的事儿可真是伤了我的心，更别说天爱那次被绑，你能说是巧合的吗？大嫂为了那个太子妃人都魔怔了呢，这要是给她如愿了，不定怎么作呢，你且看着吧。沈氏也没想着他会现在就做决定，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他心上种下一颗种子，日后大房会给他浇水添肥，种子自己会长大。你这是看不起老夫的医术呢。萧天洛嘿嘿干笑，从腋窝里取出一个熟鸡蛋来，心中暗骂：姐姐出的什么馊主意，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小小年纪不学好，心眼儿耍到老夫身上。您喝茶，我们姐弟这也是没法子呢，总不能任他欺负了吧？这年月好人难做呀。老夫是大夫，有自己的职业操守，从不弄虚作假。萧天爱唰的一下递上1000两银票，脸色那叫一个纠结，好像拿出了他的血似的。陈院手手一翻，银票像是没出现过似的。万事好商量，伤筋动骨100天，老夫开些药，有病治病，没病强筋健骨，除了上点火，对身体无碍。辛苦陈院手了，医者仁心，你老是个好人。这老家伙也是个心里黑的呢。哎呀，好人难做呀，小姑娘别夸老夫，老夫不经夸。方子给你，告辞了。我送送您。陈院手，您缺徒弟吗？看我弟弟怎么样？好叫姑娘知道，御医是世代相传，不收外人的，所以抱歉了。啊，这样子啊，是小女子莽撞了，院手勿怪。不过这个规矩不好，谁能保证家中子孙就一定有学医的天赋？收徒弟却能择优而取，还能更好的造福百姓。就像书院似的，大儒桃李满天下，教的是治国的学问。院手要是桃李满天下，救下的可是无数性命，功德比那些大儒强100倍。东陵啊，替我送送院手大人。夏凉，吩咐厨房做点吃的来，中午都没吃饭呢，饿死了都。哎呀，姑娘高见，老夫佩服啊。等他离开，萧天爱指着自己疑惑地问俩弟弟：
我做了什么了？什么都没做呀。老头佩服个啥呀？没糊涂吧？因为姐姐的话给了他一些提示。姐，你真的想让我学医啊？可我都不识字儿呢。不学医读书又不成，你说说，你们和那些寒门苦读数十年的书生能比吗？习武也别说了，从小就没凹下筋骨，典型的文不成武不就，难道这么混一辈子啊？要是家世显赫无人敢惹，也能做个纨绔子弟，就像贺思远那种，有个皇帝舅舅，大粗腿可以抱。可惜啊，没那么好的命。哎呀，看见你俩我就发愁。今儿个贺思远的事儿刺激到了萧天爱，两个人低垂着头，心中羞愧。原先还觉得日子能过，现在被他这么一说，唉，人生艰难。长公主府中，贺思远也老实了，委屈巴巴的看着自家娘亲。荣君白已经讲完事情的经过，长公主一脸黑的没法看。这个好弟弟还真是一点脸都不给自己留呢。半天没说话，管家进来呈上一张纸，是燕王差人送来的单子，说是侯府的赔偿。拿来本宫看看，我这个弟弟做的有多绝。要是长公主有所准备，看完单子上一系列价值连城的宝贝，险些气得撕了单子。哼，这些东西买他萧家满门的命都够了，他非要这么恶心我的吗？抖擞着丢在地上，荣君柏捡起来，人参是500年打底，雪莲、鹿茸、灵芝等等珍贵补品都是有价无市，真要是拿出来，长公主都得大出血。燕王既然赏识萧家，为他们出面，殿下就当是消财免灾了。事情说大不大，闹起来咱们也不占理，更犯不着闹到皇上那儿。皇上日理万机，显得殿下太不懂事了，所以本宫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是吧？先给他们，总有一天要让他们连本带利给吐出来。咱家的东西是那么好拿的吗？让人准备好了，送到萧家去，就说本宫说的，有些东西不该伸手就别伸手，小心没命花。老夫人把云海侯找来，给他商议长公主赔偿的事儿。老夫人的意思是，这个赔偿不能要，还要送点重礼，不能让长公主记恨他们家。母亲，现在不是咱们要不要的事儿，是燕王和长公主姐弟俩较劲儿呢。咱要是这么做，就是跟燕王过不去，得罪了燕王啊。真是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云海侯顺风顺水活了大半辈子，头次遇到这么棘手的难题。燕王一个瞎子，将来也就那样了。长公主却胜券正龙，而且是女子，女子最记仇。要我说，咱宁可得罪燕王，不能得罪长公主。可燕王毕竟是战功赫赫的战神王爷，就算瞎了，瘦死骆驼比马大，也不是咱们能抗衡的。功高盖主，是福是祸，没了胜券，最多做个富贵王爷，没了爪牙的老虎，有什么可怕的？儿子知道了，这就去和二弟说，您歇着吧。只是等他到二房，看着满院子的礼物盒子，有些晕。真不愧是皇家人，这红宝石一出手就是一匣子，这色泽上等呢。哎呦，这么多一般大小的珍珠可不好找啊，做挂珍珠链子正合适。哎呀，二弟呢？你咋能收了呢？快给人送回去！你是想害死侯府全家吗？凭什么呀？我家天落的委屈白受了。来人还说我小心没命花，那个嚣张，我这个气哟还非要收了。有本事他来杀了我全家，我敬他是个人物。哎呀，你可闭嘴吧，你想死啊也别拉着侯府满门啊。送到小姐院子里，让她收好了。这么多东西你都给天爱了，她一个姑娘家的，拿这些也不怕遭了贼啊？什么贼？家贼嘛，不然你说送哪儿啊？
冲入宫中吗？大哥，咱们萧家好歹是传承数代的老牌勋贵，犯不着钻营算计，安生过日子，总差不到哪里去。你也别整天泡在女人堆里，对女儿多伤点心。女孩家不比男孩子，总归是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能护着，嫁了人就摸不着了。天知道怎么受婆婆男人的气呢，多疼着点儿，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云海侯脸色涨红，他当弟弟的倒是教训起自己这个做兄长的了，能耐了呀。不过养外室的事他确实做得不太体面，说不出反驳的话来。二弟攀上燕王，今非昔比呢，心疼女儿家的，等天蓝出嫁，你这个当叔叔的好好表示一下，多填补些嫁妆，到了夫家也能直起腰杆子来呢。哎呀，好啊，那是应该的，亲侄女一家人嘛，做叔叔的怎么也会表示的。不过总不能越过大哥这个亲爹，否则不是打大哥的脸吗？我的银子都留着给爱爱攒嫁妆，大哥都知道嫁妆丰厚，在夫家过得好，我自然也要为女儿好好准备着。大哥，好自为之吧，弟弟先走一步。萧冰拱拱手，不看他羞愤的脸，心中对这个亲哥哥有些说不出的失望。萧天爱看着一屋子的东西，喜滋滋的挨个看看。秦嬷嬷排着他身后，饶是见多了好东西，也忍不住啧舌。哎呦，除了珍贵补品药材，就是珍珠玛瑙宝石，送到珍宝阁，随便打几样头面，都是极漂亮尊贵的首饰呢。不过瞧着像是老物件，据说是萧皇后的陪嫁，都落在长公主手里，不会是……有什么不对吗？燕王真够意思。嬷嬷，这些东西可值10万两银子。秦嬷嬷面色古怪，只这一匣子珍珠穿成珍珠帘子就得10万两银子，更别说这些宝石了。单说那一颗紫色宝石呢，当今皇后怕是都没有呢。小姐可得仔细收好了。这么值钱呢？萧天爱觉得自己该恶补一下珠宝的价格了，药材和珠宝分开收藏，送到库房里去吧。这么大的动静惊动了各房的人，侯夫人更是嫉妒的眼珠子都红了。那么多珠宝，要是给自家女儿该多好呀！二房也真是，就这样留在自己房里，一点表示都没有，好歹给几个姐妹分点汤啊！还有那个庶子，长在了大房似的，有本事他一辈子别回大房。一桩桩一件件，自从萧天爱被燕王送回来，大房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月色渐渐爬上枝头，原本熟睡的萧天爱听到3更的棒子声，猛然睁开眼睛，悄悄起来，随便把头发扎了个马尾，顺便摸出一身男装胡乱穿上。今晚上他不修炼，要出府办事儿去。这次贺思远的事儿让他心中起了危机感。从小喜欢独立的他，不容许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那种听天由命、祈祷人家发善心、放过自己的感觉，太糟心了。这个二小姐当的也不够稳妥，将来的危机怕是会更多。起码一个长公主府，别说她，就是整个侯府都不够人家一只手收拾的。不死宫到了银皮境界所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皮肤刀枪不入，还有身体的轻盈，五官更敏锐，躲开府里的护卫，轻松跃上墙头，像一只灵活的猫咪，3下5下跑出侯府，出现在了洛城街道上。罗马市集西北角的一间破房子里，方大勇正和几个兄弟商议事情，人人脸上都满是愁绪。人死鸟朝天，干脆和他们拼了，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没到那个份上，咱们虽然贱命一条，但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了容易，活着可难了。大哥，你今日太冒险了，人家高高在上的侯府千金少爷哪用得着咱们出手？今天可是不少人在集市上打探，马老六更是气得要死啊，非要找出这个放跑马的人，要不是被官方带来的人给缠住了，迟早找到咱们身上啊。
大勇哥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咱们帮了他们，他们肯定会报答咱们的。别做梦了，那些大家族的人眼皮子都长天上了，心肠又黑又毒，能报答咱们才稀罕了呢。嘘，静声，有些不对劲儿。空气中有一股子不属于这里的味道，而且太安静了，叶萧都没有叫一声。来的是高手。没等他出去查看，一道银光冲他心口刺来，方大勇怒喝一声，下意识往旁边一滚，显而又显得避开这一记杀招。嘿呦，还是有2把刷子呀，有意思。玉面书生，方大勇脸色难看至极，虎头帮为了除掉自己，真舍得花钱呢。玉面书生齐名的还有铁腿老怪、蛇娘子，人称洛城3怪，是洛城价格最高的杀手。你们自己了断吧，还能留个全尸。怎么着呀？爷爷今儿心情可不太好，你们的血那么脏，不想沾了我的剑，早死早超生，说不定还能投个好胎呢。你们要杀的只是我，放我兄弟离开，我自裁。大勇哥，不要啊，要死一起死。要杀就杀，唧唧歪歪娘们似的，烦不烦？彭玉林抚额长叹，今儿个死定了，这俩憨货火上浇油，都死了，谁报仇啊？找死，爷爷成全你们。危急关头，萧天爱挡在他们面前，双手合十，夹住玉面书生的长剑。白皙的手掌看似柔弱无力，却让玉面书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刺不下去也拔不出来。萧天爱坏心一笑，玉面书生全力夺走长剑的时候，手一松，玉面书生冷不防一屁股墩摔在地上。你是何人？敢管我们洛城3怪的事儿？报上名号，某家手下不杀无名之辈。道不平有人踩，少爷我今儿个管定了，仗着武功高欺负百姓，还3怪呢，我可是3混蛋吧？听好了，少爷是来无影去无踪，专管世间不平事，铁面飞侠方天洛。什么铁面飞侠？根本没听过，这个名号不像是道上的人给起的，倒像是自娱自乐喊着玩呢。小心！方大勇惊呼一声，萧天爱愣神之际，呼呼的风吹着他的头发都飘散在脑后。老怪居然偷袭！哼，糟老头子阴得很！老贼啊，你找死啊！缠着他，人多欺负人少呢，咱也不能怂。就是看我力劈华山。2个混子没什么招式可言，但是平时打斗积累的丰富经验比任何招式都管用，一刀一棍愣是逼着他没法救援老怪。少侠饶命啊，我们也是收人钱财，冤有头债有主，你找主家去啊，求你放过我的一条狗命吧。滚吧，这么大年纪了，不好好养老，非要出来祸害人，遇到小爷算你走运，以后别让小爷碰到你害人，否则定斩不饶。铁腿老怪心中一动，这小子怕是个初出茅庐的楚儿，自己就是试着求一求，他居然答应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少侠，你答应我放我走的，做人不能言而无信啊，非大丈夫所为。萧天爱蹙着眉头，他不喜欢杀人，打走了就是，何必非要人性命呢？少侠，老贼心狠手辣，杀人无数，斩草除根，不能留后患。他走了，咱们以后的日子就危险了，救人救到底，少侠不可妇人之仁啊。先缓着，待会儿再说。那边玉面书生已经有些慌了，老怪居然栽了，他腾出手来，下一个就是自己了，出手越发凌厉，招招冲着要害来。快来帮忙，扛不住了！都闪开，放着我来！不出10招，白面书生也被生擒了。痛快！小爷我英勇无敌，盖世无双，2个杀手不过是小爷的开胃菜而已。来，说说吧，谁雇的你们？
手底下都干不干净？小爷在考虑怎么处置你们。他们做杀手的，谁手上不是鲜血累累，死不足惜。少侠千万不能心软，放了他们走，不知道多少人会遇害呢。也是啊，是我天真了，那就杀了吧，你们动手吧，我不杀没有还手之力的人。其实是他不敢杀人，基督没杀过，杀人真的是太为难他了。不过高人的逼格不能丢，不能漏怂。少侠饶命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你刚才答应放我走的，小老儿保证从此金盆洗手，放下屠刀，绝不敢再沾一点鲜血。哼，谁告诉你我是君子的，我就乐意反悔，不行吗？姑，小爷我高兴，你有意见？我又不是佛祖，你放不放下屠刀的关我何事？不过倒是能成全你去见见佛祖，说不定他乐意封你个佛呢。彭玉林不跟他废话，捡起地上长剑冲他心口扎下去，彻底了结了他们。实在是他心里是怕这位心思多变的少侠，万一他又改了主意呢？萧天爱不忍心看，说杀人容易，可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自己面前，还是不大敢。赶紧上后吧，说说以后的打算。方大勇四个对视一眼，都有些懵。咱不熟吧？他是怎么个打算？不过都压下心里的疑惑，熟练地搜了他们身上的财物。这里本就是黑暗混乱之地，死几个人是常事。化粪池子里一丢，不出2个月，烂得骨头都没了。宋金刚去做这些事，方大勇把财物都堆在萧天爱面前，等他决定。要是没有他，自己兄弟几个才是被丢进化粪池里的命。哎呀，居然这么多的钱，他们就这么随身带着呀？足足有数十万两。萧天爱现在眼界已经宽多了，几十万两银子已经只能当做是数字了。方大勇，你留下，你们2个去门外守着。萧天爱觉得方大勇能用，本来他就是来找他的，想扶持他，成立自己的消息渠道，培养人才，不求杀人，只求自保。没有自己的势力，他心中总归是不踏实，没有安全感。这些钱正好拿来用，方大勇有情有义，可以信任。他们聊了足足1个时辰，宋金刚回来，也被留在门外。3个人排排坐在台阶上。萧天爱回到自己屋子里，已经5更天了，神不知鬼不觉，俏皮的吐吐舌头。今晚收获巨大呢。小姐，该起了呢。困着呢，又不用去给祖母请啊，让我睡会儿吧，别喊我。怕是不行，老夫人派人传话来，待会儿都得去荣养院，宫里传话来，大小姐被选中为太子妃了。确定了？大伯娘如愿了。哼，挺好的，省得上蹿下跳的折腾。啊，有没有说我太子不是想纳我恶心燕王的吗？没有，圣旨快到了，小姐得洗漱打扮，全家人都得去接圣旨呢。打水，我要洗澡。慌什么慌啊，我还病着呢，催得我烦了，我还就不去了呢。还有弟弟呢，跟他说养着就好，不用去给大房装面子，想让我们一家去捧他的臭脚，做梦去吧。这孩子比以前喜欢赖床了呢，这要是到了夫家，哪还能这么自在呀？那女儿就不嫁，一辈子陪着母亲。傻孩子，哪能一辈子不嫁的呀？快吃吧，那边还不定怎么显摆呢。娘亲，你吃了吗？陪我一起吃吧。娘跟你一样赖床的吗？早吃了呢。你自己吃吧，我还不知道你。真吃了你的饭，你又吃不饱了。萧天爱傻笑，没办法，练功饿呀，大不了落个吃货的名声。沈氏看他眨眼睛吃完一桌早膳，肚子都不见鼓，眼神古怪。吃得饱吗？要不让他们下次多准备点儿。饱了呢，府里有规矩，哪能随便夹？我多吃点点心就行，娘亲你不必担心。母女俩边聊边走，说说笑笑到了荣养院，其他人都到齐了。
老夫人有些不悦，就你俩会磨蹭，这么大的日子不会早点吗？啊，娘亲，我有些头晕。哎呀，我不行啊，要不您送我回院子里躺着吧。老夫人面色一变，死丫头故意的吧？宫里的人要是看到府里人不齐，侯府的脸往哪儿放？二房已经躺着一个了，2个人都生病，像什么话？不是说没大碍了吗？怎么还头晕脚疼的？比我老人家的身子骨还不如。祖母每日里有参汤燕窝养着，自然硬朗，孙女可不敢和祖母比。去给二小姐端一盏参汤来，好好补补，省得外人说我苛待孙女。谢祖母，祖母身体康健是我们小辈的福气呢。二妹，咱们姐妹在一起的日子可不多了，将来有空来太子府小住几日，我帮你相看王公贵族家的好儿郎，二妹也有个好的归宿。萧天爱乌沉沉的眼神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不想搭理你，非要找不自在。侯府不是好归宿吗？大姐还没嫁人呢，就嫌弃娘家了？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是几个意思？大姐倒是解释清楚，别说一半留一半的。妹妹我心思浅，不懂你的弯弯绕绕。天爱，你大姐可是为你好，太子府来往的都是什么样的青年才俊，能和侯府比的吗？侯府固然重要，可抬头嫁女，谁不想嫁个府邸更好的人家？不过除了太子妃，这满朝怕是找不到更尊贵的身份了呢。齐大非偶，门当户对最重要。我不求女儿大富大贵，只求顺心安乐。大小姐可记得谨言慎行。皇后太后，多少妃子皇子的，多少双眼睛看着你呢。我们家爱爱可受不住那份尊贵。都少说2句，大喜的日子这是干嘛呢？非得气死我老婆子的吗？儿媳不敢。2人连忙俯身请罪，萧天爱跟着扶了一下，面带无辜。老夫人看她这副样子，心气儿就不顺。这二丫头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到了，内侍已经到了排放口了，咱们准备着吧。老夫人打头，一行人去了前厅。侯爷和萧斌3老爷、4老爷已经等着了，按照规矩站好，只等内侍来宣旨。奉天承运，云海侯府嫡女萧氏天蓝，公良贤淑，德才俱佳，特赐为太子正妃。洋洋洒洒数篇夸赞勉励的话，萧天爱跪在地上听着昏昏欲睡。这太监咋不去念经啊？圣旨都能念得咿咿呀呀的。钦此平身，太子妃接旨。内侍终于宣读完了，萧天爱只听到平身2个字，下意识站了起来。内侍还以为她是太子妃呢。太子妃天姿国色，真正是才貌双全，咱家恭贺太子妃了。萧天爱，你要点脸，我才是太子妃。内侍傻眼，认错人了。沈氏也头疼，他咋站起来的呢？这事儿闹的。公公勿怪，这是二小姐不懂规矩，听到你喊平身没弄明白，才会冒犯了公公呢。不是说了平身了吗？不能起来啊？那我接着跪下。扑通一声，重新跪下。其他人只好重新整好队形，再次跪好了。臣女萧天蓝，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嗓子又让满屋子人傻眼，不知道是谁噗呲一声笑了出来。二小姐太逗了。内侍嘴角抽抽几下，宣了这么多次旨意，头次遇到这么奇葩的事情呢。不过这句话说得好，皇上可不得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吗？萧天蓝气得都要哭了，故意的，他肯定是见不得自己风光，非要搅和自己的好事。电视上都是这么说的。
满屋子的人都跟着喊，谁能想到这里没这个规矩啊？天地良心，谁知道这里没这个规矩啊？萧天蓝只好按捺下心里的委屈，接过圣旨，之后供奉在香案上，接旨仪式就算完成了。内侍坐在一旁喝茶，目光总绕着萧天爱打转，眼里满是趣味。萧天爱对宦官也有些好奇，电视上演的都是变态猥琐的样子，他倒是相貌堂堂，眼神清亮，瞧着不像是坏人。公公，小女子失礼了，请勿怪哈。啊，无碍，二小姐倒是真性情，太后很惦记你呢。咱家姓汪，小姐喊我一声汪内侍就好。汪内侍好，您脾气真好，待人也和气。宫里的内侍都跟您一样的吗？汪内侍看他眼神好奇，天真无瑕，一点没有歧视和轻蔑，没来由的心中一暖。多久没见过这样纯粹剔透的眼睛了？这么干净的人儿，不甘沾染了皇宫那个大染缸啊！其他人咱家就不知道了，二小姐好奇心别那么大。刚才你说的万岁万岁万万岁挺有意思，那么皇后该怎么说呢？千岁千岁千千岁，祝福的话小女子瞎想的，汪内侍请勿怪啊。二小姐客气了，最近城里事儿多，您要是得空出去转转散散心比较好。啊，我晓得了，江内侍吃点心，这道蛋黄酥是咸味的，还挺饱，别客气，您尽管吃。汪内侍心中说不出的暖意，出宫太急了，真没吃饱。二小姐心细善良，是个好姑娘。老夫人那边完事儿，看着她和内侍聊得欢，心中的火气又窜上来。她可真会闹幺蛾子，取来准备好的荷包，辛苦公公走一趟，一点小意思，留着喝茶。汪内侍手一翻，荷包立马不见，跟魔术似的。收荷包也是技术活儿。哎呦，谢过老夫人，咱家告辞。教养嬷嬷，皇后之后会亲自派来，大小姐好好学着吧。萧天爱取出帕子，包了那一碟子蛋黄酥塞给他。汪内侍路上吃。老夫人嘴角紧绷，恨不得拍开他的手。汪内侍呆滞了一下，随即收下。谢过二小姐，二小姐是个好的，老夫人好福气呢。恭送公公。汪内侍一走，老夫人就要发作。萧天爱见势不妙，旧计重演。啊，祖母，孙女头晕得很，怕是旧病犯了，孙女告辞。只把老夫人气得胸口一鼓一鼓的，想发作，却被他给堵回来，差点撅过去。母亲息怒，年纪小，回头我好好教导他。人家内侍都没生气，你也别生气了啊。一个没了根儿的宦官，卑贱的奴才，你堂堂侯府小姐，跟他有什么说的？太不顾体统了，有失身份了。我又不是大姐，要做太子妃，身份体统看得比命重。我就跟人说了2句而已，祖母气什么？而且人家就算是奴才，也是皇上的奴才，祖母慎言才是。老夫人后知后觉，怒气冰消雪散，不想看他那副纯真无害的模样，说出的话能气死个人。萧天爱，你给我站住！大姐有事啊？你要是想摆你太子妃的架子，趁早歇着，我可不吃你那一套。你就是嫉妒，嫉妒我嫁给太子，非要闹出点幺蛾子，显出你的存在感。其实你心里就是不满我嫁得好，我看透你了。我警告你，你给我安分点，等我嫁到太子府，有你好果子吃。哎呀，这是威胁我呢。大姐还是三思后行，你别忘了，当初那琴是谁抚的？太子要是知道你作假，你觉得你还能做这个太子妃的吗？你敢？我为什么不敢？你不总说我想跟你抢的吗？我要是不做点什么，岂不是白担了这个名声？萧天爱觉得他脑子秀逗了，非要来挑衅，让他清醒一下也好。你视若珍宝的东西，在我这儿
弃如敝履。安安生生嫁你的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若是非要来跟我较这个高低，我不介意成全你。不过我是没有什么损失，大姐怕是要难过了。那你刚才为什么几次捣乱？我能放心吗？我头一次接旨不懂嘛，心思深沉的人才会把人想得那么复杂。我话都说得很清楚了，你非要胡搅蛮缠。我是不怕丢人，希望大姐也能够豁得出去。说完打个哈欠，带着东陵回自己院子补了回笼觉去。而此时皇宫之内，太后的慈宁宫，燕王双手扶着膝盖，简单的坐着，都有股子大马金刀的气势。江儿，你坐，在母后这里不用客气，咱们母子没那么多规矩。母后安好，礼不可废，儿臣还没那么脆弱。你这孩子还是这么犟，母后看你这样，这心里就跟针扎着似的。来人，快伺候燕王坐好，谁敢有一丝怠慢，哀家绝饶不了他。宫女连忙扶着燕王坐好，茶水点心又换了一遍，太后这才满意。母后近日身子可好？儿臣不能亲自伺候身边，很是不安。嘿，哀家知道你孝顺，你照顾好自己，就是对哀家最大的孝顺了。今日招你来是关于你的婚事，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娶个媳妇儿，知冷知热的照顾你，哀家也能放心。有劳母后挂念，只是儿臣还没那个打算，不想连累人家好好的姑娘，还是不要了吧。那怎么行呢？就是因为你身子不便，更需要人不离的伺候。你只是眼睛看不见，身子好着呢。要是能留下一儿半女，哀家九泉之下见到你母后，也能有个交代啦。比起先皇后，燕王眼神不可控制地波动一下，双拳握得更紧了，唇角紧绷，没说答案，也没说拒绝的话。听说你对云海侯府的二小姐挺关照的，改日宣她进宫来，哀家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姑娘，能入了我儿的眼。没有的事儿，那姑娘是个单纯可爱的孩子，儿臣看她跟小贝一样，真没有别的心思。她贪吃爱玩，小孩子性子，更是什么都不懂。母后，您别吓着她了。嘿，还说没意思，这就护上了。哀家有分寸，不会欺负了你的小姑娘的。陪哀家用午膳吧，身在这宫中，连个陪哀家用膳的人都找不到，怪寂寞的。你要是娶了媳妇儿，你媳妇儿也能孝顺哀家，尽你的孝道了呢。母后说的是儿臣考虑不周了。一顿午膳又是一番母慈子孝，太后又赏了燕王一些东西，这才打发他离开。贴身女官安玉婉扶着他躺下，太后却毫无睡意，满腹心事都写在脸上。她的母亲是太后的陪嫁嬷嬷，深得太后信任，整个慈宁宫都在她的掌控之中。皇后见她都喊她一声安姑姑呢。太后是在想燕王的婚事，为什么不从聂家选一位小姐呢？聂家近些年可有些弱呢，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聂家是太后的母族，也是燕王的外家，关系最是亲密。太后的心事也就能和安姑姑说一说。你不懂，燕王这孩子我看不透，与其操控他的婚事惹他厌恶，不如成全他，我们的关系才能牢固。别看他对我挺尊敬的，可心里怎么看我这心里没底，毕竟不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呀。您虽然没生下一儿半女，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是您，皇上都得孝顺您。这满大宴的女子，您是顶顶尊贵的，名分大过天，有这个名分在，燕王怎么着也得孝顺您呢。您操持他的婚事也是为他好。就你嘴甜，逗我老婆子开心。您还不到40呢，怎么就是老婆子了？
奴婢瞧着，皇后都没您年轻呢，可不能说老。哼，别提那个蠢妇，太子就被她给教得不成样子，心胸狭隘，夺人所好，哪有一点明君的样子？他别得意，谁说太子就一定会是皇上呢？让他们母子俩去作去吧，看他们能落下个什么下场。话里满是不屑，还有一丝怨怼。安姑姑可不敢非议皇子，低着头装作没听见。刚走出慈宁宫没多久，太子殿下来了，避开吧。薛高扶着他站在路边，等太子的銮驾经过。停下！哎，这不是皇叔吗？瞧这个方向，去给太后请安了。怎么只带着一个奴才呀？这要是磕着绊着可不太好，毕竟皇叔看不清路的。要不姑去和父皇求求情，恩准皇叔进宫赐了轿子坐，您这大功臣坐个轿子也是应当的嘛。薛高眼底怒色一闪，骂人不揭短，王爷可是太子的亲叔叔呢，太过分了。好啊，太子孝顺本王，本王自然笑纳。下次进宫等着太子安排的轿子，先谢过太子了。太子不愧是国之储君，这份孝心就很难得。太子没想到他居然这么说，脸色沉了下来。好说，姑一向守礼。对了，那个萧小姐据说被山贼掳走过，还被贺思远调戏呢。这种女子啊，一看就不是安分的。既然皇叔稀罕，姑就放她一马。反正太子府中最不缺的就是女人，这种货色呀，配皇叔刚刚好。只是她姐姐是我的太子妃，皇叔要是想娶她，这辈分可不好算呀。真愁人呐，也不知道姑这未来岳家肯不肯把小姐嫁给皇叔。毕竟皇叔这样子，谁家姑娘也不乐意跳这个火坑呢。哼，哪里是火坑，还不一定呢。太子不忙吗？有时间跟我在这儿闲聊，不如请我去你府里坐坐，咱们叔侄好好聊聊。太子最烦的就是他这种万事不在乎的模样，好像一拳砸在棉花上似的。他越平静，越让太子觉得自己跟小丑一样。不好耽误皇叔，姑要去父皇那儿呢，改天再和皇叔聊。皇叔慢走。恭送太子殿下，殿下慢着点儿。话是好话，可从他嘴里说出来，总带着一点嘲讽的味道。太子脸色阴沉，心底冷哼一声，一挥手让工人继续走。云海侯府，萧天爱悠闲地嗑着瓜子，不过没吃，都放在小盘子里。对面的罗汉榻上躺着萧天洛，哀求着萧天爱带他来湖边的亭子里乘凉。躺在罗汉榻上，指使亲且剥瓜子，惬意地享受着微凉的清风。萧天爱剥了1刻钟，不够他一嘴塞的。哎呀，不剥了，闲的咱俩。瓜子这种零食就得自己剥，吃的才有意思。咱们出府玩去呗。你觉得我像是能出门的人吗？姐，你可比以前好玩多了，以前可没老想着出府。哎，天芳呢？今儿没黏着你，都快成小跟屁虫了。送学堂了。男孩子要学本事，应该多读书，老是闷在内宅，能有什么出息啊？不是说请先生来府里教的吗？你送哪个书院了？你觉得大伯娘现在有心思给他请先生？随便找个小书院先启蒙，之后再找好的书院。他都不认字儿，这时候多好的书院也都是白瞎，跟不上进度还被同窗嗤笑，不如先启蒙。你真不出去啊？听说樊楼新上的孜然牛排、炙烤金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的，说白了就是炖羊杂，起了好听的名字，你不想尝尝啊？萧天洛因为养伤一直吃得清淡，嘴里早淡出鸟来了。真是他亲姐儿，总能戳中他的弱点。那咱就去尝尝，吃完就回来。这就对了嘛，让大庆丁喂着去，多点点菜，姐换衣裳去。
大庆是萧天禄的小四，打小伺候他，很是伶俐，为人也忠心，对少爷的命令言听计从，萧天禄身边第一人。等他们到了樊楼，凉菜已经摆上，酒水准备的是玉露春，淡雅清香，很适合他们喝。哎呦，这不是萧老弟吗？这么快伤就好了？看来也没多严重呢，我还以为怎么着也得躺半年呢。萧天洛心里犯苦，真是冤家路窄，又碰到这个混不吝的。哼，陈院手医术高超，好了一些，出来散散心。屈兄这是要走？原本要走的，这不遇到萧老弟，怎么也要陪你喝2杯啊？对了，贺兄被长公主禁足了呢，他要是在，那就更热闹了。萧天洛实在不想和他一起喝酒，下意识看了萧天爱一眼，这家伙诚心粘上来，该怎么办？萧二小姐好啊，在下倒是很好奇，二小姐怎样的天姿国色，贺兄都栽在你身上了呢？老戴这木梨不闷的吗？出门就大大方方的，半遮半掩，爷们儿这心养得厉害，看来二小姐深谙其中之道啊。屈从云原本以为这姐弟俩总要消停几个月，想不到他们倒是不安分的，这么快又出门了。上次害得自己被父亲好一顿骂，月例银子都罚了半年。屈从云，有什么冲我来，动我姐试试，老子跟你拼了！贺思远老子都不怕，怕你个屌！弟弟霸气，敢骂姐姐，盘他！屈从云一行人眼珠子瞪得老大，萧二小姐真是天真，她一个人还是个伤残患者，敢跟自己一群人叫板。萧天洛信心大增，姐说盘他们必须得盘。屈从云欺人太甚，不揍你，你当小爷好欺负？众人都傻眼了，你声势浩大，跟武林高手似的，合着连人家一招都打不过，你是来搞笑的吗？弟弟啊，你没事吧？诸位客人，你们可瞧着了，屈公子纵奴行凶，要害我弟弟性命呢。什么仇什么怨，屈公子，你要对一个重伤之人下此毒手，我们萧家就这么好欺负的吗？大庆，快去找郎中，去京兆府报官，我倒要看看天子脚下还有没有王法了。东陵，你去皇宫找太子，说是有人打他小舅子，打他可是打太子的脸呢。可不敢报官，二小姐有话好好说。你们还敢禁锢我们，控制我们自由，没法活了，我从这楼上跳下去好了。屈少爷那样羞辱于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说完做事就要趴在栏杆扑下去，一群公子哥终于慌了神，真要出了人命，他们也得给人抵命。别，可不敢跳，二小姐勿怪，我们也没碰着你，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你们说没碰，可人言可畏，天知道别人会怎么污蔑我呢？谁敢说二小姐一句坏话，我们第一个不答应。你们发誓，要是有一句谎话流传出来，全家死光光。好，发誓，我们都发誓。屈从云气得要死，原本看他们姐弟俩连个护卫都没带，欺负也就欺负了，想不到闹成了这个样子。现在你满意了吗？哼，不满意，我弟弟还生死未卜呢，你伤了他，可不是红口白牙一句誓言就能算得了的。屈从云也是个狠人，当即把刚才的护卫拎出来。是这狗奴才自作主张，少爷我可没下令。来啊，打断廖七2条腿，扔出去，给二小姐出气。萧天爱脸色一变，没等他出言阻止，这个叫廖七的护卫已经被同伴给打断了腿，刚毅的脸上冷汗直冒，硬是没喊一声痛。二小姐可还满意？要不要我把她脑袋也给剁了，送给二小姐当囚梯啊？屈从云恶毒阴狠的笑容，胆子小的看了都要做噩梦呢。
他笃定萧天爱一个闺阁姑娘，看到这样血呼啦的场面，胆子都吓破了，哪里还敢跟自己为难？这一局他又胜了。至于牺牲一个护卫不算什么，这种莽夫满大街一抓一大把。萧天爱心中气愤，姓屈的看似纨绔，心眼跟筛子似的，一眨眼一个主意，比贺思远更难对付。可惜他遇上的是萧天爱，一个奴才的狗命也配和我萧家狄少爷相比？屈少爷，你家主子和奴才都一般大的，把我当小孩子糊弄呢？你就是今儿个把你的护卫都杀光了，也比不上我弟一根头发。屈从云脸色一变，这个二小姐不好对付呢。那你想怎么样？长公主那样的赔偿，原样来一份。难不成你觉得自己比长公主要高贵？萧天爱最终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就是讹财。有那些钱给他们败家，不如给自己修炼了用。不可能，我们侯府哪里有长公主府的家底厚啊？杀了我也赔不起啊！屈从云脱口而出，长公主府里的赔偿可是燕王亲自拟定的，价值不可估量，一个3等家族都能买下来。减半吧，本小姐很通情达理的。大庆，拿笔墨，让屈少爷写下欠条。你们都有份，侯府赔不起，你们都要平摊，都画押上，谁也跑不掉。诸位少爷愕然，这是池鱼之殃，磨磨蹭蹭不想签，他们就是看个热闹，咋还得破财了呢？真的想法很奇怪，屈从云自己倒霉，怄得要死，现在看大家一块儿倒霉，反而乐呵了。见着有份儿，该签的，总不能让少爷我一个人担着，兄弟就该有难同当，不想把我当兄弟了。众少爷无奈，只能挨个签了字，苦着脸看着萧天爱，这一下总行了吧？哼，都是一个朝里更是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好好说话不行吗？非要逼着我撕破脸，下次对我们府里的人客气点儿。弟啊，都认清楚了，谁敢跟你装大爷，你就躺着跟他说话，咱倒要看看谁才是爷。萧天洛点头，突然觉得这样坑人的感觉咋那么爽呢？虽然面子有些挂不住，但是面子和那么多好东西比起来，好像钱比较香。哎，不敢，二小姐言之有理，告辞。诸位少爷勿怪，我们姐弟也是迫不得已，冤有头债有主，谁惹的事儿你们恨谁去。正是把仇恨拉到屈从云身上，众人敷衍的拱拱手，纷纷离开。屈从云想不到萧天爱还来这一手，一肚子的火气没地方发作，天知道他又能做出什么事儿来。行，萧二小姐，本少爷小瞧了你，咱们走着瞧。好的很，本小姐等着屈少爷来送财，希望武安侯的家底足够厚实。屈从云再次落了下风，脸色黑得跟墨汁似的，一甩袖子快速离开。他怕再不走被这个娇滴滴的二小姐给气吐血。少爷，您没事吧？大夫，没事儿，本少爷皮糙肉厚，结实得很，这点小场面能伤着少爷我？不吹牛你能死啊？我不陪着你可别冒险，别真觉得自己扛揍，可是姐姐我保护你呢。姐，你保护我什么了？我咋不知道？你姐我运气好，有我在你身边，百邪不侵，化险为夷，这还不够吗？你觉得不对？啊，对得很，我姐是这世上最漂亮最有福气的人儿。两个人笑闹着回包间，楼底下再次传来喧闹声。酒楼还真热闹，吃个饭还一出出的戏。萧天爱也不忙着吃饭，爬在栏杆上看热闹。这不是聂世子吗？来吃饭呢？酒楼不就是让人吃饭的地方吗？你们是谁？别挡着我的路，我吃完还要回书院。我们呐，这可得好好说道说道，我们是长公主的人，说起来咱们还是亲戚呢。无耻小人，让开！提起长公主，聂世子心中厌恶，
多一眼都不想看到他们。哎，怎么骂人了呢？还就不让了？今儿你想在这儿吃饭，也要问问我们答不答应啊？掌柜的，剩下的桌子我们全包了。从今天起，谁想吃饭都得问问我们兄弟答不答应。说也行，包厢300两，大堂100两，还剩下3成的空桌，大概4000两吧。2位有银子，小的就包。好说，记在长公主府的账上，凭我们兄弟在长公主面前的宠爱，些许银子算得了什么？掌柜的不说话，拿出账本让他们签了单，回账台后打自己的算盘了。你们欺人太甚！小崽子，就欺负你了，有种你来打我呀！哎，冲这儿打，来呀！这个聂世子又是何方人物？能被称为世子，怎么也得是个公侯家族，还怕他们2个贱人？聂世子是隋国公府的世子，隋国公府就是先皇后的母族，也就是燕王的外祖家。这俩人，一个叫崔护，一个叫崔阳，还真是一对堂兄弟。2人读书不怎么样，倒是会讨女人欢心，也能舍得下脸来，一起入了长公主府，做了面首。隋国公府自从先皇后去世，一向低调，跟太后走动都少。现在燕王伤了眼睛，更是不愿惹事儿，低调做人。这俩人就是摸准了聂世子不想惹事儿的心思，故意欺负他呢。燕王的外祖家呀，理应是中鼎之家，顶级权贵，这么低调可不大好。燕王帮咱们不少，你也去帮帮他的人。2个不要脸的贱人也敢欺负堂堂世子，什么世道？萧天洛看了自家姐姐一眼，意味深长，对燕王的事情姐姐好像格外不平呢。此时聂世子已经被逼得俊脸涨红，真想狠狠扇了2个人的脸，却想起外祖母的教诲，心中叹口气，硬是忍下去。崔护兄弟原本还有些紧张，毕竟是国公府的世子，真打了他们也是白打，赌的就是他不愿惹事儿，闹大了丢的也是隋国公府的脸面。聂世子，相请不如偶遇，请世子一起小酌一杯，世子可愿赏脸？原来是萧兄，那就叨扰了。世子客气，请上来。小二，添餐具，加几道菜，今儿我们好好招待聂世子。小姐好，在下聂风，字坤白，您喊我坤白就好。不用客气，我是天禄的姐姐，你是天禄的朋友，也喊我姐姐就好了。坤白，挺好听的名字，不如喊你小白吧。聂坤白笑容僵硬，明明很好听的字，怎么就变成了小白了呢？世子啊，吃菜，我姐就这样，你看她温温柔柔的，像个大家闺秀，千金小姐，又美又温柔，岁月静好。可你千万别让她开口，扎心不说，还特爱说实话，更是语出惊人，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吃你的饭，有这么说自家姐姐的吗？姐姐待你不好吗？还说我坏话，想死啊！萧天洛给聂坤白使了个眼色，现在知道了他姐有多表里不一了吧？聂坤白很喜欢他们姐弟相处的方式，没那么多规矩，随意轻松，感觉很舒服。萧天爱不知道这个小世子的脾气，感觉是个老实腼腆的孩子，不好太随意，毕竟初次见面，人设必须端着。吃饱喝足，重新上了茶点，开始叙旧。萧天爱早憋着一肚子的问题了。小白，就是俩不要脸的面首，你干嘛怕他们呀？让人揍他呀，牙给他打掉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对你不敬。你堂堂世子，被那么俩货欺负了，丢的可是你国公府的脸。唉，我是不怕他们，但是祖母一再下令不许惹事儿，要是长公主因为这事儿去府里闹腾，借着祖母，就是我的错了。尤其是现在表哥受伤回来，更不能给他添麻烦。我是不想让表哥难做，他现在已经很难了呢。不
不惹事儿，但是也有别的法子让长公主吃这个亏。低调不代表隐忍，那俩贱人就是看你的顾虑才肆无忌惮地羞辱你的。姐给你出个主意，保管收拾了那两贱人，还让长公主闹不起来。叶坤白正是少年自尊心最强的年纪，心里一肚子的火气早憋不住了，只是为了家族硬生生忍着。若是能报复那俩人，自然是100个乐意。姐姐你说，我都听姐姐的。小嘴真甜，有时候报复不一定要用拳头，示弱也是一种办法。低声教导一番，聂坤白的眼神大亮，小姐姐真厉害，这么损。不对，厉害的主意也能想出来，虽然有点无赖，但是想想长公主嚣张的样子，能让她吃瘪，心中一阵畅快，气死她最好。姐啊，好好的孩子，你别给教坏了。小白，哎，不对，坤白，你现在知道了吧？我姐一肚子坏水呢。就你这蠢样，姐要是再不想点办法，早不知道被人欺负成什么样了。就像刚才屈从于一帮人，你能对付得了？对付敌人就要无所不用其极，招不在损，有用就行。萧姐姐说的对极了，我下午还有课，先告辞了。萧姐姐，等我的好消息。燕王的处境不大好呀，叫兔死走狗烹，不知道能不能得个善终。可惜了，那么好的人。等他结账走人，隔壁的包厢，燕王面对一桌子菜，食之无味。听着宋阳峰汇报刚才的事儿，眼底一阵阴鸷。王爷，咱就不帮我国公府啊，世子都能被2个面首轻贱，长公主太过分了。这不是皇上想看到的吗？让皇姐来给我添堵，给外祖家添堵。她只是皇上手中的一把刀而已，偏偏她甘愿当这把刀。且容她嚣张2年，这时候和外祖家走得近，反而惹得皇上忌惮，离得远一些更好。你们说说，萧二小姐什么心思？谁都不敢出头，她居然一点都不忌讳。本王该说她蠢呢，还是天真？嘿嘿，自然是仰慕王爷了，爱屋及乌呢。要说王爷和二小姐挺有缘的呢。燕王手指敲着桌面，久久沉思，眼神深邃，一言不发。2个心腹属下对视一眼，都不敢再说，揣着手沉默地陪着他。长公主今儿个心血来潮，带着面首们出门逛街，恰好是崔家兄弟今日随行伺候，荣君柏未进府之时，他们兄弟是长公主最宠爱的人。殿下，这葡萄可是奴家亲自选的呢，甜不甜啊？甜，阿阳给本宫选的，自然是最甜的，不过没你的小嘴儿甜。殿下，您又取笑奴家了，奴家给你尝尝，奴家这嘴儿有多甜。殿下，您厚此薄彼，奴家也要呢。好，都是本宫的宝贝儿，今儿个本宫好好疼你们。吩咐一声，去城外庄子上小住2日。2人大喜，到了庄子上就是他们的天下。把长公主伺候好了，他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起码能和荣君柏抗衡1、2。殿下，随国公世子拜见您呢。长公主脸色一沉，对国公府的每一个人她都不想见。不必了，大街上不便。她要是想见我这个表姐，就去府里吧。世子说给殿下赔罪的。长公主心中纳闷，掀起马车帘子，聂坤白恭敬地站在马车旁，拘谨腼腆的少年还有些紧张，看到他马上深深行礼。见过表姐。坤白呀，你给我请安，不怕你祖母责罚于你。他不是说过没我这个外孙女的吗？怎么不怕我这个表姐带坏了你？长公主，昨儿中午在樊楼，晚辈冲撞了府里的2位贵人，惹得贵人不快，特意来给殿下赔罪的，还请殿下大人不计，有气冲着我来，要打要骂，晚辈都受着。
只求殿下万不可去府中惊扰祖母。坤白给殿下和府里的贵人赔罪了。你说的什么贵人？本宫没听懂。崔家兄弟啊，他们不是长公主的人，真是财大气粗呢。4000两银子包场，就为了不让坤白吃口饭。长公主这么宠他们，坤白想想，万一您觉得我冒犯了他们，去和祖母闹，坤白可就做了大孽。祖母身子骨不好，自从之前长公主上门，卧床半年多，一直小心养着。坤白万不敢因为我的一时义气，惹得祖母生气，坏了身子骨。坤白万死难赎其罪。长公主本就是风云人物，现在被侄儿拦着请罪，还是给她面首赔罪，一下子引起了无数人的好奇心。你胡说八道什么？让开！本宫没心情跟你废话。长公主是贪慕享受，但是不傻。灭坤白说来赔罪，其实就是给自己难堪呢。堂堂世子给2个不入流的面首赔罪，他答应，整个勋贵圈子也不能答应啊。这小子居然来这一手，这下闹大了。樊楼的账单还在呢，坤白可没胡说八道。崔家2兄弟就在车上吧，长公主把他们喊出来，我们当面说一下。他就是仇种崔家兄弟都在，才来拦车的。就是啊，出来露露脸呗，又不是大姑娘，见不得光了吗？聂坤白，你故意的吧？再说一次，让开！